我捡瓶子的时候救过一个小乞丐，他浑身脏兮兮、破破烂烂，我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在身边。几个月以来，他吃我的住我的，连身上穿的内裤都是我拼多多9点90条给他团购抢的。我原以为他是孤身一人闯荡社会的小可怜，可直到一排豪车停在我家门口，我才明白自己一直救助的贫苦少女，竟然就是江家失踪已久的小公主。后来女孩的父亲为了感谢我，将我留了下来，成为了江家的一名佣人，月薪2万，每天也只需要负责扫扫地，将一些花坛打扫干净，还有负责陪陪女孩就可以了。就这样，我在这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勤勤恳恳，而女孩也每天都会来找我，和我说自己在学校的事情。我也终于得知了女孩的名字叫江如雪，她时不时的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带我出去逛一逛，日子仿佛在一天一天的变好。但是美好的生活停止在我15岁的那一年，随着时间流逝，江如雪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长得更加的美艳动人，而我也变得更加英俊帅气。在某一天的中午，江如雪将我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二话不说直接就抱住了我，小脑袋还在我的怀里蹭了蹭。我慌乱之中赶忙就将怀中的少女推开了，内心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对着江如雪说道，我们之间不能有这么亲密的动作。被推开的江如雪眼神中闪过一丝的失落，但她还是露出了一个笑容说道，或许是现在不能，但是等我们成为了男女朋友之后就可以了。泽泽，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江如雪的表情充满了期待，看着女孩那期待的表情，我真的是不想伤她的心，但是自己明明不喜欢她，只能对着少女温柔的说道，如雪对不起，我只是把你当做我的妹妹而已，我们不合适。随着声音落下，少女白皙的脸颊2行清泪滑落，刚开始是无声的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而后跑开。在这之后，我接连几天都没有看到江如雪，最后我实在是放心不下，直接就走到了别墅之中。江如雪带我去过她的房间，所以我是知道的。走到少女的闺房门口，我先是敲了敲门，进来吧。声音听着有些哀伤，推开门走了进去。少女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活泼开朗，双眼无神的看着挂在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如雪，你还好吗？我感到非常的愧疚。听到熟悉的声音，少女的眼神中多了一些亮光，她一步步的走到我的面前，再次的伸手环抱住了我。这次我并没有推开她，因为江如雪现在的这个状态，我不忍心再继续伤害她。哥哥，我是真的喜欢你，从你12岁救了我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对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难道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少女在我的怀中呢喃的说道。如雪，对不起。短短的5个字就已经代替了我的答复，眼泪再次从少女的脸颊滑落，抱住我的纤纤玉手慢慢的松开。江如雪直接将我推出了房间，然后重重的关上了门。我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她关上的房门，只能低着头离开。接着几天，江如雪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偶尔碰到我也会像看见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这天我正在安静的打扫着花坛上面的灰尘，突然听见后面传来脚步声，转身看去，来人正是江如雪。少女打扮得非常精致，只不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静静的看着我，眼神中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活泼，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高冷。少女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的面前，叹息一声开口说道，哥哥，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吗？真的对我一点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都没有吗？我低着头并没有说话。此时少女的喘息声突然加快，全身也开始轻微的颤抖起来。她先是自嘲的笑了一声，接着是放声大笑，只不过笑得很悲凉。如雪，你怎么？结果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江如雪直接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肚子上传来一阵剧痛，我顿时就倒在了地上。这还没完，江如雪直接扑到了我的身上。陈泽，你该死！说完，江如雪直接连续抽了我几巴掌，她肆意的发泄着自己的恨意，而我只是默默忍受着这一切。终于，江如雪在踹完最后一脚之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里。江如雪走后，我感觉浑身都传来剧痛，骨头都好像快要散架了一样，可我并不在意。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沉淀，慢慢的她又会变回以前那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但是我错了错的彻彻底底。在这之后的时间，江如雪对待我的态度越发的冰冷，甚至有时会将我按在地上暴打，直到我被打的身上出血，她才会罢休。时间慢慢的过去，我也发现了江如雪的不对劲，以前的那个阳光开朗的少女好像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无休止的羞辱与折磨下，我终于无法忍受，索性就直接放弃了这份工作。我清楚的记得自己向管家说出想要离职的时候，江如雪的疯狂。刚走出江家的大门，突然就有一辆红色的超跑挡在我面前。江如雪打开车门，一脸冷漠的从后排座位走了出来。我刚想要绕开面前的超跑，旁边立刻就传来寒冷的声音，你想要去哪？我已经向徐管家提出了离职申请，现在我已经不是江家的佣人了。但是听到这番话的江如雪却冷笑了一声，我没有批准你就不许走。我诧异的回过了头，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脖子一软，整个人就晕了过去。再次睁开眼，我发现自己正躺在江如雪的床上，上面充满的独属于少女身上的体香，淡淡的清香非常的好闻。不过现在可没有心情去闻，因为我现在被江如雪压在身下，脖子上被架上了一把水果刀，距离咽喉不过短短几公分。江如雪脸贴脸的对着我，两人的距离非常的近。此时少女缓缓的开口说道，你最好不要再有离开这里的想法，否则我就杀了你。我的喉结动了一下，我承认我确实被江如雪吓到了，因为感觉江如雪不像是在开玩笑，她是真的可能会这么干。此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跑，赶快远离眼前的这个少女，越远越好，听到没有？少女的脸颊又慢慢的靠近了几分，我只需要微微动一动嘴就可以碰到少女那柔软的唇瓣。被江如雪警告之后，我这些天就一直待在江家大院之中，内心充斥着绝望与无助，不知道还能求助谁。江如雪的父亲那个将自己留下来的人，在自己刚进来没几天就出国了，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回来，无奈我也只好自己想办法。夜里我从大院的围墙准备翻墙逃走，可并没有跑多久，我就被一群黑衣保镖抓了回来。我被他们强迫跪在了江家别墅的门口，大哥，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被抓住的话，你们小姐会杀了我的。我语气哀求的说道，但是这些保镖依旧没有理会我。别墅的大门打开，一身黑色睡衣的江如雪走了出来，看见江如雪的那一瞬，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江如雪缓缓走到我身前，让保镖将我放开，接着一脚踹在了我身上，我顺势向后面倒去，这样刚好可以拉开两人的距离。倒地之后，我顾不上自身的疼痛，立刻爬了起来，向着外面跑去。这不由得让江如雪更加的生气了，眼神中闪烁着寒光，立刻给我滚回来！江如雪冷冽的声音传出，我能听出江如雪声音中夹带着极致的愤怒，如果被她抓住，自己可能真的会死。不由
游的腿上的速度更快，可刚跑到门口，一个体型巨大的保镖就将我拦下。江如雪走过来，直接一脚踹在了我的身上，我惨叫一声，然后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此时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完了。木讷的转过头，江如雪突然扑到了我身上，神色癫狂的掐住我的脖子。我是不是对你说过，让你不要再有离开这里的念头，要不然我会杀了你？对不起，我错了，求你放过我吧。江如雪像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拳一拳的往我身上招呼。你该死，我明明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跑？最后江如雪从我的身上起开，头昏眼花的我刚以为这次的暴行结束了的时候，咔嚓一声清脆的骨折声音传来，骨头断裂的极致痛感让我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疼痛让我昏死过去。江如雪看见这一幕，内心也在疼痛，两只粉拳握紧，手指被捏得有些泛白，泪水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打转。她要让我记住这就是逃跑和离开自己的后果，同时她也有些后悔，下手可能有些太重了，害怕我承受不住可能会死。于是她赶忙叫出江家的私人医生，好在经过医生的检查，我只不过是晕死过去了而已，并没有生命上的危险。听到这些，江如雪悬着的心才勉强的放下。医生离开之后，江如雪就一直静静的守在我身边，脑海中回想起我和她过去的种种回忆，这些甜美的瞬间不禁让江如雪的嘴角露出微笑。但是想到我拒绝她的那些时候，她的美眸就会立刻的暗淡下来，粉嫩的红唇也在小声的呢喃：哥哥，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眼泪也缓缓的从她的眼眶中滑落。她就一直这样做到了天亮。眼看我就要醒来，她赶忙手忙脚乱的离开。我醒来之后也只能苦涩的摇了摇头，感叹自己命运的悲凉。回想起之前遭遇，自己现在真的很后悔，不该留在这里。之前的自己虽然没文化也没有体面的工作，但是最起码有自由，过得很开心，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每天过得胆战心惊。直到现在18岁的我已经在江家待了整整6个年头，6年的光阴全部都浪费在了这里。准确的说应该是3年，因为刚来的3年江如雪并没有向自己袒露真心。那3年的回忆还是开心的。浑身破烂不堪的我一瘸一拐走到了江家别墅的门前，看着面前的别墅，我的内心很是平静。过了一会，超跑的阵阵轰鸣声音传来，一个刹车稳稳当当的停在了我的面前。开车的徐管家看见我明显一愣，坐在后排的江如雪也是一样。换做以往的情况来讲，我躲他还来不及呢，今天却好像在这里等他。转念一想，江如雪的嘴角露出了一个弧度，她的内心有些欣喜，看来她的泽哥哥终于是想通了，终于肯接受他了。江如雪直接打开了车门走了下来，我站在原地静静的看着江如雪朝我走来。不得不说，江如雪长得是真好看，精致小巧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柔顺的头发披在双肩，整个人显得很是清纯。这样的美女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中女神，但是并不包括我。江如雪虽然长得是很漂亮，但是我却根本没有对她动过心。江如雪走到我的身前，开口说道：你有事找我？声音还是很冰冷，但已经是我听到的最温柔的一次了。能换个地方说话吗？周围还有佣人。好，江如雪并没有拒绝。2分半后，我将她带到了一处花园之中，这是2人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那时的江如雪经常坐在这里的躺椅上和我开心的聊着天。江如雪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脸上再次的露出了微微的笑容，真的是向她表白，而且还挑这种充满回忆的地方，她简直要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走到了一处躺椅上坐下，江如雪也是直接坐到了我的旁边，2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她丝毫不嫌弃我身上的脏乱。江如雪有些开心，因为2人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坐在一起了。我也没有墨迹，直接就进入了主题。如雪，我今天邀请你到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我愿意。没等我说完，少女已经微笑的说出了自己内心已经脑补好的词语。我诧异的转头看去，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少女难得露出的微笑表情慢慢的消失，又变回了那副冰冷的样子，眼神诧异的看着我。你难道说的事情不是要和我在一起吗？我赶忙摇了摇头。如雪，你对我的感情我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希望你能看在以前我救过你的份上，让我走吧。说完，我有些害怕的转头看去，发现此时少女的眼神非常吓人，自己就好像被恶鬼盯上了一样，忍不住的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江如雪突然伸出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将我死死的按在了长椅的靠背上，然后少女的脸又立刻靠了过来。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让你不要再有离开这里的想法？我现在断了一条腿，已经是半个废人了，我配不上你。我祈求的开口说道。我说过我不在意这些。江如雪朝着我大吼，我抿了抿嘴，然后对上了江如雪那双好看的眸子，缓缓的开口说道：或许一开始我就不应该救你。我说话的语气非常平静，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害怕，或许死亡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听到了这些话的江如雪，好看的俏脸开始慢慢变得扭曲起来。自己提出了这么好的条件，只要和自己在一起，富裕的生活直接就会为她敞开大门，但是她却拒绝了，自己付出的真心被拒之门外。想到这里的江如雪内心的怒火变得极大，我在你的眼中难道就这么的不堪吗？这么多次了你都不肯要我，我到底哪里配不上你？面对江如雪的歇斯底里，我表现得很平静，根本不做任何的回应。江如雪的眼神扫过我的下半身，内心突然就蹦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既然得不到你的心，那得到你的人也不是不行，只要你的人是我的，心也迟早会到我的身边。他的内心想到这些之后，嘴角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弧度。一个黑衣保镖抬着我走进了别墅之中，一路上都在劝我从了他家小姐。小姐长得这么漂亮，而且还是一个富二代，娶了她可以说是稳赚不赔。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抗拒。几个保镖将我丢到了江如雪的床上，就退出了房间。我立刻就爬了起来，赶忙去开门，想要逃离这里。突然一双纤细的玉手从后面环抱住了我，我的身体顿时一僵，捶门的动作也悬在了半空中，一阵香气环绕在鼻尖，是那个让我恐惧的气息。我木讷地转过了头，眼神慢慢地向后看去，一张俏丽而又精致的小脸呈现在了我的眼中，脸上带着笑容和妩媚，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心跳加快。哥哥，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呢？少女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埋怨，平常的那种冰冷完全的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妩媚。我不断地用手去推搡着江如雪，想要将她推开，可江如雪抱得很紧，她知道我绝对不会乖乖就范，肯定要采取一些暴力措施。嘿嘿，哥哥，你知道吗？我一天得不到你，我的心就总是感觉很空虚。说完，江如雪就直接将我一把甩到了床上，我刚想要爬起来，江如雪就一把扑到了我的身上，开始撕扯我的衣服。挣扎之中，我一拳打在了江如雪的脸颊上面，少女的脸颊立刻就变得有些微红，脸上的笑容也消
消失不见。他伸出粉嫩的舌头舔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少女突然伸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另一只手也没有闲着，一直在撕扯我身上的衣服。挣扎中，我打碎了桌上的花瓶，索性拿起一块碎片，直接就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碎片距离皮肤只有几公分，我开口说道：“江如雪，你要是不放我走，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床上的江如雪也确实被这一幕唬住了，她看着我坚定的眼神，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也没有要放我离开的意思。我再次的将碎片靠近了几分，直接就贴在皮肤上面，一抹鲜红从碎片下流出。看着我真的做出了伤害自己的事情，江如雪也不敢再继续迟疑，立刻开口说道：“行，你别冲动，我让你离开。其实就算我真的滑动了碎片，以江家私人医生的水平，还是可以保住我的性命。但就算是这样，江如雪也不敢赌，她害怕失去我，哪怕有一丁点的风险，江如雪都不会去赌。”我一步一步的向着门边走去，慢慢的拧开了保险，目光至始至终都放在江如雪的身上，因为害怕她会突然冲上来。直到打开门走出去的那一刻，我才收回了目光，然后撒腿就跑，赶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在我走了之后，卧室中的江如雪有些不开心，因为我竟然敢威胁她。曾经的那个阳光纯洁的男孩，竟然会开始威胁人了。此时他的内心有着一个更加黑暗的想法，囚禁。他想要将我囚禁起来，让我无时无刻的留在自己身边。第二天我就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主要负责别墅内的清洁。在之后的生活，我时不时就可以看见江如雪站在房间门口，曼妙的身姿侧靠在了门框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眼神中却有着一股贪婪。每当我就这样被江如雪看着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的紧张，害怕少女会突然扑上来做出什么事情。但是好在江如雪只是一直静静的看着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这天我在打扫完别墅的卫生后，突然听见一阵引擎的轰鸣声，这种情况不用猜我也知道肯定是江如雪回来了，但是我也并没有在意，因为在晚上除了保镖和那些夜晚巡逻的人员之外，其他的佣人是不用干活的。就当我躺下了没一会，突然一个黑衣保镖站在了我的身边。正当我疑惑的时候，此时保镖缓缓地开口说道：“先别睡了，别墅有一个花瓶碎了，需要你去打扫一下。”一进别墅就看见江如雪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面，让我不确定的是江如雪的旁边里竟然还坐着一个人，长得非常的帅气，挺拔的鼻梁，含情脉脉的桃花眼，整个人看着很阳光。江如雪和他的距离非常近，衣服好像还是情侣款，用郎才女貌4个字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是江如雪的男朋友。短暂的震惊之后，我的内心突然有些欣喜，因为江如雪以前喜欢自己，这才将我困在这里。如今江如雪有了男朋友，自己可能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了。想到可以离开这宽大的囚笼之后，我的脸上罕见的露出笑容，笑着走到两人的旁边，将碎片打扫干净之后就立刻离开了别墅。我走后，江如雪的脸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自从我踏进别墅的那一刻，她就已经知道了，只是假装看不见。花瓶也是江如雪故意打碎的，为的就是让我过来打扫。看见两人相谈甚欢的这幕，本以为我看见她和其他的男孩谈笑风生的时候会不开心甚至生气，但我却脸上一直在笑，这不由得让江如雪有些生气。难道自己在她的心中一点位置都没有吗？江如雪的眸子慢慢暗淡了下去，这种方法是她从闺蜜那里得知的。如果男孩对女孩有喜欢的那种感情，只要看见女孩和其他异性在一起，就会有明显情绪上的变化。如今看来我或许真的不喜欢她。想到这一幕，江如雪再也没有了装下去的心思，表情立刻就变得有些扭曲，眼神中也充满了恨意。坐在她身边的男孩叫做白鸽，是和江如雪在同一所的大学读书的同学，不仅是清北大学的3大校草之一，还是豪门白家现任家主的独生子。白家和江家的地位差不了多少，算得上是旗鼓相当。只不过白鸽却是一个痴情的人，当他看见江如雪的第一眼就决定此生非他不娶。所以今天江如雪突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还说要两人都穿情侣服装的时候，他立马就答应了下来。此时白鸽注意到江如雪的表情有些不对，少女的美眸一直注视着门外，一脸愤恨的表情。白鸽赶忙开口说道：“如雪你怎么了？”江如雪直接站了起来，背对着他开口说道：“今天已经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注意到了江如雪语气中的疏远，白鸽内心突然一疼，好像有针扎一般。他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开口说道：“如雪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正在准备回房间的江如雪站住了脚步，神情冰冷的看着他。白鸽缓缓的开口说道：“如雪你知道吗？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对你一见钟情了，这是我对别的女孩从来没有的感觉。你到底想说什么？”江如雪冰冷的开口说道，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不过白鸽并没有在意，继续说道：“我想说我喜欢你，答应我好吗？做我的女朋友。”白鸽的眸子中满是柔情，换做一般的女生早就已经把持不住了。只不过江如雪听完他说的话之后，内心毫无波澜。就当他想要再次的下达逐客令的时候，脑海中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突然说道：“你今晚就先住在这里吧。”然后转身就回了自己的卧室。听到这句话的白鸽内心一喜，以为是自己刚刚说的话起到了作用。到了第二天，江如雪起床之后，穿了一身的黑丝睡衣走出了房门，赶快起来洗漱一下，等一下带你去一个地方。江如雪冷冷的说道。说完用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许叔让佣人们集合在公园，我有事要说。随后带着白鸽向着公园走去。在这期间，两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得很远。在距离佣人集合的不远处，江如雪一眼就看见站在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赶忙站住了脚步，直接就挽住了白鸽的胳膊。你们好，给大家宣布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白鸽。众人听见这话也都默契的开始鼓掌，这其中鼓得最欢的就是我。自从看见两人之后，我脸上的笑容都没停下来过。江如雪刚刚还在笑的脸色，突然就变得有些阴沉。你们如果谁有异议，我可以考虑一下。众人都被这一番话整得有些发懵，不明白江如雪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人群中一片沉默，只有我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江如雪说的话好像都是冲着我来的。果不其然，江如雪突然松开了挽住白鸽的手，然后发疯般的大吼一句：“都给我散了！”少女径直朝我走来，整个人都扑到了我的身上。我和别的男人这么亲密，难道你一点都不吃醋吗？江如雪的声音中夹带着愤怒。你和别的男人亲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平静的开口。听到我的回答之后，江如雪的表情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她神色癫狂的掐着我的衣领，用夹带着愤怒的声音说道：“快说爱我，你喜欢我，说你吃醋了。”江如雪就好像魔怔了一般，说出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并强迫我执行。我此时呼吸都有些困难的，
根本没听见江如雪在说什么，随后更是直接就晕厥了过去。再次睁开双眼，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病床上，转头看向了四周的围墙，脑海中再次的有了想跑的想法。与其水深火热，还不如搏一搏。此时江如雪正在房间中独自黯然神伤，她此时的眼眶都有些红肿，很明显是哭过。咚咚，少女的房间突然传来敲门声音，江如雪转头看了一眼卧室门的方向，谁啊？声音回到了之前的冰冷。如雪是我。房内的江如雪听见我的声音，内心感觉非常惊诧，她竟然会主动来找自己。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浑身破烂的身影，但就是这道身影，江如雪不知道期待了多久。你来干什么？冰冷的声音传出。江如雪就是这样，不管内心有多么的激动，说出的声音永远都是冰冷的。我还能做你男朋友吗？江如雪以为自己听错了，双手直接按住了我的肩膀。你说什么？我被这一幕震到了，但还是语气平静的开口：我还能做你男朋友吗？当然呢，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江如雪生怕我反悔一样说道。突然少女直接上前抱住我，我很想将她推开，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忍了下来。江如雪的脸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容，直接一把将我拽进了屋内，唇瓣瞬间就贴到了我的嘴唇上。很快就到了第二天，刚走出房门，我就得知江如雪的父亲江涛在收到消息后，连夜从国外赶了回来。此时江涛坐在主位上面，微微一笑道：小陈啊，我听说你和如雪在一起了，听如雪说她追了你很久，直到昨晚你才答应是吗？闻言我只能尴尬的笑笑，本来打算欺骗江如雪一段时间，让她放松警惕之后自己能更方便的逃跑，但没料到江如雪竟然将这件事告诉了远在国外的江涛，这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如果让江涛知道自己欺骗了他的女儿，不知又会面临怎样的下场。想到这里，我表情更加难看。江如雪眼神中的爱意简直要溢出来了。此时的我不管怎么样，江如雪都非常的喜欢。为了不再出现变故，江如雪突然开口说道：爸，其实我们已经有过夫妻之实了，我准备在20岁之前就和泽哥哥结婚，你觉得怎么样？说完，江如雪还不忘看了我一眼，然后害羞的低下头去。但是听见这一番话，我直接就傻眼了，不可置信的看着江如雪，然后转头又看了看江涛，发现江涛也在看着我，脸上还带着微笑。好，我同意。短短的几个字在我的脑海中炸响。江如雪说出了这样的话，江涛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微笑的同意了两人的婚事。我费力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不同意，对不起江叔叔，其实我并不喜欢你女儿，这一切都是他强迫我的。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江涛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已经说完这一切。江如雪眼神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我，哥哥你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开这种玩笑可不好，我爸还在呢。我看向他开口说道：如雪，我真的不喜欢你，这件事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答应做你男朋友却全部都是因为你长时间的欺压，我想跑却跑不掉，为了放松你的警惕我才这么做的。骗我？你是说现在的一切都是在骗我是吗？江如雪声音颤抖的说道，好看的眸子变得微红，白皙的脸颊上流下了2行清泪，身体也在微微的颤抖。江涛先看了看江如雪，眉头微微的拧了起来，随后他盯着我开口说道：小陈，还请你原谅叔叔的不作为。我低着头并没有说话，我知道你的内心肯定很生气，但是叔叔这也是无可奈何，毕竟你曾经救了如雪，也算是我们江家的救命恩人。如雪这么对你，而我却袖手旁观，这确实是有些忘恩负义枉为人了。所以我决定在3天之后就给你和如雪举办婚礼，让你们彻底的定下终身，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尝试的去接纳如雪，她长相也不差，任何地方都可以算得上是完美，搭配你我相信应该是足够了。在江涛说完这些话之后，江如雪的嘴角一直都在露出微笑，幸福的微笑，她的情绪转变得非常的快，真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美人。反观我的表情则是非常的苦涩，江叔你为什么不为我考虑？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江涛打断，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现实，虽然这是我犯下的错，但是我却无法弥补，所以也只能委屈你了。说完江涛就起身离开了这里。突然江如雪笑着将我扑倒在了沙发上面，开口说道：哥哥，3天之后我们就要结婚了，你开心吗？哥哥，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做梦都想要和你结婚。江如雪在我耳边吐气如兰的说道。很快就到了婚礼这天，江如雪坐在化妆间的镜子前，旁边还站着2化妆师，正在为少女化着淡淡的妆容。今天的江如雪脸上一直在微笑，漂亮的眼眸也弯成了月牙，眼眸中就好像有星星一样。我终于要嫁给我的泽哥哥了，我们终于可以成为夫妻了。反观另一边的化妆间，我一脸生无可恋的坐在了镜子前，同时我的内心一直在回想，自己难道真的要娶江如雪了吗？我并不想，我还想要自由，但是却跑不掉。2名化妆师给我化完脸上的妆容，正在给我做发型的时候，突然化妆间的门被打开，一个身穿黑衣戴着口罩的人闯了进来，直接打晕了屋内的化妆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黑衣人扛着我瞬间冲出了化妆间。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我艰难的说出了这些，但是黑衣人并没有回答我。感觉周围的风声停止之后，我被放到了地上。那个黑衣人对着前方开口说道：小姐，你要的人我给你带回来了。好，多谢了李叔，你下去吧。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黑衣人听了之后立刻就消失在了此地。我缓缓地抬起了头，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少女。是你救了我吗？我疑惑地问道。眼前的女人一身白色长裙，长得虽然不及江如雪，但也算是一个美女。女孩伸手将垂落耳边的头发挽到耳后，然后开口说道：没错。我再次的开口说道：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好像并不认识吧？女孩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轻声的开口说道：去到客厅，我和你慢慢解释吧。另一边，此时江如雪已经彻底的化妆完成，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去见她的爱人了。但是在走到我的房间门前，她看见房门是打开的，她脸上的笑容缓缓的消失，每走近一步，她内心的不安就越加的强烈。等到江如雪走到门前，看见里面的场景之后，江如雪彻底的傻眼了，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放声哭了起来，嘴中还在不停的呢喃：他跑了，他不要我了，呜呜怎么办？而此时我已经跟着女孩来到别墅中。哥哥，你有没有回想起是不是以前来过这里？女孩微笑的看着我，对这里有些印象，而且我好像还帮助了一个小女孩。米兰顿时就有些激动了起来，说道：没错，我就是那个小女孩。真的是你？米兰激动的红了双眼，直接起身一把抱住了莫之泽，凶器落在了莫之泽的身上，这不禁让少年的脸部红了起来，赶忙用另一只手推开了少女，内心感叹：
现在的女孩发育的怎么这么的好？米兰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表达了歉意。莫之泽摇了摇头，并没有在意。接着米兰就继续给他上药，同时还讲起了以前的事情。其实这里是一个旅游区，那年刚满12岁的米兰和自己的父母一起来到这里旅游，因为这里的人流量比较多，米兰又比较贪玩，一时间直接就和父母走散了，来到了这片树林之中，也就是这栋别墅的位置。小米兰迷失了方向，在这里迷路了整整2天，米兰没吃没喝，他虚弱地倒在了这片树林之中。就在米兰以为自己可能就这样结束生命的时候，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孩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小男孩的年纪和他差不多，男孩的手中还拿着一个装水瓶的袋子，而那个人就是莫之泽。莫之泽看见倒在地上的人之后，赶忙就放下了手中的袋子跑了过来。那时莫之泽一眼就看出，倒在地上的人应该是长时间没有进食喝水，成了现在这样。莫之泽赶忙拿出了自己的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一口一口地喂着小女孩，最后又背着小女孩走出了这里。刚好米兰的父母和搜救队就在外面，是搜救队的人接过了少年背后的人。米兰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让米兰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莫之泽因为他将辛辛苦苦收集的瓶子放在了树林的出口前，等到莫之泽回来拿的时候，那袋水瓶袋子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倒在担架上的米兰看着少年落寞的背影，他很想对自己的父母说一句，救自己的人是那个小男孩，但是因为那时他太过于虚弱，根本说不出话。最后米兰将事情告诉父母之后，米兰的父母为了寻找那个真正救了他们女儿的人，索性就直接在这里建了一栋别墅，就是为了再次的见到莫之泽。但可惜的是，莫之泽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回想起那些往事，米兰感觉还是记忆犹新，但是莫之泽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他帮助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根本记不住。所以你救我是为了报恩？莫之泽说道。是，也不完全是，主要还有另一个目的。米兰说到最后，他的脸迅速的红了起来。什么目的？莫之泽询问道。嫁给他。在米兰说出那几个字之后，他的脸色立刻就红了起来，就像是一个熟透的苹果一样。听完这几个字的莫之泽就彻底的愣住了。再过了一会之后，他立刻回过了神，慌忙的开口说道：不，你不用这样。米兰看见莫之泽这么的慌张，忍不住低头笑了一声，然后一边处理伤口一边说道：你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你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听完这番话之后，莫之泽内心才缓缓的平静下来。米兰说出那番话的时候，可真的是有点吓到他了。他害怕米兰变得像江如雪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他这岂不是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吗？他是真的害怕江如雪给他的那种恐惧与绝望，他真的不想再体验了。既然他已经逃出来了，那这辈子他就绝对不会再见到江如雪。虽然米兰说这里很安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莫之泽还是打算尽早离开这里。此时米兰正在一点一点地为莫之泽包扎，时不时还看一眼正在出神的少年。不得不说，莫之泽长得本来就帅，立体俊朗的五官，清澈的眼眸，而且此时还化了淡淡的妆容，让他的五官变得更加的精致。从米兰这个角度看过去，那真的是非常的养眼。在伤口上缠完最后一圈绷带，米兰缓缓地站了起来，说道：好了。正在思考的莫之泽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思绪，他低头看着自己左手小指新的绷带，带头对着米兰露出了一个感激的微笑。谢谢，莫之泽微笑着说道。但是莫之泽的这一笑，杀伤力那是真的强。米兰仅仅只是看了一眼，顿时心脏就是止不住的狂跳。一时之间米兰失了神，眼睛也一眨不眨的低头看着面前的人。莫之泽看着米兰一直盯着自己看，有些不解。他先是摸了摸自己的脸，我的脸上难道有什么东西吗？他不解地说道。不明白米兰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看，被这一问，米兰瞬间就回过了神，顿时就感觉好丢人啊。没事，你的脸上有一块脏东西，我帮你弄掉吧。米兰只能随便找了借口来缓解自己的尴尬。结束了这个话题之后，米兰直接坐到了莫之泽的对面，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事，开口说道：哥哥，你能和我讲讲你和小雪之间的一些事情吗？我感觉她好像针对你。听见问起了自己和江如雪之间的话题，莫之泽先是叹息了一声，然后将他和江如雪的初次遇见、相识，再到后来的种种，直到今天的一切，莫之泽没有丝毫保留的全部都说了出来，好像自己这么多年的屈辱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莫之泽讲得很仔细，除了两人发生关系的事情没有说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留。听完之后的米兰惊讶地捂住了嘴，他没有想到
一个人遭受了那种非人的折磨，竟然还活了下来，身体被废，囚禁了他这么长的时间，每天的羞辱与折磨。但是米兰还有一个疑问，开口问道：哥哥，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答应他的示爱呢？这样一来，你岂不是可以少受一些皮肉之苦？这样的话，你还能得到衣食无忧的生活。莫之泽听到米兰问的这个问题，他很坦荡地回答：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一向这样，不喜欢撒谎，我没办法去欺骗自己。米兰听完没有说话，而是沉默地看着莫之泽，不知道内心在想着什么。此时莫之泽再次的开口：真的很感谢你救了我，这份恩情我会永远的记在心中，语气无比的真诚。你放心，如果那一天我被江如雪抓回去的话，我是不会将你说出来的。还有时间不早了，以防万一，我该走了。莫之泽双手撑着沙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看见莫之泽站了起来，米兰赶紧走到了他的身边，扶住了他，说道：你放心吧，小雪她不会找到这里来的，这整个旅游区都是我名下的产业，就算小雪找了过来，你也不用怕，我自有办法将你送走。其实米兰一直让莫之泽留下，也是有着一些自己的私心。他知道，如果让莫之泽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话，他可能会讨厌自己，但是他忍不住。不用了，我还是早点走吧。莫之泽真的不想留下，他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不喜欢麻烦别人。真的没事。莫之泽感觉事情有些不对，想走的想法更加的强烈，于是他便想挣脱开米兰，扶住他的手。但是就在两人拉拉扯扯间，莫之泽的身体突然向着后面倒去，米兰下意识的就想要去抓住他，但是却重心不稳，直接倒在了莫之泽的胸口上，加速了他向后倒去。两人在空中无意识的挣扎，结果两人的位置却调换了过来，莫之泽直接将米兰压在了身下，砰，两人就这样的倒在了沙发上面。但是现在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暧昧，米兰胸口处的山峰也被挤压的变形，现在的姿势就好像是莫之泽强行将米兰扑倒，想要做一些羞羞的事情一样。米兰的脸立刻就变得红了起来，眼神也尴尬的看向了别处。莫之泽立刻就回了神，对不起，慌忙的道歉之后，他就想要立刻站起来，但是米兰却突然双手环抱住了他。莫之泽惊诧的看着他，你干什么？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被压在身下的米兰抿着嘴，脸色通红的看着他，没有说话。莫之泽又再次的想要起身，米兰却依旧没有松手。少年有些慌了，赶忙结巴的开口说道：你说过你不会为难我的，你难道说话不算话？听完这番话的米兰依旧没有说话，直勾勾的看着他，眼神中有着一股贪婪。第35小傻瓜。米兰眼神直勾勾的看着压在自己身上的莫之泽，眼神中充斥着一股贪婪。莫之泽也发现了米兰眼神中贪婪，不知怎么地，莫之泽好像看见脑海中江如雪的影子，慢慢的和自己的身前的米兰重合，他的眼神中是止不住的惊恐，赶忙再次的开口说道：你不能为难我，这是你说过的，你不能反悔，你不能。莫之泽说话的声音中夹带着害怕，他害怕米兰变成江如雪那样，真的害怕极了。江如雪那种变态的手段，好不容易被救了出来，但是谁知救自己的人却好像又是一个疯子，他为什么这么倒霉？其实莫之泽用出全力剧烈挣扎，再用出一些阴招，也勉强可以挣脱米兰的怀抱。毕竟米兰没有学过武术，不像是江如雪那样能轻轻松松放倒几个大汉。但是他知道，就算他挣脱了，只要米兰不让他走，他根本走不掉。毕竟他只是一个瘸子，瘸子的和一个正常人比，那不跟大人打3岁小孩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只有米兰愿意放他走，这样他才能走。此时米兰终于开口，他说道：哥哥，我可以送你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米兰的脸再次的红了起来，他目光炯炯的看着莫之泽，少年的内心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他问道：什么条件？米兰将头扭到一边去，害羞的抿着嘴说道：我们睡一次我就让你走。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又不是你老公，我怎么可能和你睡觉呢？莫之泽语气激动的说道。他没有想到米兰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听见少年不愿意，米兰的表情顿时就不开心了，直接就开口说道：那我可不管，你不和我睡一次，我不可能让你走的。米兰的这副样子倒是有几分像街道上的地痞流氓一样，蛮不讲理。你怎么能这样啊？少年说道。我就这样，要么和我睡，要么你就一直待在这里。其实米兰还是讲一些道理的，并没有用强的方式，否则现在的莫之泽可能已经被扒光了。莫之泽发现和米兰讲理是完全不行的，他现在完全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突然，莫之泽开始剧烈的挣扎起来，不停的用手去掰米兰抱住自己的手。米兰见此，也将手抱得更紧了。莫之泽无奈，只能用了阴招，一口咬在了米兰的肩膀上面。米兰吃痛，直接就松开了手。莫之泽直接就从他的身上掉了下去，摔到了地板上面。少年顾不及自己身上的疼痛，立刻用手向着外扑腾，距离米兰远一点，在距离米兰差不多2-3米的地方，少年爬了起来。此时，米兰也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用手捂住了被咬的地方，有些委屈的看着莫之泽。莫之泽看见米兰被咬的肩膀，眼神中闪过了愧疚，毕竟人家救了自己，自己下嘴确实重了。对不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莫之泽歉意的说道。你难道就这么看不上我？这种事情明明是你们男人占便宜好不好？而且我长得也不差，你知道想和我睡的男人有多少？他们哪个长得不比你帅？你真是个木头。米兰的声音很委屈。米兰的追求者确实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长得比莫之泽帅。要想比莫之泽帅的话，怎么说也要是校草级别的颜值了。以莫之泽的外貌，至少碾压米兰追求者80%的人。莫之泽此时开口说道：对不起，虽然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的，但是如果要是用身体来作为交换的话，那我做不到，这份恩情我一定会还的。你拿什么还？除了你的人，其他的东西我不接受。还有，我告诉你，你跑不掉的。今天要是不和我睡，我现在就给小雪打电话，让她抓你回去。米兰威胁地说道。说完，米兰直接就拿出了手机，并且开始拨打电话。果不其然，莫之泽一听，顿时就害怕了起来。别，有话好说，不要这样。但是米兰并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打着电话。见此，莫之泽立刻就冲了上去，开始抢夺米兰的手机。拉扯间，莫之泽不小心撕坏了米兰左肩的白色长裙，顿时大片的春光一览无余。米兰直接啊叫了一声，现在他也顾不得手机了，赶忙捂住了自己胸口，而莫之泽直接就一把抢过了手机，然后狠狠地摔到了地上。还不放心，又费力地弯腰将其捡起，再次重重地摔下。他太害怕了。确认手机坏了之后，莫之泽才长出一口气。莫之仙现在才想起身后的人，愧疚地转过了头，然后就看见米兰捂着自己的左胸，一脸委屈巴巴地看着他。你看了我的身体，你要为我负责。还有，你砸坏了我的手机，你要赔。当然，你要是愿意做我的男人的话，你就不用赔了。那还不是你我不负责。手机的话，等我赚钱了，我自然会赔给你。莫在泽有些窘迫地说道。看见莫之泽这个样子，米兰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露出了一抹计划得逞的微笑。他怎么可能真的会给江如雪打电话？刚刚只不过是他随便打了一个移动电话，为的就是让莫之泽过来抢手机。衣服也根本不是莫之泽撕坏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莫之泽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以此来要挟他。看见计划得逞，米兰忍不住的感叹道：真是一个小傻瓜，这都会上当。第36，哭泣的米兰，我不管，你现在必须赔偿，手机2万块，而且你看了我，你说这件事怎么解决吧？莫之泽看了面前的少女一眼，这次为了自己的自由，他就只能当一次坏人了。手机我赚够钱，我自然会还给你的。然后莫之泽扭头就一瘸一拐的向着大门走去。米兰看了一眼，赶忙快速的跑到莫之泽的身前，挡住了他，开口说道：你怎么这样啊？你都看了我，还没说好怎么赔呢，你怎么就要走啊？你太不负责任了吧？莫中泽没有说话，低着头没有看他，想从旁边绕过去，但是米兰再次的挡住了他。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我是不会让你走的。少年见此，为了自由，他心直接一横，双手用力的推开了眼前的人。莫之泽还是有点力气的，米兰被推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但是米兰转念一想，直接就顺势坐了下去。哎呦，好疼啊！呜，米兰假装被推倒，然后顺势装哭了起来。少年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了眸子，转头继续往前走。米兰见此哭泣得更大声了，一边哭一边说道：你这个坏人，人家明明救了你，你却这样对我，我诅咒你！走路必踩屎，买菜必涨价，呜呜。其实米兰也想过直接用强硬的手段将其留下，但是听完莫之泽之前的遭遇之后，他就决定用这样方法，让莫之泽主动的提出留下。因为他之前已经大概了解了莫之泽的为人，差不多也就是雷锋和傻憨憨的结合，随便用点手段骗他，让他的内心产生愧疚感，他应该就会主动留下了。但是现在看来，就在莫之泽一瘸一拐的快要走出玻璃门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就站了一个身穿黑衣的人。
莫之泽因为被米兰那精湛的演技骗得都快要哭了，所以根本没有在意眼前的人。砰！他直接就撞了上去。哎呦！撞在黑衣人的身上，他就好像撞到了一面墙上。莫之泽差点没有站稳。等到站直之后，他才看清楚眼前的人。黑衣人身高将近1.9米，一身黑色的西装，黑色的鸭舌帽，黑色的口罩，总体一身黑。两只眼睛的目光非常的犀利，就好像老鹰在盯着猎物一样。因为戴着口罩看不出年龄，他就是将莫之泽带出涛腾酒店的人。莫之泽看见他的第一眼，就有些被吓到了，往后退了几步，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没有看见，然后低着头想要从旁边走过去，但是黑衣人却伸出了一只手，挡住了他的去路，缓缓地转头看着他。你敢欺负我们小姐，信不信我弄死你？充满威压的声音传出，莫之泽瞬间全身就打了一个寒战，吞咽了一口口水，结巴地说道，你没有。此时在不远处的米兰都快要忍不住的笑出声了，看见少年被自家的保镖吓成了这个样子，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但为了让莫之泽留下，他便搭配着哭腔开口说道，李叔，你救了一个坏人，他欺负我，帮我教训他。被叫做李叔的黑衣人自然知道自家的小姐是在演戏，目的也自然知道，便也配合的开口对面前的少年说道，曾经有一个地痞调戏了我们家的小姐，你知道最后他被怎么了吗？莫之泽慌张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哼，我直接把他打成了植物人，然后又把他的二弟割掉，又塞进了他的嘴里，最后又扔到了海里喂鱼。李叔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些当然都是开玩笑的，法治社会怎么可能杀人？莫之泽一听，脸色惨白地向着后面退去。我没欺负你家小姐，不要把我打成植物人，更不要割我的，求你了，不要。第37李叔。莫之泽脸色苍白的一步一步向着后面退去，嘴中还在说着，不要把我打成植物人，不要。莫之泽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根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更没有见过什么大风大浪，被面前的这种久经沙场的人随便一下唬，自然就害怕的不行。而且面前的人是一名真正特种兵，战斗能力极强。不过他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意外，碰巧被米兰的爷爷救下，自此他就一直在为米兰的家族效命。此时莫之泽想到了米兰，转头看向了他，赶忙一瘸一拐的跑到了他的身后，一屁股坐了下来，将米兰挡在了身前，开口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让他放过我吧，我真的不是有意的。米兰看莫之泽被吓成了这个样子，也是不忍心再继续让李叔继续的吓他，但现在是一个提条件的好机会，米兰可不会轻易的放过。此时米兰并没有再继续装哭下去，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转头看着身后的莫之泽，莫之泽却因为太过于害怕，一直死死地低着头，身体还在轻微的颤抖。米兰轻声地开口说道，内哥哥，你现在能和我睡了吗？声音很轻，还夹带着一些笑意。我愿意，你快点让他走吧。莫之泽想也没想地回答道。米兰轻声地笑了一声，然后转头对着李叔开口说道，好了，李叔，不用帮我教训他了，你先下去吧。站在玻璃门外的人微微地低头，然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好了，我已经让他走了，不用害怕了。听到这句话的莫之泽慢慢地抬起了头，先是看了看门口，然后又环视了一圈周围，确定了那个说要干死他的人真的走了，他才慢慢地放下心来。米兰再次的开口说道，哥哥，你说好的哦，那现在走吧，去我的房间。莫之泽听见米兰说的话之后，脸色有些不好看，并没有要起身的动作。米兰见此说道，怎么，你想反悔？信不信我再把李叔叫进来，让他哼。米兰的语气变冷了几分，是他故意装的。他后面的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他相信莫之泽应该懂。别，我去就是了，你不要叫他进来。接着莫之泽慢慢的从地上站了起来，表情有些委屈，什么人嘛，就知道威胁我。他的嘴中还在不停的呢喃。然后米兰的脸上也再次的露出了微笑，也站了起来，勾着莫之泽的胳膊往前走去。但是莫之泽走得非常的慢，几乎和蜗牛是一个速度，脸上的表情满是不情愿。米兰见此，红唇微张，脱口出2个字，李叔。果不其然，听见这个2个字的少年走路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真是太有意思了。少女的内心想到。过了一会，少年坐在了少女的闺房当中。米兰的房间在别墅的2楼，房间中非常的气派，完全是总统套房的装修，白色的大床房，头顶上价值不菲的水晶吊灯，还有侧面一面可以观察风景的透明玻璃。米兰走上前，将透明玻璃两边的窗帘拉上，
房间内顿时就暗了下来。于是米兰又打开了床头旁边的台灯。牛掰的是，竟然还可以调换颜色。米兰将颜色调成了紫色，房间内的氛围立刻就变得暧昧起来。少年坐在大床的另一边，双手紧握地放在腿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墨之则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救的2个女孩都想要和自己睡觉，而且都长得这么漂亮，家世还那么的好。自己虽然救了他们，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报恩的吧？毕竟这种事可是会影响到一个女孩的一生啊。以他们的条件，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却都来找自己。如果米兰的追求者知道墨之泽的想法，绝对会恨得牙痒痒。这么好的事情你都不接受，滚一边去，让他们来。就在墨之泽还在思考这是为什么的时候，米兰却突然抱住了他的腰，以半跪的姿势在墨之泽的耳边吐气如兰地说道：哥哥，你是男人，你要学会主动一点，毕竟这种事还是你们主动的好。嘿嘿。米兰直接将墨之泽压倒在了床上，开始解开他西装的扣子，但是墨之泽突然抓住了他的手，阻止了他的动作。米兰不解，难道他又反悔了？直接墨之泽不好意思地扭过头说道：和你那个可以要做安全措施，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米兰看着面前这样帅气而又害羞的脸，真是越看越喜欢，微笑着开口说道：什么条件啊？过后你要放我走。墨之泽说道。米兰开口说道：等睡完再说吧。然后他将墨之泽的头转了过来，直接亲上了他的唇瓣，软软的，香香的，嘿嘿。但是墨之泽却有些发懵，什么叫睡完再说？第38说话不算话。听到米兰说睡完之后再说，接着他的唇瓣就被吻住了。还没等米兰继续往下的动作，墨之泽立刻就开始挣扎起来，一边挣扎一边说道：不行，你现在就要给我答案，否则我不可能会和你睡的。米兰见此，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只能先答应了墨之泽。反正只是一个口头凭证，就算自己事后不认账，他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嘿嘿嘿。听到给予的回答之后，墨之泽慢慢的就平静了下来。米兰见此，直接就向着墨之泽的下体看去，紧接着就是一段无法描述的春光。此时另一边，江家大院的别墅之中，江如雪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神情呆滞，双眼微红的仰躺在大床上，双手拿着自己的手机，他的眼神一直死死地盯着自己手机壳的背面。江如雪手机壳的背面是他在13岁的时候，他和墨之泽拍的一张合照，也仅仅只有这一张。那个时候，两人的脸上满是青涩，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笑的是那么的开心。在看了很久之后，突然江如雪侧过了身，双手将手机紧紧地环抱在怀中，然后放声大哭了起来，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滑落到床上。他现在很后悔，早知如此，他就不和泽哥哥分开化妆了，这样的话，泽哥哥就跑不掉了。少女哭泣的声音传到了客厅之中。此刻江涛正坐在沙发上面，听着卧室中少女传来的哭泣声音，他的内心也不由得像是被针扎一样刺痛。江涛的眉头微微的皱起，虽然江涛大概猜到应该是有人将墨之泽带走了，但是带走他的人会是谁呢？墨之泽除了长得帅气一些，好像也没有别的特点了，四肢都已经被废的差不多了，总不可能凶手就是看上了他的颜值吧？整个河津省长得比墨之泽帅的大有人在。突然江涛开口说道：许博，你进来一下。然后别墅门前立刻就出现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老人。老人进来之后，走到了江涛的身边，微微的弯腰，开口说道：家主，有什么事吗？许博，整个河津省除了你之外，能在极短的时间从外墙上到6楼，而且还能带走一个人的，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吗？江涛开口问道。回家主，除了我之外，至少还有30多人。30多人，江涛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但是听见房间中少女传来的阵阵哭泣声，江涛再次的说道：许博，那辛苦你一下，帮我查一查，到底是谁带走了小莫。许管家点了点头，然后迅速的离开了这里。另一边，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大战之后，墨之泽终于结束了战斗，无力的侧躺在床上，而且在床单上还有着一抹少女的玫瑰红。这竟然是米兰的第一次，但是墨之泽并没有在意，毕竟是米兰主动的，墨之泽可根本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他瘦弱的胸口在起起伏伏，口中还在喘着粗气。另一边，米兰侧躺在墨之泽的后面，脸颊上的汗水沾住几根头发，但是他的嘴角却带着一抹坏笑。墨之泽感觉米兰就好像是一个女流氓一样。两人运动的期间，米兰竟然丝毫不顾大小姐的形象，随意的骂着脏话，简直不堪入耳。少年双手用力的将身体翻了过来，与米兰四目相对，发现米兰的嘴角带着一抹坏笑，但他也并没有在意。他开口说道：
事情已经完成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听见这句话的米兰立刻就笑了起来。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他装傻般的说道。莫之泽立刻就感觉不对，但他以为米兰可能是忘记了，再次的说道：这是你事前说的啊，说只要我和你那个，你就可以让我走啊。什么时候啊？我有说过吗？米兰微笑的说道。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莫之泽直接就坐了起来，语气有些激动。看着莫之泽这个模样，米兰越发的感觉有意思。你少年被气的有些说不好话，现在的他拿眼前的人根本没办法。莫之泽生气了，直接愤怒的穿上了自己的衣服，但是少年穿到一半，身后的米兰却直接抱住了他，语气妩媚的开口说道：别生气嘛，我没忘记，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至于吗？听见这句话的莫之泽转身看了他一眼，说道：那你松开我，并且送我离开这里。咯，少女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再次的开口说道：这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再和我来一次。听见这句话的莫之泽再也不相信身后这个女流氓说的话了，直接暴力的挣脱开了他的手臂，快速的穿上了衣服。下床之后，少年眼神愤怒的看着床上的人，而米兰依旧是一脸的坏笑，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我就是骗了你，你能怎么样啊？有本事来打我呀！莫之泽转过了头，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少女的卧室。米兰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没有自己的允许，少年走不出这里。果不其然，不一会外面就传来少年的声音：我已经和你们家的小姐约定好了，我们睡一次，我就可以离开。第39，离开了那里，米兰也没有着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将脑袋埋进了被子之中，自顾自地在被窝中刷着短视频。在门外的莫之泽正在和李叔解释他和米兰的约定，并且表示已经完成了约定，自己已经可以离开这里了。但解释了好久，李叔依旧没有让其离开的意思，只是一直淡淡的看着他。过了一会，莫之泽颓废的走进了少女的闺房之中，然后一脸颓废的坐到了床上。少女将脑袋探了出来，微笑的看着莫之泽，丝毫不意外这个结果。米兰伸出手拉了拉少年的衣角，示意他躺到被窝中来，但少年愤怒的打掉了他的手，并且说道：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我讨厌你们。声音中还有点小委屈。米兰见到莫之泽好像真的生气了，直接就从被子中钻了出来，开口说道：在这里多待几天不好吗？有吃有喝。但是莫之泽只回应了冷冷的2个字：骗子。就在米兰还想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突然李叔出现在卧室门外，并且声音严肃地说道：小姐，不好了。怎么了？别墅外，江家的管家许忠和家主江涛来了，并且好像已经发现了他。李叔说道。听见这个消息的米兰立刻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被子滑落下，大片的春光顿时就暴露在空气中。但米兰也顾不得身上了，因为眼下有更要紧的事情。莫之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加的紧张，他转头看向了米兰说道：不是说他们不会找过来的吗？但映入眼帘的是2座高大的山峰。莫之泽立刻就转过了头，虽然已经看过了少女的全身，但当再次看见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害羞。米兰可没有顾及这个，反正2人的全身都已经互相的看过了，还怕什么？他直接裸体走下了床，伸手拽住了莫之泽的胳膊，将他拽到了墙角边。莫之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米兰直接用手抠出了一块地板砖，顿时眼前就出现了一个通往1楼的入口，而且还有着一把梯子，刚好可以爬下去。米兰说道：快下去。此时米兰一脸的凝重，丝毫没有了刚刚的痞态。莫之泽也并没有犹豫，直接就爬了下去。紧接着米兰跑向了床头的柜子旁，打开了柜子，从中拿出了一捆现金，然后跑到了墙角，也顺着梯子爬了下去。莫之泽爬到1楼之后，发现这里黑漆漆的，根本看不清周围。紧接着米兰也爬了下来，手中还拿着一捆现金。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他就将手中的现金交给了莫之泽。少年木讷地接过了现金，然后米兰直接随手移动了一本书本，顿时这里就亮了起来。此刻莫之泽才发现，这里好像是一个图书房，这里至少放了不低于10万本书，到处都是书柜，这里就好像是一个迷宫一样。不熟悉这里的人走到这里的话，绝对会迷路。但是米兰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不一会，2人再次的走到了一个墙角，米兰重复了之前的操作，再次的拿出一块地板，又是一个地下通道，只不过不同的是，下面没有通向任何的房间，而是一个早已挖好的隧道。此时米兰不舍得看着莫之泽说道：哥哥，这里通向城市的边缘，那里刚好有一个火车站，我给你的钱可以买票离开这里，你赶紧走吧。莫之泽看着手中那一捆沉重的钞票，又再次的看向了米兰，
在此刻对他的种种偏见全部烟消云散。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莫之泽现在才想起，他还不知道米兰叫什么。其实问了也没什么用，因为莫之泽压根不认识字，但他还是想要记住少女的名字。我叫米兰，大米的米。梅兰竹菊的兰少女说道。谢谢你。米兰说完，就在莫之泽想要弯腰下去的时候，等等，米兰叫住了他。莫之泽抬头看去，发现米兰眼角含泪，深情地说道：哥哥，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夫妻。然后少女轻轻地吻在少年的唇瓣上，这次他没有反抗，轻轻一吻之后，少女就开口说道：快走吧，时间长了他们会起疑心的。莫之泽沉思了一会之后说道：要不你和我一起走吧。少女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内心很是欣喜，但她还是摇了摇头。江涛既然和许忠都出现在这里，就表示他可能已经追查到你的踪迹了。如果我不上去，他们势必会更加的怀疑。以许忠的洞察力，很快就能发现这里的异样。你快走吧。少年见此，感激的看了一眼少女，然后立刻就下了隧道。他再次的抬头望向了头顶，一滴滚烫的泪珠落到了他的脸上。少女微笑的盖上了隧道的入口。莫之泽的内心很是感动，他的眼角也忍不住的落下了一滴泪水。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离开这里。隧道的周围也都被贴上了瓷砖，头顶着一直在亮着节能灯。莫之泽一瘸一拐的往隧道前走去，歪歪扭扭的隧道，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见了大门。莫之泽先是将钱分散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之中，以免发生什么意外。第40胡同的人，莫之泽怀着激动的心情，伸出手用力的拉开了面前的铁门，顿时刺眼的白光照了进来。莫之泽用手遮挡了一下，等到眼睛已经适应了外面的光线之后，莫之泽这才看清楚了周围，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一家小饭馆之中。老板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中年人，长相普普通通，腰上围着围裙，正在厨房中炒菜。现在正是中午，饭店中吃饭的人比较多，饭店中还有一个端菜的妇女，胸口前也围着一个围裙，也是30岁左右，长相同样并不出众，看上去这里应该是一家夫妻饭馆。莫之泽出来的门刚好就在厨房的对面，客人都在外面吃饭，厨房中的老板正在忙于炒菜，并没有看见莫之泽，反倒是前面正在收拾桌子的妇女无意间的回头瞟了一眼，看见一个莫之泽站在暗道前，他赶忙停下手中的动作，双手在胸前擦了擦，接着径直的走到了莫之泽的旁边，直接开口说道：别看了，和我来。妇女直接拽着莫之泽就走，莫之泽有些发懵，但还是跟着他走了。莫之泽猜到眼前之人应该是米兰安排的，不然隧道也不会设在这里了。少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有些跟不上妇女的速度。少年随着妇女穿过了一个个房间，最终走到了一道门前。妇女对莫之泽说道：我是小姐安排这里的外应，你不用多虑，从这道门出去，外面有一条马路，而火车站就在旁边。莫之泽听见之后点了点头，同时也忍不住的感叹，米兰真的是一个好人，自从老人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对他这么上心了。好了，赶紧走吧，妇女说道。谢谢你。莫之泽道谢了一声之后，打开了门走了出去。走到外面之后，莫之泽发现这里就像是农村的集市一样，只不过现在的商贩都收摊了，只留下了一地的垃圾。少年刚走出没几步，就看见了偌大的5个字：西湖火车站。但因为他不认识字，根本看不明白。不过少年看着周围的行人都拎着大包小包的往那里走，也猜到了那里是火车站。只不过他好像记得买车票好像是要身份证件的吧，他根本没有啊。现在的他就是一个刚出入社会的少年，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但是好在他知道出租车长是什么样，他顺着这条路看去，再不远处就有好几辆在路边。但是还没等他迈步，突然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的面前。莫之泽差点没有反应过来，他看着面前的出租车有些发懵，他压根没有招手啊。出租车的车窗缓缓摇了下来，一张张的还算是清秀的脸露了出来。主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小太妹打扮的人，然后一头劣质的黄发，身穿紧身衣，好在脸上并没有画什么奇怪的妆容，所以看上去并不算太辣眼。但是其他位置上的人那就不一样了，副驾驶还坐着一个，后面的车窗也慢慢的放了下来，也坐着2个女生。但是这3人的打扮，那简直就是一则难尽，完全就是阴间的白无常来索命了。这4个女孩都眼冒金光的看着莫之泽，她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小哥哥，修长的身形，白皙的皮肤，刀削般俊丽的五官，穿着一身的白色西装，简直就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啊，都快要把他们迷死了。4个女孩的哈喇子直接就流了出来，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莫之泽。莫之泽看了一眼，
并不想和他们有什么瓜葛，直接一瘸一拐地绕开了他们。见到梦中情人绕开了他们，这几个女孩没有放弃，直接纷纷地跑下了车子，直接将莫之泽围住。他们的表情都是毫不掩饰的贪婪，都想将莫之泽按在地上好好的蹂躏一番。刚刚主驾驶位置上的女孩搓着手，舔着嘴唇，微笑地说道：“帅哥，你要去哪里啊？我们有车，可以送你。”说完不忘擦擦嘴角的哈喇子。是啊，我们可以送你。其他的女孩都附和地说道。不用了，我哪里都不去。莫之泽说道。然后他再次的绕开了他们，同时内心还在忍不住的感叹：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还有女的上街耍流氓啊？另外3个小太妹看见男神走后，把眼神都看向了刚刚主驾驶位置上的女孩。很明显，他是这几人中的老大，都在征求他的意思。主驾驶位置上的女孩开口说道：不能让他这么走了，这么肥美的一块肉，我一定要吃到。走，上车，跟着他。好哎。几个女孩坐上车之后，距离莫之泽有着一段的距离，一直在悄悄跟着他。后座的一个女孩开口说道：老大，得手之后，我们能不能喝口汤啊？主驾驶的女孩微微一笑，说道：等我玩完之后，当然可以。此话一出，几个女孩顿时就兴奋了起来。此时莫之泽还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正在向着前方的出租车走去，差不多200米的距离，他走差不快要10分钟。他走到出租车的旁边，和司机说自己大概的想法，自己要离开这个省。司机是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面容看着很是和蔼。在了解完大概的价格之后，莫之泽直接打开了车门，坐到了后排。车子一脚油门启动，就在车子刚刚走出没多远的时候，莫之泽团听见了一阵少女的惨叫声音。他的目所定在了一个胡同，路过那里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壮汉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堵在了墙角。女孩穿得很破烂，面容脏兮兮的，手中还拿着一块面包，紧紧地握在手中。第41乞丐少女。出租车很快就行驶过了那个胡同，莫之泽坐在后面，透过玻璃看见这一幕，内心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正在开车的司机通过后视镜看见了莫之泽脸上的表情，瞬间就猜出了他的想法，开口说道：小哥是一个好人啊，我知道你想帮助他，但是我劝你还是将这份善心放到别的地方吧。为什么？莫之泽很是不解。那个女孩很早之前就失去了父母，一直靠着偷东西来维持生计，街坊邻居也都知道她的情况，偷1次2次也就算了，但是她却一直偷，久而久之，她也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这种人不值得可怜。司机习以为常地说道。听到这番话的莫之泽转过了头，靠在了后座上面，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另一边，胡同内，那名壮汉直接抓起了女孩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抓了起来。啊！剧烈的疼痛传来，女孩也顾不得怀中的面包，纤细的双手一直用力地掰着抓着自己头发的手，但是瘦弱的她根本掰不开。壮汉伸出一只手，直接甩了她2个巴掌。壮汉用了全力，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就留手，反正是一个过街老鼠，就算打死了，随便找一个地方一丢，也不会有人知道是他干的。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挨了2个巴掌的女孩顿时就有些头晕眼花，平时根本吃不饱的她，身体本就虚弱，挨了这么重的2个巴掌，没有晕过去已经算是好的了。你这个贱人，竟然偷我的东西，我今天就打死你！壮汉恶狠狠地说道。接着壮汉直接抡起了拳头，准备打死他。但是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住手！声音传到壮汉的耳朵中，他回头看去，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帅气的小伙。小伙身穿西装，五官立体，身姿有些微微的倾斜。来人不是莫之泽还能是谁？放开他！莫之泽开口说道。不知道为何，莫之泽看见眼前的这个女孩，好像看见了以前的自己。你说放就放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解决，没必要这样。这个贱人不止一次的偷我的东西，造成了我的损失，我正在教训他，而且这和你没关系，赶紧给我走开，不然井号39。还没等壮汉说完，莫之泽就开口说道：他给你造成的损失，我帮他赔，你先把人放下。扑通，乞丐女孩像一个垃圾一样的被丢在地上。好啊，今天我还真是走运啊，竟然还会有人来报销我的损失。我告诉你吧，他在我这里偷的东西至少将近。壮汉没有说下去，但是他伸出了2根手指头。莫之泽一瘸一拐地走向了他，直接从西装的口袋中拿出了2张红纸。壮汉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少年竟然这么爽快，也是乐呵地收了钱，然后转头离开了这里。莫之泽走到了地上少女的身边，慢慢地蹲下，
轻声的开口说道：“你没事吧？”少女抬起了眼眸，看了莫之泽一眼，但她第一时间并没有出声感谢，而是捡起了地上的那块面包，直接撕开了包装，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莫之泽见此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杂乱的、身体瘦弱、破衣烂衫的少女，他叹息了一声。他想要再给少女买一些食物，但是莫之泽刚刚站起来，还没走几步，身后的那个少女也站了起来，跟在了他的身后。莫之泽听见后面的声音，诧异的转头看去，发现少女像贞子一样站在自己的身后，低着自己的脑袋。莫之泽开口说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但是就在一瘸一拐的往前走时，莫之泽每走一步，身后的乞丐女孩就跟一步。莫之泽再次的转头，他劝说少女在这里等他，但是他发现少女就好像是一个聋哑人一般，不说话好像也听不见。无奈之下，莫之泽只能让她跟在身后。这个少女也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身上比较脏，看见莫之泽进入商店买东西，她就安安静静的在门外等着。莫之泽买完东西，提着一大袋面包和火腿从商店中走了出来。莫之泽走到女孩的身边，将东西递到女孩的手中，然后还塞给她几张红票子。女孩一手拿钱，一手提着东西，这些应该够你生活一段时间了，你赶紧走吧，你四肢健全，最好能找一个工作来养活自己。莫之泽说道。女孩依旧沉默地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其实看见女孩这个样子，莫之泽也想将她带着一起走，但是自己现在完全是自身难保啊！以江家的能力，就连正义的警察都无法帮助自己，说不定出省的路上会遇到什么麻烦。这样一来，将女孩带在身边，自己遇到麻烦，结果肯定。第42，逃出升天。莫之泽叹息了一声，然后扭头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里。在走了一会之后，他走到刚刚自己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前，打开了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师傅，走吧，莫之泽说道。车子一脚油门离开，在车子走了一段路之后，司机突然开口说道：“小伙子，你等一下，可要给我洗车钱。”为什么？少年不解，为什么要让自己出洗车的钱？莫之泽的余光看见自己的旁边好像还有一个身影，他转头看去，发现竟然是刚刚的那个乞丐少女，真就像一个鬼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上来了，自己竟然不知道。乞丐少女沉默地坐在那里，一则不发，非常的安静，手中还提着刚刚莫之泽买的那一大袋食物。他什么时候上来的？他比你还要提前上来，只不过自从你第二次上车，就一直心不在焉，根本没有发现他罢了。司机说道。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我以为你是要带他一起走，所以就没告诉你。不行，我现在停车，你让他下去。莫之泽看了乞丐少女几眼，只能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感叹一句：生死有命吧。带他一起走吧，莫之泽无奈地说道。此时少女终于转过了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转了回去。车子一路飞驰，莫之泽的内心非常的忐忑，因为他的内心隐隐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另一边，江家大院，江涛坐在沙发上面，一脸的沉重。几个涛头家族有可能带走小莫的，他都探查了一遍，除了米家和白家有些嫌疑，他也已经暗中的彻查过，但是却并没有小莫的影子，只能说他查得不够仔细。但是他也没办法，虽然他们江家在这省城可以算得上是金字塔的顶尖，但是其他家族的实力比起他们江家也差不了多少，也不是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只能暗中调查。唉，江涛叹息了一声。此时江如雪的房门缓缓地打开，少女低垂着眼眸，眼眶周边有些红肿，全身都弥漫着颓废的气息。可以看出，莫之泽的突然消失对她的打击确实非常的大。少女走到江涛的对面坐下，低着头，好看的眸子一直看着手机壳背面的照片。江涛看向了少女，轻声的开口说道：“小雪，你放心，爸爸一定会帮你把小莫找回来。”少女白皙的脸颊上几颗晶莹的泪珠滑落。另一边，出租车行驶了几个小时，天空已经渐渐的暗了下来。突然司机放慢了速度，后座正在出神的莫之漾立刻就回过神来，开口说道：“怎么了？”司机说道：“前面好像有检查的，要放慢速度，不能超速，否则会罚款的。”听到检查2个字，莫之泽立刻就慌了起来。他向前看去，果不其然，6名警察在前方设立了一个关卡，周围都是农田。警察一边在查酒驾，一边还在拿着手机，好像在对比车辆中的人。莫之泽很慌张，说道：“师傅，你能不能等一下，直接冲过去，不要停车啊？”司机一听，立刻就意识到不对：“小伙子，你他妈不会是通缉犯吧？”“不是，不是。”莫之泽连忙否认。
并且将自己的情况快速地说了一遍，声称自己是逃婚出来的，并且还表示可以给他加钱。但是师傅表示只能看情况，因为他也不想惹祸上身。莫之泽也无奈了，就等到前面的一辆车检查放行之后，一名警察走到了莫之泽所在的出租车的旁边，一手举着手机，一手拿着酒精检测仪。手机中的人也确实就是莫之泽。这些警察也是很猛，手机中的这个人不是什么通缉犯，也没有犯过什么事，突然上面就打电话下来，只要查到手机中的这个人，立刻就抓起来。没办法，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们也只能听命行事。就在司机打开车窗，警察快要看见莫之泽的时候，突然一辆出租车失控撞了过来，直接就将2名警察撞翻了。失控的出租车当场就翻在了旁边的农田之中，主驾驶的玻璃当场击碎了。一个染着劣质黄毛的少女呈现在警察的视线之中，关卡上警察的视线直接就被吸引了过去，直接就给莫之泽所在的车子放行了。莫之泽在后面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那一刻他的内心简直紧张到停止。但是今天好在幸运女神眷顾他。反观失控的车辆的这里，后排座位的精神小妹艰难地开口说道：大姐，怎么了？我怎么感觉脑袋好像张到下面去了呢？不小心睡着了。车开翻了，坐在主驾驶的小妹说道。第43，茉莉莫雅。出租车一路向前飞驰，坐在前面的司机说道：小伙子，没想到你的运气挺好的，这样还能跑得掉。对于司机的这个问题，莫之泽没有回答，现在只是感觉心有余悸。刚刚真的是太惊险了，这也多亏了那几个小太妹。莫之泽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之后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莫之泽就已经逃跑了2个月。在这短短的2个月，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这天的早上，莫之泽胸口上围着一个围裙，戴着口罩，双手拿着2把烧烤，正在面前的炭上来回的翻转。在这短短的2个月内，莫之泽用米兰的钱开始做起了烧烤，不过装备很是简陋，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推车，上面放了一个炭烤炉，侧面则是贴了一张大纸，上面写着小莫烧烤。在他的身边则是插了一把大伞，将整个烧烤摊和人笼罩在其中。不过装备虽然简陋，但是他的收益那是相当的可观。他在集市上一天下来至少可以赚将近1000元左右。不过来买烧烤的人大多数都是年纪20左右的小姑娘。至于是为什么小姑娘比较多，原因显而易见，几乎每天都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女孩来要莫之泽的联系方式。只不过莫之泽根本没有手机，没有联系方式，是真的没有。18年来，莫之泽几乎没有碰过什么电子产品，几乎和那些没有文化不会玩手机的老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也只能有些颓败的离开。不过这些小年轻还是会经常来买烧烤，一是来看帅哥，二是烧烤的味道也确实不错。吃烧烤的老人虽然也有，但是比较少，老人通常不爱吃这些东西。不过吃过的人也都会称赞一句：烤串不错，物美价廉。莫之泽听到这些称赞的责论，内心也是不由得有些开心，还是第一次有人认可他。就这样，莫之泽每天都在集市上烧烤。莫之泽很喜欢这样的日子，生活很充实，日子也在一天天的往好的方向发展。莫之泽的烧烤摊一直卖到下午2点左右，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莫之泽看见周围的商贩也都收摊的差不多了，他也开始收摊，熄灭烤炭，将大伞收好，一瘸一拐的推着手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莫之泽的家距离这里不算远，不过因为他自身的缘故，通常要走上1会才能到达。此时另一边，一直在家门口等着的女孩眼神一直盯着一个路口。女孩看上去年纪在20岁左右，长相比较秀丽，身高将近1.7米，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外套，里面搭配白色的短袖，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白皙的双脚踩着粉色的拖鞋，头发披散在双肩。这个人就是一直跟着莫之泽的那个乞丐。没想到那个破衣烂衫的乞丐竟然也会是一个美女，长相虽然不及江如雪和米兰，但也不算差，丢在人群中绝对可以一眼看出的那种。他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拐角的路口，然后看见少年推着烤摊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看见少年的瞬间，他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他的笑也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人看见的第一眼感觉很舒适。少女立刻就一路小跑到莫之泽的身边，开始帮助少年一起推车。莫之泽看着旁边的少女，忍不住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莫之泽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房屋不大，不过2人住刚好。周围的街坊邻居也很热情，欢迎这2个新来的邻居。回到2人温馨的小家之后，将手推车放到门口，接着女孩拉着莫之泽走到屋内，拿出提前热好的饭菜。少年时隔多年，再次的体验到家的感觉，有人期盼的等着自己，拿出可口的饭菜，
此时女孩开口说道：“好吃吗？这是我学的。”少年点了点头，微笑的开口说道：“很好吃，味道不错。”听到少年的夸奖，女孩的小脸忍不住的红了起来，其中还带着几分的娇羞。不过少女看向少年的眼神同时也有着几分的贪婪。墨之则开口说道：“小雅，等一下继续教我认字吧，尽快把该学的学完。”两人来到这里没多久，互相也就慢慢的熟悉了起来。女孩的名字叫茉莉，还有一个小名叫莫雅，年龄在17岁，有一些文化知识。当得知少女有学识的时候，墨之则便请求她能教自己读书识字。没有文化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茉莉并没有拒绝，直接就同意了。两人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很合得来。只不过刚开始还好，但是到了后来，墨之则发现莫雅好像对自己有一些特殊的感情，比如在教他读书认字的时候，总是会刻意的离自己很近，时不时的还在自己脖颈处猛吸一口。但更过分的是，自己在半夜睡觉的时候，莫雅会偷偷的跑到自己床上，甚至还会亲吻自己。但墨之则并没有在意，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毕竟莫雅失去了亲人，现在两人也算得上是相依为命，都算得上是彼此的亲人。莫雅应该是对自己有着一种对亲人的依赖感，所以才会这样。第44贪婪的莫雅。时间匆匆而过，很快就到了晚上。墨之则和莫雅洗漱完之后，就各自回到了房间，关上了房门。墨之则在伸了一个懒腰之后，便直接钻进了舒适的被窝之中。到了半夜的时候，墨之则房间的门被缓缓地打开了一条缝隙，门缝之中出现了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那双眼睛环视着房间中的情况，视线落到了少年的身上。看到少年已经熟睡之后，那双眼睛的主人慢慢地将门彻底地打开，紧接着一道少女的倩影出现在了门口。少女的身体有些瘦弱，一看就是有些营养不良。这个少女毫无疑问就是莫雅。莫雅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少年的床边，眼神无比贪婪地看着床上的人，她的喉咙涌动了一下。接着少女慢慢地掀开了被子，然后慢慢地钻了进去，一举一动都很小心，害怕将少年吵醒。钻进被子中后，莫雅纤细的手直接攀上了少年的腰肢。因为每天都在推烧烤车，少年的腹部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肌肉的线条，但不明显。少女抿了抿红唇，身体紧紧地贴在少年的一侧。这一刻的她很满足。莫雅的唇瓣在墨之则的耳边轻声呢喃：“哥哥，我爱你，我想和你结婚，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语气中满是魅惑。此时的莫雅与在早上看见的少女完全不同。莫雅像一个八爪鱼一样紧紧地抱住了少年，她的内心在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墨之则的时候。那时候的她已经2天2夜没有吃饭，无奈之下只能去偷了超市中的一袋面包，但是却被老板发现。当老板看见是她的时候，顿时火气就上来了，自己被老板追赶，老板的嘴中还在不断地骂着各种的污责秽语，最后自己被堵在一个昏暗的胡同当中，老板直接一脚就将自己踹倒在地，紧接着抓起自己的一缕头发，还扇了2个巴掌。种种不堪的回忆出现在脑海中，那时的自己脑海中也浮现出了死的想法，或许自己就这样被老板打死的话，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因为这样的话也不用受到每天饿肚子的苦恼，不用被别人追赶，还能见到父母。那时被偷的老板已经抡起了拳头，就当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时候，一声呵斥打断了要砸在自己身上的拳头。那个少年的出现就好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中的自己。少年不仅解决自己对老板造成的损失，还关心的询问，给自己买了一大袋的食物，并且还拿了一些钱，让自己以后不要去偷了。那时的莫雅在少年的身上感觉到了家人的关爱，他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好？明明自己根本不认识他啊！那时的莫雅也像大多数的女孩一样，对墨之则生出了极大的好感，同时内心也生出了一股自私，因为莫雅想要独占这份好，不想让墨之则把这份好分给别人。紧接着莫雅就不要脸的上了墨之则的出租车。那时莫雅已经做好了被赶下出租车的准备，但是少年他没有，他只是沉思了一瞬，就直接决定带着莫雅一起走。直到现在，每当莫雅回想起这些，都会忍不住的感叹，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回到现在，莫雅轻轻地吻在了少年的唇瓣之上，少年抿了抿嘴，侧过了头，然后继续睡觉。一夜的时间匆匆而过，到了隔天，墨之则像往常一样伸懒腰打哈欠，然后起床。但是墨之则好像发现了什么异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少女身上的体香，很好闻。墨之则疑惑自己的房间为什么会有少女的体香，但是他也没有在意。像往常一样，墨之则起床之后立刻就开始了洗漱。完事之后，莫雅已经将早饭做好，
放到了破旧的木桌上面。这已经成了两人之间的默契。莫之泽微微一笑，伸出手摸了摸少女柔顺的头发，看面前少女的眼神满是宠溺，这种有家的感觉真好。少女也露出了一个清纯的笑容，少女也很喜欢这种感觉，给爱人做饭的感觉。第45，相同的经历。吃完早饭之后，莫之泽一瘸一拐地推着手推车往集市上赶去。少年还不忘嘱咐少女要乖乖的在家中等着他回来，少女也确实照做了。就这样一直安安静静地蹲在了门口，望着少年远去的身影，莫雅的眼神中有一些难过，她一刻都不想和莫之泽分开。过了一会，莫之泽推着烧烤摊到集市上之后，其中一个卖水果的老人家看见之后，立刻就开口说道：“小莫来了，吃早饭了吗？来，吃几个苹果。”“不用了，大娘，我吃过了。”莫之泽微笑地说道。周围的商贩看见之后，也都纷纷地和莫之泽打着招呼，他也都一一微笑着回应，尊重到每一个人。然后莫之泽快速地将烧烤摊摆起来，撑伞、开火、放烤串，一气呵成，动作非常的熟练。不一会他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小女孩，年龄大概在10岁左右，身后站着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是小女孩的妈妈，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小女孩奶声奶气地开口说道：“哥哥，我要一串烤面筋。”“好嘞。”紧接着一根烤面筋递到了小女孩的手中。送走第一位顾客之后，莫之泽继续处理其他的事情。突然，刚刚那个卖水果的大娘开口说道：“小莫啊，有没有女朋友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俺们村的一个闺女，长得可俊了。”听见这句话的莫之泽笑着开口说道：“大娘不用了，我现在还年轻，不想找女朋友，暂时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接着，莫之泽和卖水果的大娘都笑了起来。莫之泽也是忍不住的感叹，这里人是真的很好，对人都比较真诚。莫之泽位于一个偏远的山村，严格来说，他并没有离开河津省，而是在其边缘的地方。突然，烧烤摊又来了一位客人，莫之泽看见来人，直接就笑了起来。烧烤摊前的客人也笑了起来。来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少年，年龄与莫之泽差不了多少，关键是这个男人长得特帅。男人名叫江毅，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立体的五官，深邃的眼眸，身高在1.8米以上，标准的韩国欧巴，长得要比莫之泽帅上不少。只不过他也有着很大的缺点，和莫之泽一样，瘸了一条腿，正在乡村的一所小学中当老师。听说他是1线城市过来的。问到具体原因，江毅声称是为了躲避自己的妹妹，因为这条腿就是他的妹妹打断的。莫之泽一听顿时懵了，因为江毅的经历几乎和自己差不多，自己的腿也算是被自己的妹妹打断的。这个问题江毅也只和莫之泽说过，两人只要有空闲时间都会坐在一起闲聊一会。江毅开口说道：“给我拿几串烧烤，我还没有吃早饭。”“好。”等一下，莫之泽立刻就开始忙活起来。正在等待烤串的江毅突然看见一位少女向着这边走了过来，惊诧的开口说道：“哎，严老师，你也还没去学校啊？”少女微笑的开口说道：“你不也还没去吗？”少女名叫严木，年龄也是在20岁左右，和江毅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严木长得很漂亮，颜值和米兰不相上下，1.65米的身高，和江毅这个1.8米的韩国欧巴站在一起，非常的搭配。莫之泽抬头看见严木之后，微笑的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莫之泽开口说道：“来，严老师，看看吃点什么？你和江老师的烤串随便吃，我请客。”严木选择和江毅吃的是一样的。两人走的时候，江毅想要将他和严木的钱一起付了，但是莫之泽直接拒绝了。执拗之下，莫之泽最终并没有让其付钱。将两人送走之后，莫之泽再次的进入了空闲状态。第46微笑的少女。在过了一会之后，一些准备去上学的学生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路过这里，大多数的年龄都是在15、16岁左右。那些学生看见莫之泽的烧烤摊之后，立刻就小跑了过来：“哥哥，我要这个。”“我也是。”“好，不要着急，都有啊。”“都有。”莫之泽微笑的说道。那些女学生看见莫之泽的笑容，心跳的速度不由得加快。现在他们的这个年纪刚好就是春心萌发的时候，一边吃着烤串，一边欣赏帅哥的颜值，那种感觉简直了。就在这短短的一会，莫之泽的存钱盒之中至少有几百块入账。莫之泽的烤串并不贵，反而还很便宜，2根烤串的价钱也就2块5毛钱，真就是物美价廉。其实莫之泽的烤串可以有更大的利润，只要将价格稍稍往上抬一抬即可。但是莫之泽并不想，因为他觉得这样就已经知足了。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有莫之泽这样的人品，那世界将不会再有纷争，
莫之泽很喜欢这里，这里的所有。他本以为以后的生活或许就一直会这样过下去，但是就在今天，平静的生活将被打破。集市上的人群突然都安静了下来，全部往着一个方向看去。正在烤串的莫之泽也不例外。那个方向突然驶出了几辆豪华的轿车，都是100万元以上的。莫之泽对车并不感兴趣，所以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车。轿车一共4辆，全部都是奥迪 A8 为首的一辆车中，后座车窗打开，在里面坐着一个长相娇俏可人的少女，一脸的娃娃相，就好像是一个小孩一般。少女将头靠在了车窗上，头发扎着一个双马尾，额头前有着一些碎发，脸上也画着淡淡的妆容，身穿一身的黑色洛丽塔，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高 cosplay 的。只不过此时少女双眼呆滞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丝毫的兴趣。莫之泽也没有在意，这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就在他准备收回目光的一瞬，或许上天冥冥注定，又或许是一种巧合，少女无意间的一瞥，正巧和莫之泽的双眼对视上了。但是莫之泽立刻就移开了目光，他现在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女儿都会有着一种害怕的感觉，没有别的原因，全部都是因为之前的江如雪。此时旁边那个卖水果的大娘再次的开口说道：小莫，你可千万不要对那个车上的女孩有什么想法呀。这个女孩可不是什么善茬。因为井号39老太太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直接闭上了嘴，因为她看见那个她口中的少女已经打开车门走了下来，而且方向还是向着这边。老太太赶忙闭上了嘴，低下了头。可以看出，从少女出现的那一瞬，周围的商贩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可以看出周围的人好像都很害怕她。莫之泽也是立刻低下了头，烤着手中的烧烤。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些豪门家的千金。此时车上的少女一步一步径直地走到了莫之泽的烧烤摊前，眼神看向少年的时候充满了戏谑和玩味。纵使莫之泽的内心有些紧张，但他还是勉强地挤出一个微笑说道：你好美女，看看要吃点什么。少年的喉结涌动了一下，他的内心多多少少有些紧张，只不过少女一直都没说话，水汪汪的大眼就这么一直地在看着他，不说话也不干啥。莫之泽的内心被盯得有些发毛，他只能低下头去。不知不觉一股烧糊的味道传来，莫之泽此时才看向他手中的烤串。哎呀，他拿起有些黑的烧烤，内心有些惋惜。此时少女看见少年的动作，不由得扑哧笑了一声，同时少女也开口说出了第一句话：你长得好乖啊。少女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就像是银铃一般。少年听见这句话，只是礼貌的笑了笑，内心还是一如既往的紧张。紧接着面前少女说出的另一句话，让他顿时就有些心凉。只不过我有些讨厌长得乖的人，嘿嘿嘿。最后发出笑声的时候，声音并不好听，反而笑得有些诡异。莫之泽此时内心更加的紧张了，已经受不了这种氛围，立刻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同时还不忘对着面前的少女说道：不好意思，我已经收摊了，麻烦你往后退一点，避免油水溅到你的身上。不过少女依然没有动作，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就这么安静的看着他。第47又被抓了。看见少女没有任何的动作，莫之泽也是有些无奈，只能尽量收拾的慢一些，避免将烧烤摊上的油水溅到少女的身上。好在一切都很好，并没有出现什么岔子。但是就在莫之泽想要推着手推车离开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少女却突然抓住了莫之泽的手腕。少女的手很小，个头也不高，1.6米左右，差不多到莫之泽的胸口。少年随便一甩就可以挣脱，但是莫之泽依旧不敢乱动，因为在少女的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5大3粗的人，一脸的凶相，膀大腰圆，一身的肥肉，但是个头那是相当的大，接近2米的身高，比莫之泽还要高出半个头。莫之泽是真的没办法了，无奈的开口说道：这位美女，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和你无冤无仇的。但是少女却微笑的开口说道：你可以走啊，我又不拦着你。说完还俏皮的吐了吐舌头。少年看着抓着自己手腕的粉嫩小手，又看了看少女，再次的开口说道：那你能把你的手拿开吗？我身上很脏的。少年本以为少女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开他，但出乎意料的是，少女直接就放开了他，这是让莫之泽万万没想到的。既然如此，莫之泽也丝毫不拖泥带水，直接就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往前走。但是还没走几步，他的手腕就再次的被抓住了。这次不同，抓他手腕的手非常的粗大。莫之泽转头看去，发现是那个5大3粗的汉子。大哥，你能把你的手拿开吗？莫之泽看着大汉说道。不得不说，这个汉子长得实在是太吓人了，这么近距离的看着这张脸，
莫之泽连说话都有些结巴。汉子看了一眼莫之泽，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也没有要松开他的意思。少年转头看向身后的萝莉少女，但并没有说话，但是意思很明显。少女却开口说道：“你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抓你。”然后还用手做了一个鬼脸，随后笑着跑回到了车上。大哥，你能放手吗？汉子还是依旧像是一个树桩一样在那里站着。莫之泽见此，也是真的无奈了，干脆。突然莫之泽直接上手就开始掰扯，乃至抓住自己的大手。莫之泽刚用尽全力的掰开了汉子的一根手指，突然汉子直接就松开了他。少年见此，刚想推着自己的车走，下一秒那个汉子直接就将莫之泽整个人扛到了肩膀上。少年在汉子的背上一直不停的用力挣扎，只不过他就像是一个小鸡仔一样，在汉子的背上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在这期间，莫之泽烧烤摊对面的一个卖肉大哥紧紧地握紧了手中的杀猪刀，但最终却并没有冲出去。卖肉的大哥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周围的人见此，也不是他们不想上去帮忙，莫之泽在这里的口碑很不错，周围的人和他的关系非常的好，看见这样的一个三好青年要被少女玩死，他们也不想看见这一幕，实在是因为少女的背景他们根本惹不起。少女的父亲是这里最有钱的一户，和当地的政府都有关系，有钱有地位。换句话来讲，少女的父亲是这里的地主，他们想要反抗，用一句以卵击石形容并不为过。就这样，莫之泽被强硬地塞进了第二辆车子当中，那个汉子坐进了第三辆车，少年的两边也坐着两个人，都是一身的腱子肉，一看就打不过。车子一脚油门启动，留下了一地的灰尘。莫之泽坐在车子当中，内心非常的忐忑。现在的他就好像是在学校被霸凌的学生一样，即将被带进厕所，遭受苏毒打。大哥，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莫之泽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的悲哀。自己第一次噩梦的开始就是被塞进了车子中，然后就到了地狱。现在自己好不容易的逃了出来，还没有过多长的安稳日子，历史的一幕幕就像是走马灯一样，在莫之泽的眼前闪过。几辆轿车在一栋丛林别墅的院门前面停下，轿车停止，莫之泽直接就被拽下了车子。由于腿脚不好，少年在被拽出车门的一瞬，直接就摔倒在了地上，没有人扶他，莫之泽只能撑着轿车慢慢的爬了起来。下车的他对周围的一切感觉都很陌生，当他看见眼前的别墅时，神色有一瞬间的怔愣，没想到在这种偏僻的山沟里还能看见这么豪华的独栋别墅。少女也从第一辆车子中跳了下来，直接蹦蹦跳跳的来到了莫之泽的身前，玩味的开口说道：“看傻了吧？我家是不是很气派啊？”少女的表情有些傲娇，少年也只能尴尬的笑一笑，敷衍的点了点头。然后少女就拉着莫之泽进入到了院子之中。这期间，少女一直蹦蹦跳跳，少年险些再次的摔倒。少年被带进了别墅之中，他看见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人坐在沙发上，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拿着报纸，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莫之泽一般不会评价别人的长相，因为他觉得外貌都是父母给的，生下来就是这样，不论美丑。但是看见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在内心暗自的评价了一句：这个中年男人长得有点随便了。此时少女笑着开口说道：“爸爸，你看我把谁带来了？”听见少女的声音，中年男人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抬头看去，看见少女身后站着的人，眼神先是有些恍惚，接着就是思考，最后是欣喜。中年男人赶忙走到莫之泽的身边，1.9米的身高，身材有些肥胖，但是还好。中年男人直接一把抱起了莫之泽，哈哈哈的大笑起来，接着在空中转了几个圈。莫之泽被放下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站不稳。少年的内心有些懵，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的热情？难道他认识自己？第48，婚配的问题。中年男人站在莫之泽的身边，嘴角的笑容根本没停过。莫之泽开口说道：“大叔，我们好像并不认识吧？”听完这番话的中年男人停止了笑容，开口说道：“小伙子，你不记得我了吗？”莫之泽摇了摇头，表示对眼前的人根本没有印象。中年男人再次的开口：“几年前，我出了车祸，是你救了我。那个时候，我出车祸的地方刚好距离医院不远，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周围的人害怕惹上麻烦，都没帮我。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完了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出现在了我视线之中。那个小孩就是你啊！”听完这些的莫之泽，脑海中确实闪出一些画面，也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就是中年男人口中说的那样。那时自己看见满身是血的司机坐在驾驶位上，
周围的人都很冷漠，也幸亏距离医院不远，否则自己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救。莫之泽记得那时候的他，好像不长这样吧，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和现在区别也太大了。此时，中年男人再次的开口说道：“忘了和你说了，我整过容貌。”少年听见中年男人这句话，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但是他这整的也太失败了。当然，莫之泽也不关心这件事，他现在只想离开这里。随即，他就直接给了中年男人一个否定的答案，表示自己根本不是他口中的那个小男孩，自己也并没有救过他。听完这番话的中年男人表情立刻就暗淡了下去。只不过当年的那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的身影，与眼前的这个人的身影慢慢的重合在一起，两人完全就是同一人啊！不可能有人长得这么像吧？莫之泽看见中年男人一直在上下的打量自己，他赶忙开口说道：“你口中的那个小男孩是四肢健全的吧？而我有着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和我的奶奶相依为命，而且我可没有用麻袋捡瓶子。”莫之泽一脸正经的开口说道。但是听见莫之泽说出这番话的少女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还说道：“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哈哈！中年男人的脸也再次的微笑了起来。莫之泽有些不明所以，自己的撒谎难道有什么破绽吗？此时中年男人伸手拍了少年的肩膀，然后微笑的开口说道：“你明明就是拯救我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承认呢？”“我真的不是啊。”“你肯定认错人了。”少年此时还在狡辩，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刚刚的话中有什么漏洞。“我可没说救我的那个人，他捡瓶子啊。”此话一出，莫之泽直接就哑口无责了，看向在那里正在咯咯咯笑个不停的少女，真的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哈哈！中年男人发出爽朗的笑声，然后攀着少年的肩膀走到沙发上坐下。中午的时候，也到了吃饭的时间，莫之泽并没有成功的离开这里，还被强迫的留下吃中午饭。在饭桌上，莫之泽了解到，中年男人叫陈敬东，少女就坐在莫之泽的对面，时不时的看着莫之泽，还露出一个微笑。让莫之泽惊诧的是，陈敬东有2个女儿，大女儿也就是将他带回来的那个，叫陈楠，二女儿此时就坐在他的旁边，叫陈巧。两人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虽然两人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性格真可谓是天差地别。大女儿的天性比较活泼，对任何事情都会感到好奇，而二女儿陈巧就不一样，她人如其名，非常的安静乖巧，只不过有些安静的过头了。她就一直吃着自己面前的菜，不会翻翻找找，只吃面前的菜。反观陈楠，如果不是陈敬东出声阻止，他都快将桌子翻过来挑菜。在桌子上，陈敬东还谈论到关于莫之泽人生的问题，那就是有没有娶妻，有没有婚配。莫之泽也了解到，眼前的人并不是什么坏人，他也就如实相告了。但是说完他就后悔了。听到少年这里还是一张空白的时候，陈敬东几乎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他上下打量着少年，少年五官俊朗，线条分明，人品那绝对是没问题的。虽然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只要不影响到声誉，这个问题那都不是问题。这样的人，那简直是自己心中的完美女婿啊！陈敬东直接就开口说道：“小莫兄弟，我也就直说了，你觉得我2个女儿怎么样？符不符合你择偶的标准？”听到这个问题的莫之泽差点就是一口鲜血喷出，赶忙开口说道：“不好意思叔叔，我现在还年轻，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问题，不碍事。现在不考虑，不代表以后不考虑啊，你可以处一处啊，等到合适的时候再结婚也可以啊。”陈敬东笑着说道：“不好意思叔叔，我现在真的不想考虑这些东西。”莫之泽再次的婉拒了。见此，陈敬东也没有再问起关于少年婚配的问题，反而眼神看向了自己的二女儿陈巧。陈巧自然也看见了陈敬东眼神中的意思，点了点头，然后有些婴儿肥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红晕。反观陈楠，妹妹与父亲的眼神交流，他全部都看在眼里。他没想到自己害羞的妹妹竟然同意了。自己的妹妹自己可是非常的清楚，从出生到现在，她对男人那可是非常的排斥，直到现在就连男人的手都还没有摸过。自己以前也给她介绍过，长得比莫之泽帅的也有，那些男的妹妹可都看不上。反观莫之泽，长得虽然挺帅，但是身体有残疾啊，某些方面肯定会影响啊，真的是搞不懂他怎么想的。此时陈敬东再次的开口说道：“小巧，你去给小莫倒一杯水。”接着陈巧起身就去倒水。“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来的。”莫之泽说道。“你腿脚不方便，让我女儿去吧。”陈敬东微笑的说道，只不过笑容之中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莫之泽见此，便也没有再继续的推辞。第49下药。过了一会，陈巧的右手端着一杯白开水，
放在了莫之泽的面前。莫之泽礼貌的点头说了一声谢谢，然后端起了那杯白开水，递到嘴边喝了一大口。少年丝毫没有发现杯子中的异样，仔细看去，可以看出杯子的底部还沉淀着一些药物的碎末。此时坐在一旁的陈巧看着莫之泽想也没想的就喝下了那杯水，娃娃般的脸颊两侧再次的出现了一片绯红，嘴唇微抿，同时他的内心还有一些愧疚。少年如此的相信他们一家，但是他们却……陈敬东看见少年喝下了这杯水，脸上的笑容更盛，虽然内心有一些愧疚，但是为了能留下眼前这个女婿，他也不在乎了。杯子底部残留的药物是一种畅药，药物可以让人迷乱心智，头脑晕眩，而且会庆欲大发，只要处理得好，对人体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再过了一会之后，莫之泽就察觉到好像有些不对劲，自己的脑袋好像有些晕眩。看向陈南和陈巧的时候，自己有着一种想要将他们扑倒的冲动。他晃了晃脑袋，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陈南见此也知道是药效发作了，直接撇了撇嘴，转身就离开了饭桌。反观陈巧，则是将他的小脑袋埋得更低了。现在陈巧的脸就像是一个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眼神还时不时地看向身边的莫之泽。少女的脸上满是羞涩，内心是止不住的紧张。陈敬东眼看时间已经差不多，药效也已经开始发作了，就微笑地开口说道：“哎呦，小莫兄弟，你这是喝醉了，来，我让小巧扶你上楼休息吧。”听完这番话的莫之泽更加的懵了，自己只是喝了一罐菠萝啤，还有一杯白开水而已，怎么可能会喝醉呢？他也意识到有些不妙，赶忙开口说道：“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说完，莫之泽摇摇晃晃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但是因为药物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而且他的腿脚也有着一些问题，直接一个没注意，砰！莫之泽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哎呦，你看看，走路都走不稳了，醉得这么厉害，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现在走呢？我让小女先带你去楼上休息休息，等到酒劲下去了，你再走吧。陈敬东开口说道。然后陈敬东给坐在位置上的陈巧使了一个眼色，陈巧紧咬红唇，然后伸手挽了一下自己脸颊一侧的秀发，随后直接就走到了莫之泽的旁边，将他扶了起来。陈巧惊奇地发现，少年虽然身高将近1.8米，看上去体重至少应该在110斤左右，但是陈巧去扶他的时候，发现他非常的轻，很轻易的就可以将其扶起，就像是一个女人一样。陈巧将莫之泽的一只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面，一步一步的向着楼上走去。莫之泽在这期间一直双眼紧闭，也并没有开口说话，因为现在的他已经神志不清，脑海中满是羞羞的事情。两人近距离的接触，少年可以清楚的闻到少女身体的体香，这导致他内心的邪恶更加的旺盛。突然，莫之泽一只手直接放到了少女的山峰上面，陈巧的身体有一瞬间的怔愣，看着自己身边的这个俊朗的少年，自己的内心对他完全不感觉排斥，反而陈巧的内心也生出了一些邪火。他带着莫之泽走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刚刚将门关上，莫之泽直接就将他扑倒了在了地上，然后少年的双眼满是遗忘，直接就开始暴力的去撕扯少女的衣服。少女还有些猝不及防，因为房间的门还没有上锁，如果期间突然有人进来打搅，那可真的是……突然少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着面前的少女，莫之泽用着最后的理智说道：“快走，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少年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内心仅存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碰眼前的这个女孩。但是少女听见少年说的话之后，只是安静的看着他，嘴角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内心暗想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他真的很乖。突然少女直接就吻在了少年的唇瓣之上，莫之泽仅存的理智在这一刻也不复存在。第50对不起。时间匆匆而过，转眼间就过去了2个小时。陈巧此时脸色红晕的躺在床上，汗水打湿了她几根柔顺的头发，粘在脸颊的一侧。此时的她正在安静的熟睡在床上，只不过下面传来的疼痛让熟睡中的她时不时的皱眉，而莫之泽则是赤身裸体的躺在另一边，神色平静的躺在那里。一张粉色的被子将两人紧紧的包裹。此时房门被缓缓的打开，但是只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一双中年人的眼睛出现在那里，眼睛在房间中扫视一圈，看见莫之泽两人已经完事，而且还有着一抹少女的艳红。见此这双眼睛的主人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然后慢慢的关上了房门。门外陈敬东一脸微笑的站在那里，内心忍不住的暗想，这个女婿是稳了。然后陈敬东就悄悄的离开了这里，声音很小，避免打扰到里面正在休息的两人。但是就在陈敬东走后，又有一个人将房门打开，只不过这个人并没有像陈敬东那么温柔，直接丝毫不在意的走了进去。房门敞开，
这个人就站在门口，丝毫不怕吵醒床上的两人。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陈南。陈南看见莫之泽躺在床上，紧接着又看了看自己的妹妹，不知道自己的妹妹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自己却有些讨厌眼前的少年。问起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太乖了，自己讨厌长相乖巧的人。看见自己的妹妹被这个人糟蹋了，想想就有些生气。最终陈南叹息了一声，然后转头离开了这里。离开时候还不忘关上了房门，声音将正在熟睡的莫之泽吵醒。莫之泽的睫毛微动，双眼慢慢的睁开，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莫之泽有些恍惚，不知道这是哪里，而且自己为什么全身都感觉非常的疲惫，就好像是一个橙子被榨干了水分一样，而且只要稍微的动一下，自己的腰部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感。这种感觉是莫之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在莫之泽忍着剧痛，想要换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时，他的身体转到了另一边，剧烈的疼痛让他眉头紧皱。只不过在他反转过来的一瞬间，他的手好像碰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那种感觉软软的，滑滑的。莫之泽还伸手捏了捏，一阵少女的嘤咛之声传出。少年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人。短暂的震惊和愣神之后，莫之泽突然开口叫了起来，好像他才是被动的那个人一样。少女也被尖叫声吵醒，转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人。看见少女的脸后，莫之泽停止了叫喊，他直接坐了起来，现在也顾不得腰上传来的剧痛了。陈乔也慢慢的坐了起来，抓起了一些身前的被子来遮住自己的身体。莫之泽结巴的开口说道：我们难道后面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下去？陈乔自然也明白少年想说什么，伸手将脸颊旁边的碎发挽到耳后，他轻声的开口说道：我们发生关系了。说完之后，少女的脸颊忍不住的出现了2朵绯红。少女说的话很轻，但是这句话落到了少年的耳中，就如同惊雷一般炸响。莫之泽木讷的转头看向了靠在床头的少女，开口说道：难道是我强了？莫之泽现在的脑子很混乱，丝毫想不起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他好像喝醉了，被少女搀扶着上了楼，紧接着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次的醒来之后，就出现了眼前的这一幕。少女点了点头，默认了少年说的话。莫之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干出了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他直接就用力的甩了自己一个巴掌。看见这一幕的少女立刻伸手阻止了莫之泽想要继续打自己的动作，开口说道：你不要这样。莫之泽看着少女开口说道：对不起，我该死，我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莫之泽一直在向少女道歉。此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陈敬东走了进来，看见两人之后，立刻就装作出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看向莫之泽的眼神满是失望。不得不说，陈敬东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演的真的就像是一个女儿被玷污的老父亲。莫之泽看见陈敬东之后，眼神之中满是愧疚，然后直接下床跪到了地上，嘴中在不断的重复：对不起。陈敬东见此说道：你们穿上衣服出来和我说。然后他就直接离开了房间。第51，又要办婚礼。莫之泽穿好衣服之后，双眼无神的一步一步走下了楼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是被骗了。走到楼下之后，陈敬东就在沙发上面坐着，一直死死的看着一个方向，不知道在想着什么。莫之泽看见他的一瞬，立刻就一瘸一拐的走到他的身边，扑通一声直接就跪了下来：对不起，叔叔，我。莫之泽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不停的道歉。陈敬东装作一副非常失望的样子，然后叹息了一声。他转头对着莫之泽开口说道：算了，你起来吧，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怎么道歉也没用了，坐到沙发上谈谈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吧。莫之泽依旧没有站起来，他觉得自己不配谈论解决问题的话，那他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叔叔，我知道对不起你，玷污了你的女儿，但是要说解决问题的话，我攒了5万块钱，可以赔偿给你。小莫，你觉得我是一个缺钱的人吗？而且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想用钱来解决这件事？陈敬东声音中带着愤怒。你是救了我的命，但是我女儿的清白比我的命要重要多了。叔叔，我烂命一条，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你说个解决的方法吧。莫之泽无奈地说道。听到这句话的陈敬东嘴角微微勾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他就是在等待莫之泽的这句话。直接陈敬东开口说道：这样吧，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莫之泽抬头对视上陈敬东的眼神，他的内心再次的涌现了一种不好的感觉。此时楼上，陈乔已经穿好了衣服，
穿的是一件蓝色牛仔背带裤，内穿一件白色短袖，头发披散在双肩，整体看上去很清纯。就当陈乔准备下楼看看的时候，他的姐姐陈楠走了进来，还顺带关上了房门。陈楠走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竟然真的和那个人睡了？你真的喜欢那个傻不愣的人啊？”陈楠的话中带着质问，他是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妹妹和莫之泽在一起。陈楠就是单纯的不喜欢莫之泽的长相，少年长得太乖了，而且性格也不是很活泼，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性格，整天文文静静的，一点都不好玩。陈巧听着姐姐的质问，没有说话，而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是真的喜欢莫之泽。陈楠见此，一脸的惊诧，直接走上来摸了摸陈巧的额头，说道：“你没发烧吧？我承认他是长得挺帅，但是我以前给你介绍的人，比他帅的人也不是没有。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陈巧直接拿下了放在自己额头上的手，开口说道：“姐姐，你不懂，他真的很好。你以前介绍的那些人，虽然有一些的颜值并不在他之下，但是他们看人的目光总是带着一股玩味，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眼神很放荡。但是那个救了爸爸的人不一样，他看人的目光很清澈，并且没有丝毫邪恶的贪恋，而且他长得乖也很帅，完全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将子。”说起莫之泽的时候，陈巧的嘴角一直带着微微的笑容。听完妹妹的回答之后，这其中的道理也确实震撼到了陈楠，这些问题他也确实没有注意到。听完妹妹的这些观点，陈楠对莫之泽也没有了排斥的感觉。另一边，楼下跪在地上的莫之泽听完陈敬东口中的那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之后，脸上的表情满是不可置信，随后思考一番之后，又觉得这很合理，这也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但是自己不想，真的不想。陈敬东提出的方法就是让莫之泽娶了陈巧，这样的话，两人就算发生关系，那也说得过去。而且这也是陈敬东看见莫之泽之后，脑海蹦出的第一个想法。莫之泽傻愣愣地跪在了地上，他不想娶陈巧，他也并不是什么不婚主义者，主要是他并不喜欢少女，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他做不到。要不然莫之泽早就和江如雪结成夫妇了，也根本不会逃到这里，更不会发生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叔叔，对不起，我不能娶你女儿。莫之泽低着头说道。为什么？陈敬东皱起了眉头。因为我并不喜欢你女儿，我做不到和不喜欢的女孩结婚。莫之泽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听到这个回答的陈敬东眉头直接就舒展开来，说道：没事，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们可以先接触接触，然后就会日久生情了。一见钟情这种的都是骗人的，怎么可能会有人见你的第一面就会喜欢上你呢？就算喜欢的话，那也是喜欢上你的外貌、背景、财富。不得不说，陈敬东说出的这番话非常的有道理，但是这番话依旧打动不了莫之泽。随后陈敬东站起了身，说道：起来吧，不要跪着了。他伸手拍了拍莫之泽的肩膀，莫之泽慢慢的撑着沙发站了起来，他看着陈敬东，脑海中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陈敬东突然再次的开口说道：好了，既然这样，那过几天给你们办婚礼，这几天你就先不走了，在我这里住下吧。说完，陈敬东就直接扭头离开了这里。听着这熟悉的话语，莫之泽确定了脑海中的念头，至于这个念头是什么，那也只有莫之泽自己知道。随后这几天，莫之泽也确实在这里住下了，但是在半夜的时候，莫之泽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现在有些担心莫雅怎么样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家，如果莫雅担心出来寻找自己，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想着莫雅和自己即将要面临的事情，少年翻来覆去的再怎么也睡不着。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半夜，好不容易莫之泽有了昏昏欲睡的念头，突然他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被窝之中，昏昏欲睡的念头顿时就消失了。莫之泽立刻起身查看，直接一把掀开了被子，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中，是陈乔。莫之泽看着这被自己答应约的少女，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说道：你怎么还没睡啊？陈乔慢慢的爬了起来，有些尴尬的看着少年，他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小脑袋，粉嫩的小手把玩着自己的衣角。莫之泽见此，再次的出声询问道：你有什么事情吗？没事的话，我要睡觉了。少女不经意的看了少年一眼，不好意思的开口说道：我想和你一起睡，由于房间内比较黑，所以此时莫之泽也看不出少女表情。莫之泽开口说道：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你还是为什么不行啊？我们反正过几天就要结婚了，这还不是迟早的事情吗？陈巧开口说道：现在是现在，结婚是结婚，现在我们毕竟还没有结婚，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分开睡比较好。莫之泽说道：
我们不是都已经少女最后的几个字并没有说出来，但是莫之泽也听出了少女想要说什么，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两人就这样僵持着。过了一会之后，少女突然就扑到了莫之泽的怀中，软香入怀，一阵清香扑面而来。反正我们都已经睡过了，还在乎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少女说完之后，她的脸颊明显变烫，莫之泽隔着一层衣服都能感觉少女脸颊上传来的温度。第52逃跑的预兆。少年看着怀中的少女，自己毕竟对她做了那样的事情，但是自己也确实是不喜欢她。莫之泽没有办法，只能暂时的让少女上到床上来。陈巧在上到床上之后，直接就紧紧的抱住了少年，小脑袋放到了他的胸口上。虽然两人现在这副模样看着很甜蜜，但是莫之泽的手却非常的老实，并没有接触少女。紧接着两人就这样的凑合了一夜。陈巧倒睡得很舒服，但这可就苦了莫之泽了。为了能让少女睡好，他整整一夜都是保持一个姿势，生怕惊醒了熟睡之中的少女。等到天亮之后，莫之泽直接就一觉睡到了9点多，因为他在半夜压根没有睡几个小时。而陈乔早就已经醒了过来，看见少年还正在熟睡，便没有打扰他。只不过看着少年那英俊的面容，少女的春心是止不住的跳动。她缓缓地走下了床，站在少年的身边，弯下了腰，蜻蜓点水般的在少年的唇瓣上点了一下，然后红着脸打开了房门，离开了这里。在少女走后，莫之泽没一会就醒了过来。他揉了揉自己睡眼惺忪的眼睛，发现自己身边的少女已经走了之后，他也开始起身穿衣洗漱。他的洗漱用具，陈敬东早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走进洗漱镜前，看着旁边摆放的男士洗漱用具，莫之泽沉默了下来。莫之泽最终叹息了一声。在洗漱完毕之后，陈乔早就已经将他的早饭准备好。莫之泽看着陈巧笑了笑，然后就坐下开始吃起了早饭。早饭不算丰盛，2个煎蛋和1碗豆浆。陈巧就坐在一旁，看向莫之泽的眼神中满是爱意。莫之泽在吃完早饭之后，对着陈巧说道：“那个小巧，你能带我转转这里吗？我想出去看看。”“当然可以啊。”陈巧微笑的说道。然后两人就走出了别墅。这栋别墅并不算大，和江家大院比起来，连其1/4都不到。不过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两人走得很慢，这期间莫之泽的眼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周围，还时不时的询问保镖一般在什么时候换班，包括换班的时间是多长。他问得很仔细，因为他还想跑。有了之前逃跑的经验，莫之泽不会贸然的就逃离，必须要将这里摸清楚，而且自己必须要先稳住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愿意留在这里，否则他们对自己的警惕性太高，这样不利于自己离开。所以住在这里的时候，莫之泽的脸上一直都带着温和的笑容，而且为了让陈敬东更加的相信他，他还有的时候会去催促陈敬东能不能将两人的婚期提前。陈敬东听见莫之泽说出这样的话，果真笑得合不拢嘴。而莫之泽一有时候就会让陈巧带着他熟悉这里的环境，陈巧当然也是乐此不疲，将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讲解得非常清楚。当然莫之泽的内心还是有着几分愧疚的，利用陈巧对他的喜欢来帮助自己逃跑，利用他人这种事情莫之泽从来没有干过，也不喜欢干这种事情，只不过为了能够离开这里，他也只能。同时莫之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救过的人只要是一个女的都想要嫁给自己，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他长得太帅了？确实莫之则是有着几分的颜值，但也不至于这么让女生感到疯狂吧。回到现实，莫之则转头对着身边的人说道：“小巧，我想学一学那个。”接着莫之则手指了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刚好放了一辆轿车，是一辆奥迪 A8。 当然可以啊，陈巧微笑的说道。然后陈巧扶着莫之则慢慢的走了过去，让门外的保镖教他。值得一提的是，来人天生对车有着一种天赋，莫之则虽然只有一条腿，但是对他开车的影响并不大。陈巧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着。在差不多摸清了轿车的系统之后，莫之则的内心很是欣喜。如果用这个逃跑的话，那成功的几率将会大幅度的提升。莫之则微笑的走下了车，陈巧已经站在了主驾驶的车门外。在莫之则下车之后，他就立刻上去扶住了他，害怕他摔倒。莫之则感觉陈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起码到现在为止，陈巧一直都很正常。哥哥，你很喜欢这辆车吗？陈巧疑惑的开口说道。莫之则点了点头，能不喜欢吗？自己逃跑的希望全部都在这个上面了。见此，陈巧直接就钻进了主驾驶内，将车钥匙拔了下来，交到了莫之泽的手中。现在这辆车它是你的了，少女说道。莫之泽看着手中的车钥匙，内心无比的欣喜，然后直接就一把抱住了面前的人。被抱住了的人
瞬间就愣住了。在短暂的愣神之后，少女也抱住了他，微笑的将脑袋靠在他的胸口上。第53成功逃跑。接着过了几天之后，莫之泽已经完全的熟悉了这里，这也多亏了陈巧，要不是有他的话，莫之泽也不可能熟悉的这么快。今天或许就是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了。此时莫之泽正躺在床上，双眼直直的看着天花板，脑海中在回想莫雅，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莫之泽叹息了一声，反正自己今天就回去了，希望莫雅不要出什么事情。此时正是中午，只不过今天的天气并不好，外面正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四人再次的坐到了一张桌子上。从见到了莫之泽的那一刻起，陈敬东脸上的笑容根本没停过，陈巧的脸上也带着微微的笑容，微笑的看着莫之泽。可以看出，陈巧是真的很喜欢莫之泽，只要少年出现，他的目光就会一直锁定在他的身上。陈南倒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我行我素。虽然他现在没有那么的讨厌莫之泽了，但也说不上喜欢。饭桌上的氛围非常的融洽，现在的几个人真的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但莫之泽知道，他们才是一家人，而自己并不是。或许过了今晚之后，陈敬东一家又会回到以前的模样。陈敬东笑着开口说道：“小莫啊，明天我就通知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后天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你觉得怎么样？”莫之泽听完之后，内心暗道：今晚必须要走，否则陈敬东通知周围亲戚的话，那就有些麻烦了。可以啊，莫之泽开口说道。陈巧听见莫之泽回答的这么爽快，不禁有些害羞。虽然和莫之泽相处了很长的时间，但是陈巧在面对少年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害羞。好，那就这么定了，后天给你们办婚礼。陈敬东咧大嘴笑着说道。在吃完晚饭之后，莫之泽立刻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莫之泽的房间在别墅的2楼，住在陈巧的旁边。他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都会准时准点的上楼，就是为了给陈敬东他们营造出他自律的习惯。而陈敬东他们一般都会在桌子上坐一会，聊着一些家常。具体在聊什么，莫之泽也并没有在意，但是他知道聊天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这次也不例外。莫之泽一瘸一拐的回到房间之后，立刻就将房门紧锁。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莫之泽立刻就走了进去，直接打开了花洒，声音很大。如果外面有人敲门的话，听到声音大概也会以为他是在洗澡，从而给他制造更多的逃跑时间。紧接着他走出了卫生间，打开了房间的玻璃。别墅的玻璃并没有防盗窗，而且窗户外面都是有屋檐的，都是由红色的瓦片铺成的，踩上去会发出声音。莫之泽没有犹豫，立刻就翻到了外面，动作很轻，短短2米的距离，莫之泽墨迹了1分钟才走到最边缘。少年低头看了一下自己与地面的距离，大概在4米左右，而且下面还有草坪，直接跳下去的话，莫之泽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他知道应该会很疼。不过他也没有犹豫，因为时间不多，他不能浪费在这里。一声闷响传来，少年的侧面着地，确实很疼，但他强忍着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脸都憋红了，可见跳楼是真的很疼。同时他也有些庆幸，好在他所在的楼层并不高，否则楼层再高点，跳下来的话，他不死也残。莫之泽强忍着剧痛爬了起来，然后捂着自己左边的胯部，因为是他的胯先着地，现在那个地方还传来阵阵的剧痛。本来他的速度就不快，这样一来无疑是更加的雪上加霜。少年强忍着疼痛慢慢的往前走去，现在他必须要谨慎一点，注意周围的巡逻保镖。好在这里并不像是江家大院那样，这里的保镖很少，毕竟这里也不是什么大城市，一个偏远的小山沟，地主的家都敢偷，除非小偷活腻了。现在莫之泽只需要翻过围墙的栏杆，栏杆之外就是自由。他一瘸一拐的往围墙边靠近，行动很顺利，并没有人发现他。这里的围墙并不是城市中的那种红砖建成的，而是普通的铁栅栏围墙，所以莫之泽并没有费太大力气。翻过栅栏之后，莫之泽转头看向了那栋别墅，他也只能说一声对不起，然后莫之泽转身就离开了。天空中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少年的头发已经被完全打湿，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样，但是少年就好像是感觉不到一样，一直不停的往前走。陈巧送他的那辆车就被停在大门的旁边，而这里刚好距离大门不远。没一会，他就看见了那辆奥迪 A8， 但是好巧不巧的是，旁边有2个保镖，他们是看大门的，都是身高1.9米，肥头大耳的汉子，他们各打着一把雨伞，嘴中叼着一根烟，打是肯定不行的，这个时候要用点智商了。莫之泽思考了一下，将自己的头发往后随便用手抓了一下，
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大背头发型，然后又强行将腰杆挺直，然后就这样的走了出去，直接走到了他们视线之中。这些保镖也都知道眼前的人是谁。这几天莫之泽的长相和名字都已经在整个别墅内外传遍了，经常和二小姐在他们的眼前晃荡，自然也是他们得罪不起的。出于礼貌的情况下，两个保镖齐齐的转身对着莫之泽低下了头，嘴中的烟也早就被他们丢掉了。莫之泽见此，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工作，而莫之泽则是随身掏出了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然后直接就坐了进去。莫之泽没想到竟然这么的顺利，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说辞，看来应该是用不上了。莫之泽不敢在这里多留，直接掉头，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第54残暴的陈巧，在莫之泽走后，别墅内楼下的三人此时也差不多已经散了。陈巧慢慢的走到了楼上，但是他并没有去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的走到了莫之泽的门前，但是听见了里面的流水声，以为少年正在洗澡，陈巧便没有敲门，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便想等到少年洗完澡再去找他。等了好一会，陈巧去敲门的时候，依旧能听见里面的流水声音。陈巧的内心暗想，洗澡应该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吧，他会不会出事？万一晕倒在了卫生间？想到这里，泽哥，你还好吗？陈巧呼喊道。等待了一会，里面没有传来任何的动静，陈巧便再次的叫了一声，但是房间内依旧没有动静。少女的内心传出一阵不好的预感，神色也开始有些着急，她就开始用力的去拧门把手，但是房间的门上了保险，根本拧不开。她想破门而入，但是还没动手，旁边就传来一个声音：小巧，怎么了？少女转头看去，发现是陈敬东，她被楼上的动静吸引，所以就来楼上看看。陈巧便将事情全部大概说了一遍。陈敬东一听，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他走了过来，直接一脚就将门踹开了。陈敬东立刻就走到了屋内，屋内窗户敞开，卫生间的门也在开着。陈敬东走到卫生间查看，里面根本没有少年的身影。随后陈巧也走了进来，看着屋内的一切，不知道莫之泽的人去哪了。陈敬东内心有了一个猜想，为了印证自己内心的猜想，陈敬东直接就开始在整栋别墅内寻找起来。这一瞬，陈敬东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莫之泽他跑了，顿时他的脸上就露出了愤怒的表情。本来就不好看的脸，现在这个样子，在半夜出去的话，绝对能吓死人。莫之泽跑了，还不至于让他这么生气，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孩给耍了，而且还被耍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早知道的话，就多留一个心眼了。陈敬东再次的走回到了莫之泽住的房间，看着坐在床上的少女，陈敬东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少女的眼眶有些微红，大概也已经猜到原因，颤巍巍的开口说道：爸爸，泽哥哥，他是不是跑了？少女说话的声音中已经隐隐带着哭腔。陈敬东没有说话，也算是默认了少女说的话。见此，少女直接就哭了起来，豆大的泪珠顺着婴儿肥的脸颊滑落。此时少女的表情简直委屈到了极点，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人竟然跑了，就在快要结婚的前夕竟然逃跑了。一个人竟然会逃婚，那就表明这个逃婚的人根本不喜欢对方。想到这里，陈乔忍不住哭泣得更大声了。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心头肉，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陈敬东看见二女儿这个样子，简直心都要碎了。小巧，你别哭了，我现在就让人把她抓回来。陈敬东说完，他就要转身离开这里，但是陈巧却突然叫住了他。爸，等一等。陈敬东转过了身来，看向了自己的女儿。一个人长大就在一瞬间，而一个人转变也是一样。只见陈巧慢慢的从床上站了起来，用手抹去了脸颊上的眼泪。这一刻，少女的眼神变了，变得有些憎恨。她说道：爸，如果找到莫之泽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要亲手打断他的另一条腿。他竟然欺骗我，他骗我，纯真的外表却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看出，那个善良纯真的少女已经在此刻彻底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残暴。陈敬东见此，咽了一口口水，但还是说道：好，我知道了，随即转身离开了这里。出门之后，陈敬东就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冷战。刚刚自己的小女儿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好像有点不认识她了。房间内的少女此时双拳握紧，嘴中一字一句的说道：莫之泽，我要你死。第55被抓回。另一边，莫之泽正在开着那辆奥迪 A8 一路飞驰，通向外面的道路只有一条。没过一会，莫之泽就开着车行驶到了3岔路口上。到了这里之后，少年就有些犯了难，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卡在了这段三岔路口这里，而且一眼看去，附近就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大路是一段傍山路，并不是什么主干路，就连来来往往的车辆几乎都没有。少年叹息了一声，就在莫之泽准备用猜拳方式来决定走哪条路的时候，莫之泽突然听见后面好像汽车的轰鸣声，他回头看去，顿时脸都被吓白了。十几辆奔驰 GLE 正在向着他急速奔来，而且莫之泽一眼就看出坐在车内的人是别墅内的保镖。少年没想到他们的速度竟然那么的快，当时也不敢再犹豫了，直接一脚油门，随便选择一个方向，他的车辆向着右边驶去。根据规定，傍山路的最高时速不能超过30千米每小时，因为途中可能要面对来往的车辆和弯道。但是莫之泽的速度直接就飙到了50，而且他还时不时的往后看去，发现他与后面车辆的距离正在慢慢的拉开。因为后面的保镖也害怕，车速也保持在正常的行驶速度之内，毕竟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不注意会出人命的。正在飙车的莫之泽突然听见后面保镖的车辆传来声音，只不过距离实在是比较远，他根本听不清，但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让他停车，跟他们回去之类的话。想到此处，莫之泽就没有再理会。但是莫之泽想错了，后面的保镖说的根本不是这些。为首的一个坐在副驾驶的保镖正在拿着喇叭着急的大喊：快减速，前面有弯道，你车速太快，过不去。莫之泽的车辆丝毫没有要减速的样子，保镖见此心都凉了半截。如果前面车中的少年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自己的老爷肯定不会饶了自己。与此同时，莫之泽也发现了不对，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急转弯的出现让莫之泽一时之间慌了神，赶忙踩刹车，然后向左猛打方向盘。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又或许是傻人有傻福，少年的车子撞到山体上面，奥迪的车头严重的变形，但是还在车内的少年并没有出现什么事情，因为有安全带和充气垫的保护。莫之泽只是被剧烈的震动震得晕了过去。后面的保镖见到少年的车辆撞到了山体上，赶忙将车停在了一边，立刻全部下车，跑到少年出事的车前。这些5大3粗的保镖直接一把拽开了车门，将车内的少年抱了出来，然后立刻将其放到地上，开始给他检查。好在呼吸和脉搏都还有，而且身体上也没有受到什么皮外伤，这才让周围的保镖松了一口气。好在这个小祖宗没出事，否则他们都可以在原地直接散伙了。将少年抱走，放到了奔驰 GLE 的后座之后，众人立刻就打道回府。可以说莫之泽的这次逃跑算是彻底的失败了。10几辆奔驰开始原路返回。当莫之泽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还有一些晕眩，他扶了扶自己的脑袋，然后眼神扫向了四周，发现周围的场景有些熟悉，之前的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如同走马灯一般的闪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逃跑失败，在半路出了车祸，之后就出现在了这里，自己这是被抓回来了。他的脸色有些惨白，神色有些紧张，他的内心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陈巧和陈敬东，特别是陈巧，自己欺骗了他，利用他对自己的感情来帮助自己逃跑。就在莫之泽还在回想之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就传来了一个声音。醒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很好听，但是其中却夹带着愤怒和寒冷。莫之泽抬头看去，面前正坐着一个女孩，不是陈巧还能是谁？但是此时少女的目光非常的冷冽，看向面前少年的眼神是用着一种仇视的目光，丝毫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温柔。而陈敬东就坐在少女的旁边，同样用着一种不善的眼神看着她。第56，在所不惜。看着面前神色不善的两人，莫之泽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小莫啊，我本来以为你愿意成为我们陈家的女婿，但是你……陈敬东冷冷地说道。泽哥哥，你可把我骗得好惨啊，我也以为你是真的喜欢我，结果你在我们快要结婚的前夕逃跑了。陈巧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眶中还有泪水在打转。你知道当我得知你跑了的那一刻，我有多伤心吗？陈巧说话的声音中已经隐隐地带着怒气。莫之泽低着头，并没有看着他们，开口说道：对不起。一句对不起难道就有用吗？陈巧突然站了起来，怒吼了一声，接着直接拿起了桌子的玻璃杯，直接就砸了过去。砰！杯子直接就砸到了少年的头。莫之泽一直都在低着头，根本没注意眼前的情况。他被砸了一个踉跄，然后表情有些难受的捂着被砸的地方，杯子直接落到了地上，成了碎片。陈敬东转头看向了陈巧，开口说道：小巧，你干什么？不要动手。陈敬东也没有意料到自己的女儿竟然会拿杯子砸他。莫之泽毕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干不出忘恩负义的事情。虽然之前陈巧说过他要打断莫之泽的另一条腿，
但陈敬东只以为那是气话。现在看来，少女那时说的话并不像是开玩笑的。陈巧见到父亲都开口说了，便缓缓地坐了下来，只不过眼神中的愤恨丝毫未减。此时墨之则叹息了一声，抬头看向两人，开口说道：“叔叔，我知道这样做是我的不对，但是你们给我下药在先，这样不能怪我。”少年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父女两人明显有一瞬间的愣神。陈巧也没想到少年会发现他们下药的事情，顿时就没了之前的气势。陈敬东思考了一瞬，然后开口说道：“你都知道了，我前2天就已经知道了。”墨之则开口说道：“在前2天，他无意间在别墅内闲逛的时候，楼下橱柜的抽屉中发现了一盒药物，药盒上面清楚地写了药物的效果和用途。那一刻的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这是被骗了。那时的他有想过找陈敬东，想要质问他，自己第一次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之所以出现头晕和陈巧发生关系，是不是因为陈敬东让陈巧在自己的食物中下了这种药？但是他转念一想，又停下了脚步。他想到江涛和江如雪，如果陈敬东像江涛一样，那他该怎么办？思来想去之下，他觉得只能自己逃离这里。墨之则会对这里产生了愧疚，也全部都是因为他利用了少女对他的感情，因为他能看出少女是真的喜欢他，利用少女对自己付出的真心，这种行为确实让人感到不耻。以墨之则的人品，会感到愧疚，丝毫不意外。回到现实，陈敬东叹息了一声，很直接地回答道：“没错，是我让小巧在你的食物中下药了。”陈敬东很直接地承认了，神色很平静。那我们也算是两两相抵了。他拿杯子砸了我，我不会追究的，但是我现在要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不要阻止我。”墨之则开口说道。说完，墨之则起身就想要离开这里。陈敬东见此，他竟然真的没有阻止，只不过他对着自己身旁正在愣神的少女看，说道：“小巧，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去争取。”陈巧听出父亲说出的这番话的意思，直接就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然后冲到了少年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开口说道：“你不能走。”墨之则转头看向了陈敬东，用眼神询问这是什么意思。陈敬东平静地开口说道：“不用看我，闺女都这么大了，他们的事情我要早就已经管不着了。”说完，陈敬东直接就起身离开了这里。墨之则的内心暗道，果然和江涛一样，现在的这个世道真的是无法评判，没想到自己曾经的好心之举，最后却害了自己。随后墨之则直接转身看向了挡在自己身前的少女，说道：“事情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你们有错在先，这也不能怪我。”少女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确实是他们有错在先，只不过她依旧挡在少年的身前，说道：“不管你说什么，我是不会让你走的。少女现在说话完全不讲道理。”墨之则见此，直接就推开了陈巧，砰！陈巧直接就摔到了一边，然后墨之则立刻就向前一瘸一拐地走去，倒在一旁的少女流着眼泪地看着墨之则，大声地开口说道：“你不能走！”少年并没有回头，依旧自顾自地往前走去。陈巧见此，直接就站了起来，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根棒球棍，向着少年狂奔去。墨之则好像是感应到了一般，回头看去，然后就看见了少女手中拿着一根棍子向他冲了过来。少年立刻就慌张了起来，嗖，一棍挥下，少年也只能慌忙的用手去挡，但是一瞬间手腕上传来了阵阵的剧痛，他直接就倒在了地上，惨叫了起来。他感觉骨头都好像快要断了一样，整条手臂直接就失去了知觉。他捂着自己的臂膀，表情因为疼痛变得扭曲，口中还在不断的喘着粗气。此时陈巧的内心也是有些紧张，毕竟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但是为了能将少年留在自己的身边，他也在所不惜。第57，付出代价。陈巧紧接着将目光锁定在了少年另一条正常的腿上，只要将他的这条腿打断，这样的话他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了。想到此处，陈巧再次的举起了棒球棍，方向瞄准了少年的左腿。墨之则也发现了少女的意图，刚刚他就发现了少女的异样，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小巧，你别这样！墨之则慌张的开口说道，但是少女就像是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直接毫不犹豫的挥动棒球棍，棍子直接就落到少年的左腿上。啊！少年发出一声惨叫，好在少女的力气并不大，并没有一下打断，但这一下也给墨之则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墨之则捂着自己的左腿，哀求的开口说道：“小巧，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你放过我吧，求你了。”少年的眼神中有泪水滑落，墨之则不能再失去这条左腿了，否则他就真的是一个废人了。他不想当一个废人。陈巧看着地上哀求的少年，内心也有些软了下来。
开口说道：“你能确定你以后不会离开我了？”少年点头如捣蒜一般，然后颤巍巍地说道：“不会了，只要你能放过我。”陈巧见此，直接就丢下了手中的棒球棍，然后慢慢地走上前去蹲下，将少年慢慢地扶了起来。莫之泽现在全身都在微微的发抖，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很害怕失去自己的左腿。陈巧扶着莫之泽向着沙发旁边慢慢的走去，在莫之泽坐到沙发上面之后，陈巧也坐在了他的旁边。他看着莫之泽开口说道：“希望你真的不要再有想跑的念头，否则我一会让你付出代价。”少女说话的声音很冷。莫之泽沉默的低着头，并没有说话。紧接着，少女看着莫之泽那精致的侧脸，心底突然就生出了一股欲望。她转头看了看周围，确认周围并没有人。陈巧又再次的向着莫之泽靠近了一点。少女的喉咙涌动了一下，娇艳欲滴的唇瓣向着莫之泽慢慢的靠近，先是亲吻在少年的脸颊上，然后一点一点的向着唇瓣慢慢的靠近。少年刚刚一直在走神，脑海中不知道在想着什么，然后脸上传来的温热触感让他下意识的躲避了一下，但就是这一下又让他遭受了一番折磨。陈巧见到少年躲了自己一下，顿时内心就生出了一股无名的火气，直接就扇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声音很响亮。莫之泽转头看着少女，而少女也正在一脸愤怒的看着他。陈巧直接愤怒的开口说道：“看什么看？再敢拒绝我，我现在就把你的另一条腿打断。”莫之泽看着生气的少女，脑海中在回想起之前的种种，明明以前是一个纯真可爱的少女，现在却变得如此残暴，难道就因为自己逃跑，她就变成了这样吗？可是这并不是自己的错啊，明明是他们有错在先。给我坐好！陈巧呵斥了一声，然后少女直接就吻在了少年的唇瓣之上，柔软的触感传来，少女都是有些享受，传出一阵的嘤咛声，但是少年却并没有任何的感觉。突然少女的舌头直接伸到了他的嘴中，而且口腔内还传来一阵的花香，少女的舌头在里面不断的搅和。莫之则感觉一阵的反胃，有些想吐的感觉，但他强忍住了呕吐感。如果出现一点的抗拒，谁知眼前的少女又会怎么折磨他？一吻即分，少女擦了擦嘴，然后就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但是她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嘴角微微的出现一个弧度，然后直接起身走向了厨房。莫之则见到少女去到厨房之后，立刻拿起了桌子上的一个水杯藏到了身后。过了一会，少女从厨房中走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盒药。莫之则看见少女手中的药，顿时就有些慌张起来，因为少女手中拿着的那盒药竟然是上次给莫之则吃的畅药。少女再次的走到少年的身边坐下，然后拿出了一粒畅药递到了莫之则的嘴边，嘴角挂着一抹邪恶的微笑，开口说道：“张嘴，吃了它，我喜欢你主动。”第58节吃。看着面前少女手中拿着的药，莫之则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迟迟没有张嘴。见到少年一直没有要张嘴的意思，陈巧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冷冷的开口说道：“我让你张嘴，你没有听见吗？”莫之则看了一眼少女，他的喉结涌动了一下。陈巧看着莫之则一直犹犹豫豫的，一股火气再次的蔓延了上来。啪！陈巧再次甩了莫之则一巴掌，少年的脸颊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印记。好在陈巧的力气并没有像江如雪那样，虽然声音很响亮，但是力度却并不算大。突然陈巧直接将莫之则按倒在了沙发上面，一只手掰着他的嘴，另一只手则是在往他的嘴中塞药。莫之则眉头紧皱，紧紧的锁死牙关。他妈的，你给我张嘴，给我吃！少女愤怒的开口说道。此时少女的表情也变得扭曲了起来，好看的脸颊变得有些丑陋。看着面前这个表情扭曲的少女，嘴中竟然还开口说出了这种肮脏的话语，莫之则觉得眼前的少女完全就是低配版的江如雪。此时少年刚刚被打的手臂已经慢慢的恢复了一些知觉，他的手正在缓缓的往自己的后腰伸去，他摸到了刚刚自己藏的瓶子，就在他想要拿出来直接再打在陈巧的头上的时候，就在此时，你们在干什么？一声清脆的声音中传来，是陈南。陈南一步一步的走下了楼梯，惊诧的看着两人。陈南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婚事一点都不在意，一直都是独来独往，他也根本不知道莫之则逃跑的事情。陈南只知道自己半夜起来上厕所，竟然看见自己乖巧的妹妹好像在强迫少年吃着什么东西。让他惊诧的是，自己乖巧的妹妹竟然会干出这种强迫他人的事情。陈巧看见陈南出现之后，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缓缓地从少年的身上爬了起来。莫之则也是一样，将手从身后抽了出来。没事，我们在开玩笑呢。陈巧语气平静地说道。陈南走到沙发旁边，狐疑地看着两人。你们真的在开玩笑？陈南一脸不信地说道。而且他听妹妹的语气
好像也有些不对，好像变得有些陌生了。莫之泽慢慢的坐了起来，低着头，用右手揉了揉自己被捏疼的脸。陈南看见两人这番模样，知道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只不过这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耐不住他好奇的性子，陈南微笑的开口说道：“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和我说说呗。”陈南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像平常一样，一副不正经的模样。陈巧开口说道：“好了姐姐，这里真的没什么事，你赶紧上去睡觉吧。”哎呀，就在陈南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莫之泽突然从身后拿出了那个杯子，直接用手握住砸在了面前的茶几上面，杯子瞬间就变成了几大块的碎片。莫之泽眼疾手快，立刻拿起其中一块比较锋利的玻璃，直接架在身旁少女的脖子上，然后用另一只手勾着了她的脖子，就像是歹徒拿着刀劫持人质一样。两女都被这一幕镇住了，特别是陈巧有些不敢相信，她微微的转头看向了莫之泽，她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敢反抗。陈南则是被吓得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会出现眼前的一幕。少年拿着玻璃的那只手正在滴着鲜血，玻璃划破了他的手掌，但他就好像是没有感觉一样，对着面前的陈南开口说道：“给我一辆车，让我离开这里。”说话时候还在喘着粗气。陈南此时也回过了神来，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而且看莫之泽的样子丝毫不像是开玩笑的。你到底想干什么？陈南开口说道。说话的时候，少女的眼神一直在看着少年拿着玻璃的手。小莫，你在干什么？另一个声音传来，是陈进东。本来一直在楼上的他，突然听见了楼下传来的动静，下来查看，然后就看见了这一幕。他本来以为陈巧能将事情解决好，但是却没想到却变成了眼前的样子。陈进东走到了陈南的身边，紧张的开口说道：“小莫，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伤害小巧。我说了，我只想要离开这里，给我准备一辆车，让我走。”莫之泽说话的语气有些激动。好，你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但是你不要伤害小巧。陈进东刚说完，他就招呼进来一个保镖，将莫之泽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让保镖去执行。陈进东说完之后，转头看向了莫之泽，说道：“我已经让保镖按照你说的做了，你不要伤害他。井号39，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走了之后，我自然会放了他。”井号39，莫之泽喘着粗气的说道。第59周晴。接着莫之泽挟持陈巧慢慢的站了起来，少年眼神警惕的看着四周，鲜血顺着他的手腕缓缓的滴下，伤口并不是什么大伤，所以莫之泽根本没有在意。此时陈进东再次的开口说道：“小莫，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解决，没必要这样。”声音中夹带着一些紧张。而陈南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傻愣愣的站在那里，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坐下来解决，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我愿意闹到这种场面吗？莫之泽大吼的说道。陈进东听见少年说出的这番话，神色有些黯淡，他现在有些后悔，今天这番悲剧的源头全部都在他的身上，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不过现在后悔明显已经晚了。此时，刚刚的那个保镖再次的走了进来，对着陈进东微微的弯腰说道：“家主，车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陈进东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已经知道了。莫之泽听见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之后，挟持着陈巧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去，他的行动不便，所以速度很慢。陈进东也慢慢的跟着，一直和莫之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他知道少年只是想要离开这里，并不想伤人。都说老实人被逼急是最可怕的，现在的莫之泽就是那个老实人。等到两人退出别墅之后，莫之泽发现别墅外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保镖，已经将别墅包围了起来，个个都是5大3粗的汉子。都别过来，否则就不要怪我鱼死网破了。少年对着周围的人大喊，周围的保镖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莫之泽随手指了一名保镖，让其来充当司机。我不想伤人，我只想离开这里。等我离开之后，我自然会放了他。又将刚刚的话重复了一遍之后，少年就和少女一同坐进了车子的后排。关上车门之后，开车。莫之泽开口说道。车子一脚油门启动，就在大院内的保镖想要追出去的时候，陈进东突然开口说道：“都不要追了。”声音很响亮，清楚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中。这些保镖都很诧异，自己的小姐可还在那个人的手上，家主却让自己不要追了，这是什么意思？陈进东知道，以莫之泽的为人，他并不会伤害陈巧。虽然闹到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但是少年仍然是那个少年，并没有什么改变。另一边，莫之泽让司机将车开到上次自己被带走的地方，也就是他卖烧烤的那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被陈南带上车的时候，
这个人就坐在自己的旁边，这也是莫之泽让他来当司机的原因。突然，莫之泽感觉有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到了自己的手背上，他转头看向自己身旁的少女，却发现少女正在泪流满面地看着他。莫之泽还以为是自己吓到他，叹息了一声，出声说道：“对不起，我只是想要离开这里。我说了，我不会伤害你的。”莫之泽的声音像平常说话一般的温柔。此时，陈巧带着哭腔开口说道：“难道我就这么的不堪吗？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宁愿不惜得罪我，也不愿意从了我？”声音中竟然夹带着几分的委屈。莫之泽听到少女说出的话，沉默了一会，便再次的开口说道：“我并不知道你看上我哪一点，我自实为人一般，你以后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我配不上你，也不喜欢你。”少年最后的几个字说得很委婉。少女听到这番话之后，豆大的泪珠再次的顺着脸颊滑落而下。莫之泽将架在少女脖颈的玻璃碎片放了下来，因为路上可能会有一段颠簸的路，如果一不小心伤到她，那可就有些不好了。此时陈巧红着眼眶，再次的开口说道：“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可能吧。”少年开口说道。过了一会之后，车子慢慢的停下，莫之泽往外看去，熟悉的场景再次的映入了眼帘。这里就是莫之泽之前摆摊子的地方。莫之泽立刻就带着陈巧下了车。刚刚下完雨的路面非常的潮湿，好在现在雨已经停止了。两人下车之后，莫之泽并没有把玻璃的碎片再次的放到少女的脖颈前，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充当司机的保镖也打开了车门走了下来。下车的一瞬，一股庞大的压迫感觉扑面而来。不得不说，陈家的保镖个个身高马大，但此时的莫之泽也并没有感觉到害怕，他直接就开口说道：“你现在去距离的车子的1000米处那里，最好能让我看见你，只不过越远越好。”现在的莫之泽并不算是真正的离开，所以必须要谨慎一点。保镖看了一眼莫之泽，直接就照做了。看见保镖走了之后，莫之泽看了一眼神色晦暗不明的陈巧，他轻声开口说了一句：“我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完全就是个错误，希望你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祝你幸福。”说完之后，莫之泽直接就丢下了手中的玻璃碎片，然后坐进了驾驶位，直接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在少年离开这里之后，少女婴儿肥的脸颊再次的划过了2行清泪。少女捡起了地上的那块玻璃碎片，上面还带着少年的鲜血。陈巧将这块碎片放到了口袋中，随即看向了少年离开的方向，喃喃自语的说道：“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莫之泽一路驱车飞驰，他现在很担心莫雅怎么样了，毕竟这么长时间没有看见他。街道距离莫之泽租的地方很近，而且现在莫之泽还开车，所以没2分钟就到了。将车子开到租的房屋前，少年立刻就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房门没锁，莫之泽直接一下就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进到屋内之后，“小雅，你在吗？”莫之泽轻声的呼唤道。在莫之泽期盼的目光中，少女曾经住的那间卧室门慢慢的打开，一道消瘦的倩影从中走了出来。那道倩影正是莫雅，只不过此时的莫雅身体又再次的消瘦了，本就不胖的身体此时看上去更加的瘦弱，白皙的脸庞也凹陷了下去，双眼无神，穿着一身很单薄的白色衣服，头发披散在双肩，整个人看上去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只不过莫雅在看见莫之泽的那一瞬，灰暗的双眼再次的亮了起来，眼眶中立刻就充满了泪花，整个人直接就扑到了少年的怀中。莫之泽见到少女因为自己成了这副模样，也是非常的心疼。“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少女哭着说道。“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实在是对不起。”少年轻声的说道，眼眶也忍不住的红了起来。莫雅突然咳嗽了2声，然后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小。莫之泽也察觉出了少女的异样，少女此时浑身非常的滚烫，刚来时候还没发现。少年又将手放到了少女的额头处，非常的烫手。莫雅倒在了少年的怀中，双眼紧闭。少年现在才发觉，少女这是发烧了，而且情况非常的不好。莫之泽赶忙将少女拦腰抱起，抱到了自己住的卧室之中，将被子紧紧地盖在了少女的身上，紧接着立刻去拿药。来到这里之后，莫雅因为身体瘦弱，抵抗力比较差，经常生病，所以莫之泽专门买了很多的药。莫之泽将喂着少女吃下去之后，洗了洗手，之后坐到了少女的床边，一脸担忧地看着她。现在的两人可真的算是相依为命了，而且少年的内心也在想，现在必须离开这里了，要不然陈敬东找上门的话，那可就不好了。想到这里，莫之泽立刻就开始去收拾要带走的东西。外面的天色非常的黑，但是莫之泽却一刻都不敢过多的去停留，将要带走的东西全部都塞进了后备箱，就连副驾驶都塞满了东西。但是当莫之泽转头看向房间中的少女时，莫之泽却有些犯了难。
小雅现在的身体情况很不好，现在走的话……思考了一会之后，莫之泽叹息了一声，他决定等到少女的身体彻底的好透之后，再离开这里。但是少年可不会一直待在房间之中，他时不时的就在周围环绕一圈，仔细的观察四周，以防陈家的保镖找到这里，他能立刻发现。就这样，莫之泽来来回回的巡视了一夜，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只不过虽然陈家的人没有发现，但是他却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就当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莫之泽刚刚推门进入到出租房之后，一个女人的身影映入了眼帘。女人的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在1.7米往上，圆圆的小脸，她的长相非常的妖艳，特别是女人的眼神，一双天生的狐狸眼，眼神妩媚至极，身材微胖，穿着一身的蓝色牛仔服，突出那完美的身材。这样的人走在街道上，那绝对是100%回头率，就算不看她的颜值，也会看她的身材。都说20岁的女人勾人，30岁的少妇勾魂，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莫之泽看见眼前的这个女人之后，内心非常的平静，表情疑惑的开口说道：“你是谁啊？有什么事情吗？”不得不说，眼前的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是莫之泽见过的美女实在是太多了，眼前的女人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女人缓缓的开口说道：“我叫周琴，帅哥，你还记得我吗？”声音非常的魅惑。少年听到这种声音，只感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慢慢的开口说道：“我不认识什么周琴，更不要谈记得了。还有事吗？没事的话，你就赶紧走吧。”莫之泽现在只想让眼前的人离开这里，因为他现在对漂亮的女人都有着一种恐惧的感觉，生怕遇到像江如雪那样的疯子。第60翻脸像翻书。此时，面前的女人张开红唇，淡淡的开口说道：“哦，真的不记得我吗？”莫之泽摇了摇头，遇到了太多的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况就算是认识，也不能说认识啊。而且眼前的女人一看就非常的不正经，眼神这么的妩媚勾人，看上去完全就是古代青楼中的风尘女子，接待各种的癖客。莫之泽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她。见此，周琴嘴角微微的露出了一个弧度，然后瞬间就到了莫之泽的身前。莫之泽被吓了一跳，因为腿脚不便，直接就往后倒去，一只白皙的手直接就拖住了他的腰。紧接着，周琴那张妩媚的脸就占满了少年的视线。一瞬间，一股独属于少妇身上的体香充斥在少年的鼻腔之中。但是莫之泽并没有在意这些，因为两人脸对脸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少年可以仔细的观察周琴的脸颊，哪怕是一根毛发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周琴的那双充满诱惑的狐狸眼，少年看得更加清楚。近距离的看去，少年就感觉周琴真的就像是一个狐狸一样。莫之泽立刻就害怕的挣扎起来，直接从周琴的怀中脱落。砰！少年直接就掉在了地上，随即又立刻的爬了起来。起身之后的莫之泽立刻就向后退了几步，紧接着喉结涌动了一下，神色紧张的看着眼前的女人。因为莫之泽感觉眼前的女人好像并不是人，真的就是一只狐狸。而周琴，他看着眼前的少年这般狼狈的模样，不由得捂嘴轻笑一声：“你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没事的话，那你就赶紧走吧，我这里不欢迎你。”莫之泽有些结巴的说道。咯，周琴发出一阵魅惑的笑声，眼神直勾勾的看着少年，微笑的开口说道：“这么无情啊，也不让我坐，就直接让我走。你想坐的话，那你就坐吧，那里有凳子。”莫之泽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这里，走到了自己住的那间卧室。走进卧室之后，少年看着床上躺着的少女，少女的气息很平稳。莫之泽将手背放到了少女的额头，发现少女已经退烧了，他的嘴角也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然后轻轻地晃了晃床上的少女。莫雅的睫毛轻轻地抖动，双眼慢慢地睁开，看着窗前站着一道模糊的身影，随即那道身影越来越清晰。此时，莫雅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人，她眼中的水雾弥漫。少女突然起身，一把抱住了少年的腰肢，立刻就放声大哭了起来，消瘦的面庞很是委屈：“哥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呜呜，感受到抱住自己的那道骨瘦如柴的身体，莫之泽的内心也有些不是滋味。他也抱住了身前的少女，然后开口说道：“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怎么可能会抛下你呢？”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在少女哭了一会之后，情绪才渐渐的平稳下来。莫之泽见此也到了床边，莫雅就一直抱着他，害怕眼前的人再次的消失。少年愧疚的看着少女，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他知道少女肯定担心坏了。他轻轻的抚摸莫雅柔顺的头发，少女瘪着小嘴，双眼微红的看着莫之泽。少年叹息了一声，说道：“莫雅，其实这些天我不是有意不回来的，而是我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莫之泽将这几天的事情全部都说了一遍，除了他和陈巧发生关系的事情，一是这种事情难以启齿，二是因为那并不是自己的错。莫雅听完之后，有些惊诧地看着莫之泽，开口说道：“那这么说，我们现在必须要离开这里了。”莫之泽点了点头，但又再次的开口说道：“要不我将我身上的钱都给你，然后我们就分开。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和我一起过东躲西藏的生活了。而且我得罪了很多的人。”莫之泽说的并不假，他是真的得罪了很多人，而且他们的背景一个比一个大，自己随时都可能有着被抓的风险。听完这番话的少女则是直接摇了摇头，瘪着小嘴，委屈巴巴的开口说道：“不要，不要，你去哪里，我就去哪，我不要和你分开。”莫之泽听完这番话，内心也是很感动，他直接就抱住了少女，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走吧。”莫雅应了一声，但是就在莫之泽扶着莫雅一瘸一拐刚走出房间，周晴就直接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很了当的开口说道：“帅哥，准备去哪呀？带我一起呗。”“他是谁啊？”莫雅向着莫之泽问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莫之泽说道。他是真的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是谁，因为他是真的没印象。听见这句话的周晴直接就是冷哼一声：“你可真的是贵人多忘事啊，帅哥。”周晴现在的语气中丝毫没有了刚刚的那种妩媚，反而有着一丝的暴虐。突然周晴直接就掐住了莫之泽的脖子，然后用另一只手将莫雅甩到一边去。让人惊诧的是，少年的双腿渐渐的腾空，脸颊也因为呼吸不顺变得通红。莫之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对自己动手了，明明刚刚还是好好的。这可能就是老人常说的翻脸比翻书还快。被甩到一边的莫雅浑身都传来阵阵的剧痛，但是看见莫之泽被掐的几乎喘不上来气，他也顾不得自身的疼痛，直接就站了起来，然后向着周晴冲了过去。“你放开他！”周晴见此，充满魅惑的脸上闪过一丝的嘲讽，暗叹一句：“自不量力。”然后反手一巴掌甩到了少女的脸上，少女瘦弱的身体直接就倒在一旁晕了过去。莫之泽见此，怒火腾腾的生气，他也顾不得自身的安危，直接用左脚一脚踹在了周晴的肚子上，扑腾！周晴往后踉跄几步，他没想到一个瘸子的腿部力量竟然如此之大，莫之泽也被丢到了地上。第61，神经病周晴。莫之泽被丢到地上之后，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憋红的脸正在慢慢的恢复正常，微微的缓过来一点之后，莫之泽立刻就爬向了那个倒在地上的莫雅。少女已经晕了过去，并且她的一侧脸颊已经微微的肿了起来。少年见此，愤怒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这还是莫之泽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他直接就双手撑地站了起来，然后直接抄起身边的板凳，直接就向着周晴砸了过去。但是周晴明显就是学过一些功夫的，虽然力量并没有像江如雪那样变态，但也不是莫之泽能对付的。就在莫之泽将凳子挥下去的一瞬间，只见周晴直接一个高抬腿踢飞了莫之泽手中的凳子，接着顺手直接一拳打在了莫之泽的脸颊上。少年顿时就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倒在了地上。地上的少年并没晕过去，他只感觉头脑有些眩晕，周围的环境在他看来也是忽明忽暗。刚刚周晴的那一拳的力量丝毫不亚于一个成年男性的力量。周晴的嘴角划过一抹邪魅的笑容，然后走到了少年的身边蹲下，红唇微张，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们吗？”喂，少年看着周晴，他现在脑子非常的混乱，说话断断续续的，根本无法组织好一句话。哼，周晴轻哼一声开口说道：“在几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被家里人赶出来了，身无分文，根本没有地方去。那时孤独无助的我只能躲在阴暗的巷子中，恐惧和饥饿一直伴随着我。但是就在我最难熬的时候，一个身穿破烂的小男孩给了我一块面包，知道我没有地方住，他将我带到了他住的地方。那个小男孩住的地方是一个破旧的小土房，就连城市中的一个厕所大都没有，但我却感觉那是我人生中住的最好的地方。而那个小男孩就是你啊。”周晴看着莫之泽说道。那你为少年眼神疑惑不解地看着周晴，断断续续地说出这几个字。周晴看出了少年眼神中的疑惑，也猜到了他想要说什么。此时的周晴再次变得妩媚起来，语气魅惑地开口：“很疑惑那时的你，明明救了我，但是我今天却为什么这般恩将仇报，对吗？”哈哈哈哈，你还真的是贵人多忘事啊！只听我刚刚说的那些，我今天这样确实是恩将仇报了，别着急，我帮你慢慢的回忆。”周晴微笑的说道。那时候，周晴和12岁的莫之泽蜗居在一间破旧的小土房中，虽然地方不大，房屋也很破旧，
但是两个人的气氛却非常的温馨。周晴那个时候，家中的父母对她并不好，非打即骂，就好像周晴并不是亲生的一样。就连上学时的学费，都是周晴自己打工赚来的。而周晴还有一个弟弟，叫周安，要小周晴4岁。但是周晴的父母对她和对周安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周安从小锦衣玉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周晴能得到弟弟的帮助，或许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是周安对于这个姐姐完全没有一点亲情，反而将周晴当成了保姆使唤。如果周晴做出了什么让周安不高兴的事情，周安只要将这件事告诉父母，那周晴面对的则又是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或许是上天都看不下去了。这天周安就在吃饭的时候，直接晕倒在了桌子上。结果去到医院检查完事之后，周安是肾衰竭，需要换肾。父母两人的目光自然将视线放到了周晴的身上，但是一听到要把自己的肾换给周安，周晴当然是100个不愿意。结果换来的是父母的连拖带打。那个时候24岁的周晴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个让她感到恶心的家。因为周晴的父母是做房地产的，家中非常的有钱，住的也是豪华的大别墅。这么大的房屋自然要有几个保镖。或许是运气好，周晴躲过了保镖的视线，逃了出来。但是奈何他的身上却没有1分钱。之后他就只能流落在街头，然后也就有了遇到莫之泽的那一幕。后面的时间周晴过得很好，因为莫之泽对他很好。在少年的身上，他体验了一种无法择语的感觉，是亲情。周晴本来以为两人可以一直像这样过下去，只不过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周晴蜷缩在了被窝当中，脸色很不好，身体还在微微的发抖。小小的莫之泽察觉到了异样，小莫之泽将手放到了周晴的额头上，大致可以确定周晴这是发烧了。但是奈何莫之泽也没钱，他每天捡的瓶子只足够2人1天的伙食，他是真的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无奈之下，莫之泽只能求助警察。他知道警察是世界上唯一的好人。警察将周晴带走去了医院。这个时候周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那一夜自己非常的困，早早的就睡下了。睡梦中的周晴感觉异常的寒冷，浑身止不住的打哆嗦。直到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而自己的父母就站在床边，两人一脸怨恨的看着自己。而莫之泽就站在床角，浑身脏兮兮的，一脸不解的看着3人。那时周晴的父亲从口袋中拿出了100块钱，走到小男孩的身边，微笑的将手中的钱递到了男孩的手中。谢谢你，小朋友，这个是给你的酬劳，现在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你可以走了。男人说话的声音很轻。那个时候莫之泽已经知道眼前的2人就是大姐姐的父母，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在医院待着，毕竟他们是一家人，肯定会将大姐姐照顾得很好的。不过在走的时候，莫之泽并没有拿那100块，而是将钱放到了周晴的手中。走的时候还不忘微笑的祝福大姐姐赶快好起来，随后就转身离开了这里。周晴看着那道身影距离自己越来越远，周晴想要开口说话，但是嘴中却只能不停地呜呜地叫着。那时的她因为发烧的原因，让她暂时的丧失了语则能力，直到那道小小的身影彻底的消失，周晴的声音才慢慢的停止，只不过2行清泪也伴随着男孩的离开而滑落。此时周晴的父亲开口说道：周晴啊，不管怎么说，你也姓周，你却和这种小乞丐待在一起，真的是丢我们家族的脸面。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周父的声音中明显的带着怒气。啪！周父竟然不顾周晴生病的身体，直接一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而周母也只是在一旁冷眼观看。那个时候的莫之泽并没有想周晴为什么会流浪在街头，只是以为他和自己的父母闹了矛盾，所以才跑出来了。误会解开了就好，这种事情他也没有多想，毕竟自己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周晴在这之后就一直被关在了家中，等待将自己肾换给周安。那一段时间周晴甚至想过自杀，他宁愿自杀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肾给周安他们。但是被关在家中的他，就连自杀都成了一种奢望。24小时都有人看守，他连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几天下来，周晴曾不止一次崩溃，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男孩的身影，都是因为那个男孩，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不会回到这个让他恶心的地方了。只不过换肾需要安排一个时间，但上天再次的眷顾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在周安他们3人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3人无一生还，最终这偌大的别墅还有万贯的家产都落到了周晴的手中。只不过周晴的内心却再次的生出了对一个人恨意，那就是莫之泽。不知道为何，
周晴对那个曾经在他最困难时候帮助他的男孩，生出了一股浓浓的恨意。回到现实，莫之泽听完周晴大概的叙述之后，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少年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事情，虽然是因为他导致周晴被抓了回去嘛，但也因为他，少女才拥有了今天的这一切。在少年看来，他带给少女的有好也有坏，足够功过相抵了。但是周晴却好像只记得自己带给他的坏处，一点都不记得他的好。莫之泽现在的大脑已经恢复了一些，没有之前那么的晕眩了。少年缓缓地开口说道：我……但是少年的话还没有说完，周晴突然邪笑的直接一把将他抓了起来，直接脸贴脸，两人鼻间的距离非常的近，少年可以清楚地闻到面前之人身上的体香。周晴缓缓地开口说道：小莫，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啊？周晴说话时候的表情就像是一个荡妇一样，声音中带着一股无法择语的勾引。莫之泽只感觉眼前的人是一个疯子，好像他曾经帮助过的女人，除了米兰，其他人全部都是疯子。你错了，但是少年的话还没说完，周晴就再次的将其丢到了地上，微笑的看着少年。周晴就好像是预料到了少年会说什么一样，直接走到了莫雅的身边，伸手直接掐住了莫雅纤细的脖颈，开口说道：小莫，你想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莫之泽见此，立刻就意识到周晴想要干什么，立刻嘶吼的开口说道：没有，你没有找错人，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男孩。听见这番话的周晴再次的笑了起来，张开唇瓣说道：下次你说快一点嘛，我还以为我找错了呢。咯咯喽。第62不良的嗜好。倒在地上的莫之泽气若游丝的对着周晴开口说道：那你找我是为了什么？为了杀我吗？咯咯喽。周晴再次的发出了妩媚的笑声，他就真的好像是一个狐狸一般。周晴缓缓的松开了掐着茉莉的手，然后站起走到了莫之泽的身边，慢慢的蹲下，开口说道：哎呦小莫，你在想什么呀？杀你？我怎么可能会杀你呢？但是突然周晴的语气一转，表情不再魅惑，声音中也夹带着浓浓的恨意。我不会杀你的，但是我要让你尝尝我曾经受过的苦，我要让你体验一下我当时是有多么的绝望。周晴，虽然我当时的无意之举害了你，但是我也救过你啊，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是我帮了你啊，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莫之泽表情有些难受的开口说道。少年希望周晴能够看在自己曾经帮助过他的份上放过自己，你现在的生活都已经很美满了，什么都不缺，为什么不能放下过去，开启你自己的生活呢？少年开口说道。莫之泽真的不明白这些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好的生活不去体验，非要折磨一个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谁知道周晴听到少年说出的这些话之后，直接就冷哼了一声，冰冷的开口说道：小莫啊，如果以前的事情那么的容易放下，那我也就不会千辛万苦的寻找你了。周晴说话时而魅惑时而冰冷，心情转变得非常快，就好像是有精神分裂一样，妥妥的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莫之泽听完周晴说完的话，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笑声中充斥着凄凉。少年看着身边的女人，嘴中呢喃的说道：以前的我真的是费力不讨好，好人没好报啊。周晴此时也没有再继续的和他废话，直接就一记手刀打在了少年的脖颈上。莫之泽两眼一黑，立刻就昏死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昏迷中的莫之泽睫毛微微的颤抖，眼眸慢慢的睁开，映入少年眼中的是一片陌生的环境。少年的眼球缓缓的转动，一顶吊灯映入眼帘，只不过吊灯并不豪华。突然旁边传来一道魅惑的声音：醒了。少年向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双眼中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周晴。莫之泽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收回视线之后，然后用手撑着地面，慢慢的坐了起来。少年双眼环视着四周，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别墅，也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是一间普通的民房，很普通的那种。只不过莫之泽的注意力并不在建筑上面，他环顾四周，却并未发现莫雅的身影。他看向了周晴，缓缓的开口说道：我妹妹呢？你将她带到哪里去了？周晴一脸邪魅的笑着，她的手中一直在把玩着一把钳子，时不时的还对着少年的方向比划两下。莫之泽再次的开口说道：我妹妹呢？他人呢？这次少年加大了声音，还带着一些愤怒：哎呦，干嘛这么大声嘛？那个少女被我伺候的好着呢，只不过她现在不在这里。周晴漫不经心的回答道，说话时他的目光一直看着手中的那把钳子。他在哪里？少年眼神紧紧的盯着面前的女人，一字一句的说道：你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吗？
我可以告诉你哦，但是你必须做点让我高兴的事情。周晴笑着说道。你想让我做什么？周晴狐狸般的眼眸转了转，开口说道。这样吧，你过来一下。然后莫之泽慢慢的站了起来，一瘸一拐的向着周晴的方向走了过去。走到周晴的身边之后，周晴邪魅的开口说道。你跪下给我学几声狗叫。我高兴了，就告诉你。莫之泽有些犹豫，但是为了自己妹妹，他还是双腿一弯，跪了下去。只不过学狗叫真的是太让人屈辱了。周晴见此，微笑的开口说道。限时1分钟哦，过时无效。听见周晴说出的这句话，莫之泽直接张嘴叫了几声。周晴看见少年真的叫了，不由得直接就笑了起来，笑得很是放荡。随后过了一会，周晴停止了笑声，他看向了跪在地上的莫之泽。他先是微笑的用右手拍了拍少年的头，说了一句真乖，然后就收回了手，紧接着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手机。莫之泽依旧跪地的那个姿势，因为他害怕惹到了面前的这个神经病，万一他将魔爪伸向了莫雅，少年不敢想象之后的事情。第63，杀人了。周晴的脸上带着邪魅的笑容，双眼盯着手机，很快就打开了一段视频。他将手机放到少年的面前，莫之泽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中的视频。视频中，一个穿着灰色朴素衣服的少女，头发扎成了高马尾，手中拿着一把扫把，正在费力地打扫院子中的树叶。这个人可不就是莫雅吗？莫雅的小脸红彤彤的，很明显她的感冒压根没好，感觉视频中那道瘦弱的身影随时可能会倒下，不由得让他非常的心疼。视频中的环境很繁华，花坛、雕像、花洒、别墅，应有尽有，一看就是某个大户的院子。莫之泽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视频，眉头也慢慢地皱了起来，可以看出少年的怒气正在徐徐攀升。周晴看着少年那愤怒的表情，脸上的笑意更盛。等到视频放完，周晴也收回了手机，将手机丢到一旁的桌子上之后，周晴邪笑地开口说道。好了，视频给你看完了，有什么想说的吗？莫之泽拧着眉头，还傻愣愣地看着一个方向。之后过了一会，少年的呼吸声音加粗，胸口也开始跌宕起伏，紧接着他的瞳孔转动，视线对上了周晴那狐狸般微笑的眼眸。突然，莫之泽直接就将周晴扑倒在了地上，然后立刻骑在了他的身上。少年的双手立刻就掐住了女人白皙的脖颈，狠狠地说道。周晴，我要杀了你。但是被掐住脖子的女人非但没有慌张，反而脸上的笑意不减反增。只见周晴突然将双手放到了少年的手腕上，随后用力往两边一掰，顿时少年的双手就被挣脱开了。莫之泽的眼神中感觉非常的诧异，周晴竟然能像江如雪一样轻松地掰开自己的手臂。在莫之泽看来，周晴的力气最多也就是和陈敬东别墅中的一个保镖力气相等，虽然能掰开，但至少也不会这么轻松。但就算这样，莫之泽也依然没有罢休。少年快速地回过了神，然后低头张开嘴，一口咬在了周晴的手腕上面。正在微笑的周晴也没有料到这一幕，少年竟然会用出这样下三滥的手段。周晴脸上的表情立刻凝固，其中的一只手直接松开抓住的手腕，然后一拳直接打在了莫之泽的侧脸上。顿时少年眼前一黑，直接就向着一边倒去，之后趴在了地上。而周晴则是快速地站了起来，低头看着自己被咬的手腕，那里有着一排清晰的牙印。周晴看着地上趴着的人，他充满魅惑的脸上此时已经没有了笑意，眼神中有一些愤怒。没想到一条瘸了腿的狗竟然还敢咬人。周晴弯腰捡起刚刚被打掉的钳子，然后向着少年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莫之泽趴在了地上，双手撑着地面想要爬起来，但是却撑不起来。此时少年整整一夜没有吃东西，肚子不仅饥饿，脑袋还很昏沉。周晴一步一步地走到少年的身边，然后蹲下，直接拽着少年的肩膀猛地一甩，地上的人直接就被翻了一面。少年呲着牙，表情微微有些痛苦。周晴右手拿着钳子，眼神冷漠地看着地上的人，红唇微张，开口说道。既然你这条狗这么的爱咬人，为了不让你伤到无辜的人，那我今天就来做做好事。周晴说完，直接用左右捏住了少年的脸颊，强迫他将嘴张得大一点，然后将右手的钳子缓缓地伸进了少年的嘴中。莫之泽看着慢慢伸过来的钳子，眼神中满是惊恐，同时还在不断地用双手去掰扯那只掐着自己的手，结果却是一直不尽人意的。钳子伸到莫之泽的口中，直接就夹住了他的一颗大牙。感受到自己口腔内的动静，莫之泽挣扎得更加的剧烈，只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无用。周晴为了让莫之泽能够记住这次的教训，他并没有直接将其的牙齿拔出，而是慢慢的用力，
让少年一点一点地感受其中的疼痛。莫之泽也确实体验到了什么叫极致的痛苦。周晴在莫之泽最痛的时候停止了加力，莫之泽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声，哐当，一把沾满鲜血的钳子被丢在了地上，钳口位置还夹着一个满是血迹的牙齿。少年的眼眸顺着牙胶流出了2行清泪，他捂着自己的嘴，他的嘴中还在不停地有鲜血流出。周晴看着这一幕，冷哼了一声，然后直接就松开了捏住少年的手，随即就站了起来，开口对地上的人说道：“这就是你咬人的下场，最好记住了，不然下一次的惩罚会更狠。”说完，周晴神色冰冷地离开了这里，走的时候还不忘将大门锁死。随即时间匆匆而过，太阳下了山坡，莫之泽所在民房的大门传来声音，咔嚓，房门被打开了，一个穿着朴素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的手中端着一碗饭菜。女子年龄在25岁左右，长相普普通通，不丑，但是也并不好看，扎着一个丸子头。她是被周晴安排在这里为莫之泽送饭的佣人。女子走进来之后，环视一圈，看见面前的不远处有着一滩血迹，但是女子的面容非常的平静，根本没有在意，因为周晴只让她送饭，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就行，而且给她开的工资还不低，只要每天送饭，就能拿到这么多的钱，这简直比天上掉馅饼还要好。随即女子的视线一转，然后就看见一个男人嘴巴微张，双手捂着嘴的男人靠着墙壁呆坐在那里。女子慢慢地走了过去，弯腰将手中的那碗饭放到地上，本来想要起身离开的她，无意间近距离地看了少年一眼，但就是这无意间的一眼，让女子有些愣住了。哎呦，我的个乖乖，远看还没发现，近距离一看，原来这个人竟然那么帅。女子的嘴中呢喃道。女子喉咙涌动了一下，然后赶紧快速地跑到门前，直接将房门从里面反锁，然后再将周围的窗帘拉上，随即转头看向了坐在地上的少年。少年皮肤因为做了一段时间的烧烤，皮肤不白也不黑，主要的就是五官能打，高挺的鼻梁，刀削般的五官，再加上眼神剑眉星目，虽然头发有些凌乱，但是却给其添上了一些凄凉的美感，这妥妥的就是一个 KTV 中的顶级男模呀。女子没想到这种好事竟然能轮到自己，而且现在已经天黑，四下已经无人，看着少年的样子有些傻傻憨憨的，就算自己将他完了，估计也不会说出去。想到此处，女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嘴角流出了一些哈喇子，眼神贪婪地看着面前的人，就好像是在看着自己的猎物一样。女子走到了少年的面前蹲下，先是用手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说道：“你好，那个我是这里送饭的。”莫之泽眼神呆滞地看着面前的地板，并没有回答。女子见此，心中不由得更加的高兴了，果然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一个傻子，听说一般的傻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反抗。女子的内心也更加的大胆了一些，她直接就看向了少年的胸口，然后吞咽了一口口水，开口说道：“哎呦，小哥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卫生了，胸口这么大一片的血迹，来，我来帮你换一件吧。”然后女子的手就开始脱莫之泽的衣服，看着露出的大片光滑的白皙肌肤，女子不禁有些自惭形秽，自己屁股上面的肉都没有这么白，看来今天是捡到宝贝了。女子的内心暗想道。莫之泽的双眼一直在无神地看着前方，直到他的衣服被拖到了胸口，他才回过了神，看着旁边出现了一个人，他有些惊慌地开口说道：“你是谁啊？”他的语气中满是害怕，他害怕眼前的这个人又是周晴派来用钳子拔他牙齿的，那种疼痛感觉他真的再也不想经历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害怕。女子见到莫之泽说话，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和蔼的笑容，开口说道：“那个，我是一个送饭的，看你衣服脏了，我来帮你换一换。”女子说着，但是手中的动作依然没有停下。不用了，莫之泽结巴地说道，他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人。哎呀，没事。说着女人手上的力气开始加大，莫之泽见此立刻就开始阻止她的动作，内心想到果然不安好心，最后在挣扎之下，女人手上的力气开始慢慢的加大，直接就开始暴力撕扯她的衣服。或许换作平时，这样的普通女人以莫之泽的力气完全可以将其碾压，但是因为她几乎一天一夜根本没吃东西，身体很虚弱，手上几乎使不上什么力气，就连气息都是萎靡不振，导致她现在一度处于了下风。这个女人此时越加的疯狂，每次撕扯下少年身上的一片布料，她的内心就激动一分。现在的女人就好像是男生中的流氓，正在强暴一个良家妇女一样。此时莫之泽上身的布料已经彻底的消失殆尽了，下体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就在女人还想要继续动手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
一道充满诱惑的身影走了进来，是周晴。周晴神色冰冷地看着女人，女人的双手僵硬地定在那里，面容紧张地看着周晴，而墨之则赶忙往旁边挪了几步，距离这个女人远一些。周晴本来只是想来这里看看，但是突然听见房间内传来了动静，进来之后却没想到竟然看见了这一幕。周晴神色冰冷地走到了女人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女人结结巴巴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周晴也并没有给这个女人说话的机会，直接使出全力的一脚踹到了女人的胸口，女人直接就飞了出去，胸口微微的凹陷，嘴里吐出了一大滩鲜血，嘴巴大张，双眼睁大。女人并未死去，一直在咳着鲜血，表情非常的痛苦，身体也在剧烈的颤抖。周晴见此，直接走到了女人的身边，然后慢慢的抬起了脚，再一次的踩了下去。砰！女人的嘴就好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直接喷出了一大口的血雾。第64少年疯了，女人喷出的血迹有一些直接溅到了墨之泽的身上，他双眼瞪大，并且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嘴巴张的可以塞下一个鸡蛋，身体也在剧烈的颤抖。如此血腥的一幕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啊，竟然当着自己的面被踩死了，而且女子的模样极其的凄惨，眼珠子几乎快要瞪得掉下来了，身体中的一些内脏也随着挤压从口中喷出。墨之则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他没有想到周晴竟然真的敢杀人。墨之则就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如今却看见一个人死在了自己的面前，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死法，他只觉得一阵的干呕。少年现在看周晴的眼神，就好像是在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鬼一样，而且自己看见了杀人现场，周晴会不会连自己也一起杀掉？想到此处，墨之则的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周晴转头冰冷地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少年，并没有在意，他直接弯腰拽着地上的那个佣人的胳膊，然后直接就拖了出去，地上被拖出了一路的血迹。周晴直接将佣人的尸体拖到了房屋的门口，直接随手一丢，然后转身就回到了房间之中。在周晴前脚刚刚离开这里，周围的房屋突然就出现了几道黑影，只是一瞬间，佣人的尸体就消失在了原地。周晴回到房间之后，墨之则依旧全身发抖地坐在那里，神色呆滞地看着地上的血迹。周晴见此，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看来刚刚的一幕将他吓得不轻啊。周晴的心情莫名的有些愉悦。周晴抬脚慢慢地走到少年的面前，蹲下了身体，脸上带着微笑地看着少年，表情依旧是那么的妩媚。但是墨之则因为那刚刚血腥的一幕，已经被吓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看见了面前的这张脸时，就如同见到了鬼一样。特别是周晴还在对着他笑啊！墨之则大声地叫了一声，他立刻慌忙的就开始扑腾，向着一边扑腾了过去，嘴中还在不断的说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少年手忙脚乱的跑到了墙角，直接就蹲在了那里，双手抱着膝盖，眼神惊恐的看着四周。“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少年哆哆嗦嗦的说着。周晴看见这一幕之后，眉头皱了皱，随后直接站了起来。他这是被自己吓疯了。周晴的内心暗想，但是周晴又转念一想，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来。只见他慢慢的走到了少年的身边，再次的蹲了下来，伸出自己那白皙的左手，轻轻的抚摸在少年的侧脸上。“只要你能一直留在这里，我就不会杀你，否则……”周晴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双眼微眯，语气森冷的说道：“否则刚刚的那个佣人将会是你的下场，听到了吗？”在周晴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大，语气也更加的狠厉。墨之则直接就打一个机灵，捣蒜般的点头，嘴中的还在重复的说道：“我不走，不走，你别杀我！”听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答复之后，周晴的脸上再次的露出了笑意，只不过在少年看来，这个笑容依旧是那么的恐怖阴森。随即周晴直接站了起来，转身离开了这里。周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一折磨墨之泽，他的心情就能变得非常的愉悦。果然，自己将这个少年抓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周晴的内心暗想。随即在过了几天之后，被周晴囚禁的墨之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头发像鸡窝，浑身脏兮兮，上身光溜溜，下半身的裤子破破烂烂，光着脚蹲在了墙角，蓬头垢面，整个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的。现在的墨之泽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神经病，就连街道上的乞丐都不如，不管见到谁都会疯疯癫癫的大喊大叫，还会拿起身边的东西砸过去。但是周晴除外，因为少年不敢打。虽然少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但是那天晚上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在看到周晴的时候，墨之泽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
唯恐避之不及。对此，周晴很是满意，因为他说的话，少年都会无条件的服从，哪怕让他跳化粪池，他都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第65，昏暗的眸子。在莫之泽疯了的几天之后，这天的早上，茉莉正在打扫院子，拿着扫把打扫地上的落叶。莫雅已经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她很仔细地打扫路上的每一个地方。少女之所以会这样，全部都是因为周晴。自从莫雅在租的房子被周晴打晕之后，当她再次的睁眼，莫雅发现她已经不在租的房子中，而是躺在了一张白色的床上。床并不软，反而还有点硬。她并没有在意这些，因为她记得家中那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女人，将她打晕了。之后的事情她就不知道了。莫雅只记得那个时候周晴就站在了自己的床边，静静地看着自己，脸上还挂着妩媚的微笑，只不过笑得有些诡异。周晴那时告诉她，莫之泽已经被带走了，想要见到少年，那就将这里打扫干净，非常干净的那种。这样的话，周晴满意了，或许就会带他去见莫之泽了。也就是正因为如此，莫雅才卖力地打扫这里，也只为了早日能见到少年。莫雅也知道周晴可能是骗他的，但是他没得选，因为自己逃不出这里。如果不扫，他连饭都没得吃。而且周晴还告诉他，如果他在这里看见了莫雅没有将这里打扫干净的话，他就一天拔掉少年的一颗牙齿，直到莫雅能将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止。莫雅也不知道周晴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没有得罪过这个人，自己的哥哥这么善良也不会得罪他，只能说明眼前的这个人有病，还是治不好的那种。无奈，莫雅也只能暂时的屈服。少女上身穿了一件灰色短袖，下半身是一件黑色工装裤，脚下踩着一双白色杂牌运动鞋，头发扎着一个丸子头，除了脸，其他的地方没有一个能看。瘦弱的身材再加上土里土气的装扮，完全就是乡巴佬刚进城。但是就在莫雅还正在卖力地打扫地上的落叶时，少女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的脚步声。她回头看去，发现是周晴。莫雅见到周晴根本没有好脸色，一直板着一张俏脸。周晴今天上身穿了一件白色外套，里面搭配着一件黑色短袖，只不过外套是半披着，她将双肩露了出来，下身穿了一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脚下穿着的是一双普通的帆布鞋，她的脸上也画了淡淡的妆容，黑色的秀发从中间向着两边分开，披散在肩膀上面，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妩媚风骚，浑身也散发出一股少妇的成熟风韵。周晴走到距离莫雅3米处停下，魅惑的开口说道，看你最近打扫的不错，想不想见一见你的哥哥呀？声音还是那么的勾人心魄。莫雅是一个女人，听见周晴这个调调的话语，并没有什么感觉，她只听见了周晴话中的内容，想不想见一见她的哥哥？废话，当然想啊！莫雅大声的开口说道。哥哥喽！周晴没有生气，反而开口轻笑了一声，张开艳丽的红唇说道，既然这样，那你放下手中的东西和我来吧。然后周晴扭着曼妙的身躯转身离开了这里。莫雅也没有迟疑，直接就甩下了手中的扫把，紧紧跟在了他的后面。同时他的内心也在迟疑，难道这个女人真的这么的好心，真的会带自己去吗？随即莫雅转念一想，如果周晴想要对自己下手的话，那早就下手了，也不至于等到今天了。他干脆不想了，直接将这些事情抛之脑后。莫雅一路跟着周晴，在走出了这个别墅的院子之后，在院门的门口就是一条长长的马路，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非常多。但是就在周晴带着莫雅从大门走出来的那一刻，路上的行人都纷纷的回头观看，甚至有的人就站在那里，都拿出自己的手机，纷纷的开始录制视频拍照。大多数的视线都聚集在了周晴的身上，因为她完全长在了男性同胞的审美点上，不管是身材又或是颜值，全部都无可挑剔。拍莫雅的人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很少。周晴带着莫雅走了几分钟之后，就来到了一栋普通的居民房前面。这里所处的位置有些偏僻，周晴直接就走上前去，随后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了一把钥匙。房门打开之后，周晴转身微笑地对着身后的人开口说道，你的哥哥就在里面。莫雅听见之后，也并没有怀疑周晴说的话，因为他没必要骗自己。莫雅走到房间中后，环顾四周，然后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只不过那道身影和之前相差太大了。曾经的那个阳光帅气的少年，现在就像是一个流浪汉一样。少年的左手端着一个大碗，然后用右手不停地往嘴中扒着米饭，就好像是几天没有吃过饭一样。上身光溜溜的，下半身的裤子也是破破烂烂，他的模样很是凄惨。莫雅看见少年的第一眼，直接就小跑了过去，
眼眶中含着泪花，他直接就跪在了地上，从侧面抱住了少年，丝毫不嫌弃少年身上的脏乱。哥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说着，莫雅的脸颊上就有2行清泪滑落，留下2条长长的泪痕。周晴则是站在了房门前，嘴角带着弧度，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莫之泽本来在专心地吃着自己的饭，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将自己抱住了，他停止了往嘴中继续扒饭，然后转头看向了身边的人。米饭将他的嘴塞得鼓鼓的，嘴边满是油渍。莫之泽的眸子在看见了少女的一瞬间，立刻就变得极其的惊恐。啊！他突然就叫了起来，嘴中的米饭全部倾泻而出掉在了地上。他立刻就用手推开了身前的少女，莫雅直接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满是泪花的眸子中有些不解。哥哥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推自己？少年这还没完，他将手中的饭碗直接丢到了少女的头上，饭碗中的米饭和油水全部都洒在了他的身上，一时之间有些狼狈。紧接着莫之泽尖叫的爬到了木桌后面，一脸紧张和害怕的看着莫雅。哥哥，你怎么了？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莫雅，你的妹妹啊。莫雅声音中带着哭腔的说道，一滴一滴的泪水顺着他的眼眶流出，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转头看着站在房门前的女人，一定就是他搞的鬼。随即莫雅怒气冲冲的看着周晴，说道，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短短几天他就变成了这样？天地良心啊，我可没对他做什么，我只不过是拔了他一颗牙，然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成这样了。周晴微笑的说道，神色中满是毫不在意。周晴可能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导致他的内心变得很扭曲。看到眼前这一幕的他，内心异常的兴奋。看见周晴这副嘴脸，莫雅真的是想过去撕了他的嘴。他瘦小的双拳握紧，牙关紧咬，最终他也只能无奈的叹息了一声。莫雅并不傻，他不会在明知打不过的情况下，为了发泄一时的怒火而上去搏命。如果换作是莫之泽，可能早就向着周晴冲过去了。随即莫雅叹息了一声，再次的看着躲在木桌后面的少年，看见那个一直疼爱自己的哥哥成了这副模样，莫雅简直心疼坏了。莫之泽看着眼前的这个少女一直打量着自己，抄起桌子上的花瓶立刻就丢了过去，砰！花瓶碎裂在了少女的脚下，少女往后退了几步，远远的看着他，泪水已经彻底的模糊了他的视线。莫雅在原地站了一会之后，随即用手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转头看向了周晴，开口说道，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里，还将他变成了这样？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这么对他？他呀，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但我就是想要折磨他，不行吗？周晴笑着开口说道，那你为什么要选择他？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却被你折磨成了这样，你难道就不会愧疚吗？莫雅怒吼的说道。愧疚？咯喽，笑死我了，我会对他这么个东西产生愧疚？他现在只不过是我的一条狗罢了，我为什么要对一条狗产生愧疚？周晴大笑的说道，眼神之中满是对少女的轻蔑。莫雅现在几乎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要忍住，忍住，他的内心暗想。周晴此时再次的开口说道，好了，你已经看完他了，现在你可以走了。见此，莫雅转身看了桌子后的少年一眼，然后缓缓的离开了这里。在两人走后，莫之泽再次慢慢的爬到了刚刚吃饭的那个墙角，然后双手抱膝，眼神呆滞的看着地上的瓷砖，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傻了。少年那原本清澈的眸子，现在也正在一点一点变得昏暗。第65周晴的转变，在莫雅回到自己的宿舍之后，他就扑到了床上，将自己的头埋到了被子中。我真的好没用，看见自己的亲人，自己爱的人被折磨成了这样，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随即莫雅就开始小声的抽泣了起来。另一边，周晴在将莫雅送回来后，突然感觉就好像有些无聊，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将莫之泽抓回来后，自己只要一会看不见他，内心就感觉一阵的空虚。周晴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旁边有两个人谈话的声音传到了周晴的耳朵中。唉，你最近发现了没有，自从小姐出去了一趟之后，不像以往那样残暴了。对啊，而且脸上经常带着笑，也不会折磨那些男人了。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不知道。谈话的人是两个女人，年龄在40岁左右，穿着普普通通，脸上也满是岁月的痕迹。她们现在的样子，就是在外打工的男女回家时，她们就是村中的老太太，正在小声的议论着。周晴听了两个佣人说的话之后，忍不住的在脑海中回想，自己以前很残暴吗？她为什么没有感觉自己现在和以前是一个样子，完全没变化呀？反正周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佣人看来，
自家的小姐在一夜之间突然变了，因为周晴以前经常会将一些长相帅气的男人，还有一些美女抓回来，然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折磨致死，或者让其变成残废。可能是因为其原生家庭的缘故，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就长得很好，来自父母长期的折磨和欺辱，让他的内心变得极其阴暗。本来在他离家出走的那一次，12岁的墨之泽可以慢慢的治愈他，因为在周晴最无助的那一刻，是小男孩帮助了他。但是周晴没想到，那个小男孩，也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束亮光，却将他再次的送入了深渊。至此，周晴的这种阴暗狠毒的性格变得更为严重。他总是能在那些漂亮男女的身上看见自己父母的影子，所以就抓回来，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折磨致死。但是时间一长，周晴发现折磨那些漂亮的人已经不能满足自己。那时候的周晴突然灵光一闪，脑海中想到了一个人，他将目标放到了曾经亲手将他再次送进深渊的小男孩身上。就是他，那个人，他也是残害过自己的人之一。周晴的脑海中传出一个声音，随即也就有了之前抓墨之泽的一幕。也不知道周晴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在短短的半个月就找到了墨之泽。确实，仅仅只是拔掉了墨之泽的一个牙齿，周晴的内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不过在看见墨之泽疯了之后，周晴的内心却并没有什么报复的快感，反而有一丝的痛心。周晴那时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认为可能自己唯一能得到快感的东西消失了，所以才会有心痛的感觉吧。因为折磨一个疯子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快感，所以周晴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失去了可以发泄自己欲望的对象才会这样，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失去了比较喜欢的玩具一样。所以周晴也就没有太在意这件事。但是不知不觉，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周晴竟然慢慢的就发生了改变，只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还潜藏着一抹黑暗，诱导周晴去折磨那个少年，甚至杀了他。回到现实，周晴并没有去打断两人说话，只是笑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里。如果换作是之前的时候，这两人可能已经被拉去用钳子将舌头拔掉了。另一边，现在的周晴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他想着要不要找医生给墨之泽看一看，但是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直接杀了他。这样的话不好吗？他是你的仇人，他亲手将你再次的送进了深渊，杀了他。脑海中蛊惑的声音传来，周晴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皱着眉头，然后离开了这里。紧接着又过了几天，这天周晴走在了大街上，身姿依旧是那么的曼妙，只不过现在的她，狐狸般的眸子中，那股暴虐和杀戮少了很多。虽然依旧妩媚，在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医生，医生身穿一身的白大褂，戴着白色的口罩，还有一对金丝眼镜，左手中提着一个白色的手提箱。但是这个医生好像有些不正经，医生的右手拿着一部手机，高高的举在半空，对着自己的脸，嘴中不断的在说道：大家好，我是程某人啊，感谢各位家人的支持，给我点点关注。今天的病人是一位美女的家人。医生不断的在身后叽叽喳喳，换作是以往，暗黑时期的周晴早就把他的脑袋切下来当球踢了。突然医生开口对着周晴说道：美女，玩不玩地音啊？关注我，地音号369992777676，叫程某人，我有将近70万的粉丝呢，我会在那里直播哦。但是周晴并没有回答他，自顾自地往前走。医生见此，对着直播间说道：家人们，看来这个美女很高冷啊，都不搭理我。第66，发现踪迹。周晴带着医生来到墨之泽所在的居民房，此时医生还在对着手机的直播间不停地叽叽喳喳的，注意力全部放到手机上面，根本没有注意周晴已经站住了脚步。周晴见此，内心的火气如同火箭一般的上升，眼神也极其的寒冷。周晴张开艳丽的红唇，声音夹带着愤怒的开口说道：医生，你还要去哪啊？医生听见这个声音之后，立刻就站住了脚步，看了看自己的前方，接着又看了看自己的身后，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不小心走过了，赶忙微笑的小跑到周晴的旁边，歉意的开口说道：不好意思啊，我在看手机，没注意。医生因为感觉太尴尬了，一时之间竟然连方泽都说出来了。周晴见此，眉头忍不住皱得更加的深了，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医生吗？除了衣着之外，其他方面完全和医生这个行业不沾边。周晴深深的叹息了一口气，来都来了，先让他进去看看吧。随后周晴从口袋中拿出了钥匙，打开了房门，随即两人就走了进去。周晴神色平静的走了进去，但是医生进来之后就发现了这里的不同，眉头皱了皱。这个医生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将病人治疗的过程用直播的方式
记录下来。这一次也不例外。医生的目光在房间内环视了一圈，房间很乱，到处都是打杂的痕迹。只不过让医生皱眉的原因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哪怕隔着口罩他都能闻到，房间内充斥一股血腥的味道。手机直播间中的人也都发现了这里的不对，纷纷都在直播间留下了自己的评论。主播，这次好像有点不一样啊。WC， 房间内的氛围有些诡异，评论满天飞，其中不乏有眼尖的网友提醒主播，墙上还有未擦干净的血迹。但是医生自从进来之后，目光就一直看向了四周，根本没有再继续看手机。医生的视线锁定在了墙角的方向，那里坐着一个上身光溜溜的少面，蓬头垢面，浑身脏兮兮的，就如同街道上的流浪汉一般。少年双腿蜷缩，双手抱住了膝盖，眼眸正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地板。周晴开口说道：“那个人就是我弟弟，几年前突然被人贩子拐走了，在人贩子的手中被折磨了几天，救回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为了防止他乱跑，我只能将他锁在这里。”医生听见周晴说的话之后，点了点头，随后将手机支架架好，将摄像头对准了少年的方向。对此，周晴也并未阻止，反正莫之泽也没有亲人，就算视频放出去，也不会有人来找他。殊不知，就是周晴的这番举动，将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医生将手机支架架好之后，便慢慢向着莫之泽靠近。但是莫之泽听见声音之后，转头看去，再看着有人正在向着自己慢慢靠近。啊，和上次茉莉来的时候一样，他直接就大声地叫了起来，并且双眼中充满了害怕，立刻四肢着地，扑腾着跑到了桌子后面。他从桌子后面探出了一个头，浑身颤抖，眼眸中充满了害怕。这个医生虽然看着不靠谱，但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并没有继续靠近，只是在远处打量着少年，看着少年那惊恐的眼神，全身也在不停地颤抖。他的心中就大概有了一个底。随后医生叹息了一声，然后转身走回到了周晴的身边。周晴看见医生只是在远处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回来。他诧异地开口说道：“你这就看好了？”医生点了点头，开口说道：“你说你弟弟之前被人贩子抓走了？”“对啊。”周晴点了点头。医生再次的开口说道：“他被抓走之后，应该是看见了某种恐怖的场景，刺激到了他，比如活人解剖、W 星之类的东西，所以才导致他成了这样。”听见医生说的话之后，周晴的心中暗自腹诽，看来这个医生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医生说的也确实很准确，因为周晴曾经在莫之泽面前活生生的将一个人踩死，那个人的死状极其的凄惨。此时周晴再次的开口说道：“那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医生思考了一会，开口说道：“这种情况不能用药物治疗，只能经常带他出去走走，或者见到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他可能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他们没注意的是，医生的直播间已经炸了。此时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5万人在线观看，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另一边，一栋宽大的别墅中，别墅内四面都是透明玻璃，可以很好的看见外面的风景。一个身材丰满，穿着包臀裙，散发成熟风韵的女人正百无聊赖的靠在沙发上面。这个人就是米兰。米兰此刻正在无聊的刷着手机短视频，但是这些米兰都提不起丝毫的兴趣，手指不断的在屏幕上滑动。但是他突然愣了一下，手指从上往下滑动，返回到上一个视频。米兰的身体慢慢的坐了起来，本来的无神的眼眸突然就亮了起来，就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手机上显示着一个直播间，那正是医生的那个直播间。看到直播间中那个躲在桌子后的身影之后，米兰彻底的震惊了。那是泽哥哥吗？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他的嘴中呢喃道。震惊之余过后，米兰的双眼中立刻就充满了愤怒，身体也是止不住的在颤抖。到底是谁？是谁把他的泽哥哥折磨成这样了？顿时一股杀意在米兰的心底升起，这还是少女第一次起了杀心。随后米兰对着窗外叫了一声：“李叔！”玻璃门前立刻就出现了一道站得笔直的身影，然后快速的走到了米兰的旁边。“肖姐，怎么了？”米兰将手机递给了旁边的人，声音中充满愤怒的说道：“帮我查一查这是哪里，召集别墅周围所有能打的人，和我一起过去。”“是。”李叔低头应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里。虽然米兰很愤怒，但是头脑依然清醒，必须加快动作，万一让江家人发现了莫之泽。那另一边，江家大院，保镖的休息室中，不少的保镖都在吹着空调，刷着手机，翘着二郎腿。但是突然其中的一个人坐了起来，眼神仔仔细细地盯着手机屏幕。能在这里当保镖也都不是吃干饭的，身上没有两把刷子，
也根本没脸待在这里。洞察力就是其中之一。他拿着手机，立刻就站了起来，直接走到了外面。哎，你干嘛去啊？现在还没到换班时间呢。旁边的人开口说道。这个保镖拿着手机，直接就找上了站在别墅旁边的徐管家。此时的徐管家紧紧地皱着眉头，平常慈祥和蔼的那个老爷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保镖拿着手机走到了他的面前，徐管家也看见了他，开口说道：有什么事吗？保镖将手机放到了他的面前，然后在他的耳边说着一些话。徐管家看到手机中的内容之后，眼神紧紧地盯着屏幕，神色大变。许忠连忙跑到了房间之中，向江涛汇报这个情况。别墅内，江涛的眉头紧锁，右手端咖啡，左手端底，咖啡放到嘴唇处，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放回到了桌子上。这么长时间了，竟然没有一点小莫的消息，难道他还能凭空消失了吗？江涛的内心暗想。突然许忠小跑地走了进来，神色之中满是激动。江涛见此，开口说道：怎么了？语气非常的平静，其中还带着几分的威严。江涛就是这样，不管任何时候，他都能保持一家之主的那种从容不迫。许忠走到江涛的身边，微微的低头，随即开口说道：家主，有贵的消息了。徐管家满是岁月痕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真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江涛，说话的声音都忍不住的大了几分。另一边，在周晴送走医生之后，他转头看了一眼莫之泽，少年此时依旧躲在桌子后面，害怕的看着周晴。周晴曾经说过，要让莫之泽一辈子只有在他的施舍下才能活下去，但是如今的少年好像真的变成了这样，真的只有在他的施舍下才能活下去。但是周晴看着少年如今的模样，内心竟然感觉有一些的心疼，甚至一丝的愧疚。现在他的脑海中，那道蛊惑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平时魅惑的脸上，如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表情。最后他深深的叹息了一声，慢慢向着少年的身边靠了过去。但是随着他越靠越近，莫之泽双眸之中的惊恐就更加的明显，浑身也颤抖得更加的厉害，呼吸也变得更重。但哪怕是这样，少年依旧不敢拿起身边的东西砸他，因为害怕。他对周晴的害怕要超过所有人。周晴绕过了桌子，走到了他的身边蹲下，狐狸般的眼眸直直地看着他。少年吞咽了一口口水，嘴中的牙齿都在打颤。周晴轻启红唇，开口说道：小莫，你还记得我吗？声音很平静，也很温柔。这还是周晴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但莫之泽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依旧是惊恐地看着面前的人。周晴和他的距离很近，就在周晴还想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自己头顶的上空突然传来飞机螺旋桨的声音。起初周晴并没有在意，但是过了一会，声音一直处在上空。周晴好像意识到有些不对，柳叶般的眉头皱了皱，内心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随即他站起身来，转身走出了居民房，然后就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人站在距离门口10米的位置处。这个中年人站得笔直，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满头的白发再搭配长长的胡须，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来人正是江家大院的管家许忠。许忠的头顶有着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盘旋，飞机的气流吹起了地上的沙石，刮起了阵阵的狂风。许忠的神色有些冰冷，就是眼前的这个妮子绑走了自家的姑爷。他的内心暗想：第67，我终于找到你了。周晴看着面前身穿西装的老人，内心隐隐约约有着不好的预感，开口说道：你是谁？许忠看着周晴，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丝毫不把眼前的妮子放在眼里。他直接将双手别在身后，一步一步地向着周晴慢慢地靠近。小妮子，就是你将我们家姑爷带走了，胆子当真是不小。许忠开口说道：什么姑爷？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没事，还请你离开，我这里不欢迎你。周晴说道。周晴是真的不知道眼前的人在说什么，什么带走了他家的姑爷，他根本听不懂。许忠听见周晴说的话，嘴角微微的勾起，然后冷笑了一声。他以为周晴是在装傻。既然如此，两人之间的距离一直在慢慢的缩短。周晴见此，冷声开口：别再靠近了，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但是许忠却置若罔闻，根本不在意，沧桑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突然，周晴举起自己的右手，伸出食指指向了面前的老人，红唇微动：这是你自己找死，都给我上！话音刚刚落下，居民房的周围草丛立刻就传出了动静，顿时8名身穿夜行衣、脸上戴着面具的人直接就将许忠围了起来，二话不说立刻开打。但是在一瞬间就有一名夜行者倒飞了出去，直接撞到了墙上。
发出一声的闷响，然后昏死了过去。随即没一会，剩下的7名夜行者一个接一个的飞了出去。许忠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身影却非常的快，甚至出现了残影，根本不像是人力能达到的。许忠穿梭在这几人的周围，没一会几人就全部倒在了地上。远处的周晴看见这一幕，狐狸般的眸子忍不住的瞪大，脸上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神色。这8名夜行者是他精心挑选的死士，实力之强，那更不用说，已经保护了周家4年，他们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以一敌百都不在话下。但就是这么强悍的几人，却在短短1分钟内全部被一个老头子解决。如果不是周晴亲眼所见，那他根本不会相信。此时许忠拍了拍自己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尘，平静的开口说道：妮子，你还真的以为我是什么普通的老头子啊？在整个河津省内，能打得过我的，我还没见过。说完，许忠直接向着周晴冲了过去，身影之快，根本无法用肉眼捕捉。周晴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瞬间就被掐住了脖子，老人直接就将他提了起来。周晴脸颊被憋得通红，表情异常的痛苦，双腿也不断在扑腾着，一直在不停的挣扎。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被人这般掐着脖子，一股强烈的恐惧感在他的心底蔓延开来。随着老人的手正在慢慢的收紧，眼看周晴就要香消玉殒，挣扎的动作也渐渐的迟缓下来。周晴也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里的时候，突然许忠看向身后，脸色立刻大变，直接一把将手中的人甩了出去，然后瞬间转身摊开手掌，空手接白刃般的将身后刺过来的刀接住。许忠抬头看去，发现来人戴着面具，身高1.9米，要高出他半个头。来人握住刀疤，还在不断的用力。许忠能感觉出来，来人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只不过想要胜过自己，还差点火候。许忠全身发力，直接将刀推向了一边，然后一脚踹了过去。来人用胳膊挡住了那一脚，两人的距离也被这一脚直接拉开。紧接着两人同时站稳，随后再次扭打在了一起。高手之间的对决根本看不清动作，你来我往，拳脚相对。只不过没一会，手持匕首的人就有些渐渐的落入了下风。又过了一会，许忠看准了时机，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上面。这次他没防住，直接就倒飞了出去，但是这个方向刚好让他倒飞进了居民房内。手持匕首的人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但是他的余光发现了房间中还有一个人，转头看去，刚好那个少年也随着动静转头看了过来。两人对视的一瞬间，那个少年立刻就大叫了起来，连滚带爬的跑到桌子后面，浑身颤抖，眼神惊恐的看着手持匕首的人。但是手持匕首的人看见少年的一瞬间，立刻就开口说道：小莫，我来救你了，我拖住外面的人，你赶紧走。可是少年根本听不懂，一直傻傻的看着他。随后许忠突然闯了进来，他也看见了躲到桌子后的人，内心暗想，姑爷果然在这里，但是必须要把眼前的这个人解决了，才能带他走了。随即许忠转头看向了面前的人，开口说道：你到底是什么人？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这片犄角旮旯的，你如果能现在离开这里的话，我可以不追究之前的事情。许忠不想和眼前的人过多纠缠，男人冷哼一声，随即将手中的刀转了一圈，接着又再次的摆出了格斗的姿势，右手反握匕首，刀口向外。就在两人再次要开打的时候，门外再次的闯进来了一个人，也是戴着面具，只不过手中什么都没拿。许忠一眼就看出此人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来人进来之后，直接一拳就向着许忠招呼了过去，两人立刻就扭打在了一起。随后手持匕首的面具人也加入了战局，一瞬间许忠就落入了下风。见到了这场景的莫之泽直接就叫了起来，捂着自己的耳朵，蜷缩在了桌子后面。噗嗤，砰！许忠在两人的夹击之下，右胳膊直接就被划伤，左侧脸颊也挨上了一拳。但是两人并未放过他，接着再次的冲了上去。这样拳如雨点的情况下，许忠根本不是对手。很快他的身体就有着多处的伤口。就在手持匕首的男人准备解决他的时候，房间内再次的闯进了一个人。来人年纪30多岁，身体站得笔直，负手而立，一身的白色休闲服。来人竟然是江涛。戴面具的两人视线直接就落到了来人的身上，看见来人之后，两人并未放在心上，因为江涛并不像是会武功的样子。江涛进来之后，先是看了看遍体鳞伤的许忠，紧接着视线看向了角落中惨叫的少年，在看到少年的那一瞬，他的眼神变了变，最后才看向了身前的两人。看见家主来了之后，许忠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他知道面前的两人已经不足为惧了。
随后许忠直接就率先对着拿匕首的那个人冲了上去。江涛也是没有犹豫，他神色平静，直接撸了撸袖子，随后直接就和赤手空拳的那个人打了起来。本来以为江涛不会武功的面具人，一时之间都懵了，因为他发现江涛的实力和长相不符合。没过一会，江涛直接一拳头打在了那个人的脸上，后者直接就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到了墙上。飞出去的人面具直接就碎掉了，露出一张黝黑的脸颊，嘴角也流出了血迹。江涛并不认识。随后许忠也将这个拿匕首的人击退了。两人眼看大势已去，也没有再继续硬撑下去，直接就离开了这里。许忠还想要上前绞杀，但是江涛却阻止了他，开口说道：算了。许忠见此也就放弃了追踪。随后江涛向着角落中的莫之泽走了过去。此时的莫之泽还在捂着自己耳朵尖叫。江涛一步一步走到他的身边蹲了下来。小莫，我终于找到你了。江涛微笑的开口说道。少年感觉身后有人，转头看去，在看见江涛的一瞬，他就如同见了鬼一样，眼神中充满了害怕，大叫着往后退去。退到墙角之后，他蜷缩着身体，双手抱住头，全身是止不住的颤抖。江涛看见少年这副模样，只是笑了笑，开口说道：不用装了，就算装疯也没用。江涛以为莫之泽故意装成了这副模样，他站了起来，转身对着许忠开口说道：带走。然后他就径直的离开了这里。许忠微微的扶手，随后慢慢的走向了角落中那道颤抖的身影。第68，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了。啊！少年被许忠直接扛到了肩膀上面，随后许忠转身就向着外面走去，而在其背后的莫之泽则是在不断的挣扎，嘴中还在不停的呢喃：我不能走，会死，我会死的。听着少年口中一直不停的胡诌乱语，而且还非常的不安分，许忠也没了耐心，直接将其放下，瞬间一记手刀打在了他的脖颈上面。少年立刻双眼泛白，晕了过去。这下安静多了，许忠嘴中说道，随后再次的将他甩到了自己的肩膀上面。很快两人就回到了江家大院。在后院飞机降落之后，两人就都走下了飞机。江涛转头对着许忠开口说道：许伯，你辛苦了，这段时间你可以休息休息了。是该休息休息了，许忠说道。毕竟他受的伤很重，换作是圈外人的话，可能早就已经爬不起来了。莫之泽被江涛安排放到了江如雪的房间内，说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做完这些的江涛坐在沙发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终于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他的内心暗道，江涛的嘴角也终于挂上了笑容。身价几千亿的大佬，讲真，能让其笑的事情真的不多。另一边，莫之泽之前所在的居民房前，一道窈窕的身影倒在那里。这个人就是周晴。周晴的睫毛微动，狐狸般的眸子缓缓地睁开，他撑着身体慢慢地坐了起来。但是就在那一瞬，喉咙处就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感。他伸手揉了揉，然后扭头环视周围，最终视线落到了少年之前所居住的房内。房门已经彻底的报废。周晴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然后微微的弯着腰，踉跄的向着房内走去。走进房内之后，和他预想的差不多，房间内乱糟糟的，家具全部都已经彻底的报废，墙上和地上也多多少少都有些血迹。少年也早就已经不知去向。虽然他的心中早有预料少年会消失，但是当亲眼的看见的时候，内心还是忍不住的会失落。难道我是喜欢上他了吗？他的内心暗想。可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来自己刚开始的打算就是将他抓来折磨他一辈子，但是到头来自己却好像喜欢上了他。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呀？周晴有些迷茫，他的目光看了看之前的少年带着的那个角落，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了过去，随后一屁股坐在了那个角落，将头靠在墙上，脸上的表情慢慢的变得苦涩。另一边，之前的两个戴面具的人正在路上狂奔，其中一个人的面具已经碎掉了，黝黑的嘴角正在不停的流着鲜血，另一个手中拿着匕首的人直接将脸上的面具摘下。此人竟然是米兰别墅内的保镖，是那个叫李叔的人。他的嘴角也有着微微的血迹，毕竟之前就挨了许忠几脚，受点伤很正常，毕竟普通人可能连一脚都撑不住。两人一前一后，直接就钻进在路边事先停好的车子旁边。进入到车后座之后，两人就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而在主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散发着成熟风韵的少女，是米兰。米兰转头看去，扫视他们的旁边，发现他们并没有将莫之泽带回来，而且各自的身上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米兰的表情很诧异，张开轻薄的红唇说道：李叔，涛叔，你们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情况吗？米兰很诧异，因为自己太了解他们的实力了，
在整个河津省内，能伤到他们的人屈指可数。米兰没想到他们在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他们竟然失手了，而且还受了伤。李叔开口说道：“萧姐，我们遇到了江涛和许忠，失手了。”李叔喘着粗气说道：“我知道许忠很厉害，单人不一定打得过他，但是你们两人联手。”米兰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本来我们以为是没问题的，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江涛竟然也是行内人，而且实力不在我们之下。那个皮肤黝黑的人喘着粗气说道：“什么？”米兰完全不敢相信，说谁会武功他都不会怀疑，但是江涛会武功，而且还这么的厉害，打死他都不信。但事实摆在这里，不由得他不信。米兰气愤地猛敲方向盘，如果莫之泽没救出来的话，他可能还不至于这么生气。如果是其他的人将其带走的话，他则是可以动用自己家族的能力去救人，但是却偏偏落到了惹不起的江家。那可是江家啊，整个省城的滔头企业啊，跺跺脚整个城市都要抖三抖的家族啊。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折磨，这种感觉真的很痛苦。小姐，我们都受到了很重的伤害，暂时先回去吧，之后我们再想办法将那个小子救出来吧。李叔说道。米兰应了一声，眼下也根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只能先暂时的撤离这里，回头再想办法。随着一脚油门踩下，车子立刻就驶离了这里。时间匆匆而过，转眼间天色就慢慢的暗了下来。江家大院的大门前，一辆超跑以80迈的速度开了进来，直接在别墅的门口来了一个帅气的漂移，车轮在水泥地上面留下了长长的黑色印记。咔嚓，主驾驶的车门打开，脸色微红的江如雪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路摇摇晃晃，很明显是喝酒了。今天的江如雪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短袖，短袖的下体很长，直接落掉了少女的大腿根处，下半身穿了一条黑色安全裤，头上扎了一个高马尾，脸颊两侧用碎发修饰，外加一双显高的品牌鞋，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活力。但事实却与其相反，少女非常的颓废，身体也消瘦了不少，漂亮的眸子中暗淡无光，虽然依旧很漂亮，但是却少了一份活力和对未来的向往。在莫之泽消失的这段日子里，他整天借酒消愁，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今天还酒驾，直接一路超速的开了回来。在江如雪一路摇摇晃晃的走进把别墅内后，随着一阵的强光袭来，视线经过了短暂的失明。在他恢复之后，他就看见江涛一脸微笑的坐在沙发上面，江涛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右手拿着一杯咖啡，一口一口的小抿。在看见自己的女儿回来之后，江涛立刻就放下了手中的咖啡，看着自己女儿的样子，今天又是喝得大醉。江涛慢慢的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向着少女走了过去。走到其身边之后，江涛开口说道：“小雪，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包你喜欢的那种。”说完，江涛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自己将礼物放在了他的房间之后，随即江涛就转身离开了这里。对此，少女暗淡无光的眸子没有任何的变化，因为礼物这种事情，江涛已经送给她太多了，或许除了他的泽哥哥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让其心动了。随即江如雪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卧室走了过去。咔嚓，房门打开，少女慢慢地走了进去。在将卧室的水晶灯打开之后，她看见自己的床上躺着一个人。第一眼江如雪还以为自己的父亲想让自己放弃莫之泽，特地的给自己送了一个男人过来。但是江如雪盯着床身的身影看了一会之后，发现床上的那个人好像有些眼熟。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当再次的看过去的时候，她彻底的看清了床上的人。哥哥，少女颤抖的说出了这两个字，她的眼眶中立刻就积满了泪水，一滴滴的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流出，划过她白皙的脸颊。哥哥，少女再次的大叫了一声，整个人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少女紧紧的抱住了床上的人，用力的揉搓，就好像要将少年揉进自己的身体一样。然后少女张开了粉嫩的唇瓣，直接就吻了上去，甚至她还伸了舌头。莫之泽在被送进来之前，江涛就已经让人将其洗得干干净净，还给其换上了一身得体的衣服。经历将近3个月的摧残，少年帅气的颜值依旧不减。但是就在江如雪沉醉在这其中的时候，莫之泽睫毛微动，双眼慢慢的睁开。在他醒过来的一瞬间，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而且嘴中还有什么东西正在里面不停的搅和，那种感觉很舒服，软软的，滑滑的，还伴随着一阵的茉莉花香。当莫之泽看清楚面前的东西时，他立刻就大叫了起来，然后直接就将身上的人推开了。
慌张地爬下了床，四肢着地，不断地扑腾。他想离开这里。现在的墨之则依旧是那个遭受到惊吓而变成疯子的人。就在墨之则刚刚爬到门口的时候，江如雪突然就再一次的扑到了他的身上，直接就将其反转了过来。此时少女的神色有些痴狂，她将少年翻过来按倒地上之后，嘴中不停的在说着：“你不能离开我，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哈哈哈哈！啊呀！少年此时的脑袋本就因为惊吓被吓坏了，现在看见将自己按到的少女这般模样，他变得更加的害怕了，身体抖如筛糠，甚至直接哭了起来，豆大的泪珠顺着他的眼角滑落。江如雪直接开始暴力的撕扯他的衣服，撕拉啊！衣服撕碎的声音和莫之泽的哭声混合在了一起，还有少女癫狂的声音。一时之间，少女的闺房内春光无限。第69，精力旺盛。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折腾之后，两人都疲惫的倒在了床上。莫之泽也早就没有力气嚎叫了，四肢根本用不上力气，这只能怪少女的精力太旺盛了。少年根本承受不住，莫之泽的嘴中不停的在发出呻吟，额头上满是汗水。自从疯掉之后，莫之泽这还是第一次在旁边有陌生人的情况下这么的安静。反观江如雪，她嘴角带着微笑，嘴中不停的在喘着粗气。她紧紧将莫之泽抱在怀中，两人就这样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哥哥能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哥哥喽！江如雪趴在少年的胸口呢喃的说道。女人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迷恋上这种感觉。一个星期至少2次，莫之泽消失了3个月，江如雪也憋了整整3个月，体内的火气可想而知到底是有多大。可能是憋了太长的时间没有发现，少女的体内再次的生出了一股火气，看向少年的眼神再次变得炽热，眼眸也变得迷离。随即少女立刻坐了起来，江如雪舔了舔自己粉嫩的红唇，然后喉咙涌动了一下。少女爬起来之后，莫之泽的胸口得到了短暂的放松，但是还没有等他呼吸几口新鲜口气，江如雪直接一个饿虎扑食扑到了他的身上。啊！到了隔天之后，佣人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早饭很丰盛，外地进口的牛肉，仅仅1块的价格就要佣人整整1个月的工资，难以想象，富人的生活是他们永远想不到的。江涛坐到了主位上，左手持叉，右手持刀，安静地吃着盘子中的牛排。可以看出，将莫之泽找回来之后，江涛的心情好了不少，神情也没有那么严肃了。没过一会，突然在江如雪的房间中，一个少女推着一把轮椅走了出来，轮椅上面坐着有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莫之泽。因为少女的精力太过于旺盛，导致两人昨晚大战了一夜。江如雪倒是没什么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女人没什么副作用。她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身上的穿着依旧是昨天的那身衣服，只不过并没有扎头发，让其自然落在双肩。反观莫之泽，表情极其的痛苦，浑身使不上一点的力气，眼神惊恐地看着周围，整个人看上去就是瘫痪在床的残疾人一样，出行只能用轮椅。他的穿着也还是昨天的那一身衣服，只不过发型有些凌乱，就像是刚起床一样。少女推着少年来到了餐桌旁边，将轮椅固定好之后，少女就随手拉过一个凳子，坐在少年的身边。江如雪很贴心的将牛排切好，然后送到莫之泽的嘴边，只不过他并没有张嘴，而是惊恐的看着他们。如果不是因为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少年早就张嘴嚎叫起来了。少女见此，只是微微一笑，她将牛肉放回到了盘子中，然后转头看向了江涛，张开粉嫩的红唇说道：“爸爸，你吃好了吗？”声音很清脆。差不多了。怎么了？江涛不知道少女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声音中有些不解。随后只见少女伸出一只粉嫩的小手，小手握拳伸出食指，然后少女带着微笑的指了指外面，意思是让江涛出去一下。江涛是一个聪明人，一眼就看出少女手势的意思，但是他也只能无奈的感叹了一句：“女大不中留，有了老公就忘了爹啊。”然后江涛站起了身体，含有深意的看了两人一眼，随后离开了这里，走出了别墅。江如雪见到江涛离开之后，然后回头环视了一圈别墅内，发现就只剩下了他和他的泽哥哥了。他看向少年的眼神立刻就变得放肆起来，脸上还带上了痴女般的笑容。他先是将头慢慢的靠近少年，然后在其耳旁轻轻的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泽哥哥，我知道你很饿，但是你不用着急，我现在就喂你。”耳边传来湿热的感觉，并不好受，有些痒痒的。莫之则有些难受，想要抬起手臂抓一抓，但是刚微微一用力，全身立刻就传来撕裂般的痛感，
完全不敢动。随后将如雪插起一块牛排放到了自己的嘴中，用力的将其嚼烂之后，直接就对在了莫之泽的唇瓣上。少年立刻就瞪大了眼，嘴中发出呜呜的声音。少女在给少年喂食的途中，少年不愿意张嘴，他就会像是接吻一样，伸出自己的舌头去掰。至于为什么不用手直接捏住少年的脸，这样明明可以更方便的将他的嘴打开，因为第70亲我。过了差不多将近10几分钟之后，桌面上的一整块牛排已经被彻底的吃完。江如雪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纸给轮椅上的人擦了擦嘴，擦完之后，江如雪继续使用这张纸巾放到了自己的红唇上面。看着自己旁边的这个少女，莫之泽的脑海中一些记忆的碎片浮现，只不过零零散散，根本凑不出一个完整的画面。吃完东西之后，少年的身体明显好转了一些，嘴中慢慢的在发出呻吟，身体也可以微微的用上一些力气了，但依旧很疼。随后江如雪在擦完嘴之后，转头就看向了身边的人，眼神中是止不住的贪婪。莫之泽现在的这个样子看上去非常的好欺负，身体瘫痪，四肢无力，外加上英俊帅气的外表，可能是个女人都想要将其按倒在地上，好好的蹂躏一番，绝对是女人戒色之路上的第一大杀器。当然，少年的这副模样可把他身边的江如雪迷死了。刚刚吃完早饭的少女一直在咽口水，江如雪现在真的连把莫之泽吃了的想法都有。少女晃了晃小脑袋，然后推着轮椅带着少年走出了别墅。说实话，江如雪现在的这个样子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超级的大色批。虽然这是在自家的别墅内，但这也是大庭广众之下，她竟然还时不时的在少年的身上揩油，不是在少年的嘴上亲2下，就是将手伸进他的衣服中摸一摸，丝毫不在意周围的庸人异样的目光。江如雪推着莫之泽来到两人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公园，少女将莫之泽放到了公园的躺椅上面，然后自己坐在了旁边，小脑袋靠在其肩膀上面，双手环抱住他，嘴角带着甜蜜的微笑。疯癫之下的莫之泽忍着剧痛微微的挣扎，他害怕所有人，至始至终他的眼神中都一直带着惊恐。感受到少年的挣扎，江如雪微笑的表情有些凝固，内心也有些不爽。其实在这之前，江如雪内心的打算是，如果能将莫之泽抓回来的话，就彻底的将其腿脚打断，以便他再也不能逃跑。因为在两人举办婚礼的时候，少年莫名的消失，那个时候江如雪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什么都不想，一心就认为是少年自己逃跑了，抛下了他，根本不去想以莫之泽当时的情况能不能跑。暴虐的想法充斥在他的脑海中。但是好在后来江涛和他解释，应该是有人将莫之泽带走了，否则以少年当时的身体情况根本跑不掉。听完父亲的这番话，少女脑海中的那股杀意和恨意还有暴虐才渐渐的消散。否则在莫之泽被抓回来的头一天晚上，他的4肢可能早就被废掉了。回到现实，江如雪内心的不爽只存在了一瞬，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少年依旧是在不断的挣扎，口中还在呻吟。少女不喜欢少年反抗她，是非常的那种。见此，她的脸上也没有了笑意，脸上的神情也变得有些寒了。川剧变脸，翻脸如翻书。少年看见身边少女的表情之后，内心不由得更加害怕起来，眼神也更加的恐惧。少年的喉结涌动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尽自己所能的逃离这里。但是少年还没动几下，身边的少女直接面对面环抱住了他，可谓真的是贴脸。两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在莫之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少女直接张开粉嫩的唇瓣，直接就吻了上去。呜呜软软的触感传来，或许这一刻是众多男同胞幻想过最多的场景。美人在怀，死而无憾。莫之泽挣扎了一会，随后脸上就开始慢慢的变红，因为江如雪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少年被抱的几乎喘不上气，脸颊也被憋得通红，他的脸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而且江如雪在亲嘴这一方面也是丝毫不留情，往前对的力气用得太大，就连莫之泽嘴角都流出了鲜血，他都没有在意，紧紧地闭着自己的双眼。他自己倒是很享受，莫之泽却快要被他玩死了。等到少女心满意足，放开抱着的人之后，少年直接因为缺氧而导致晕了过去。时间匆匆而过。另一边，米兰带着自家的2个身受重伤的保镖回到别墅内之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地靠在沙发上面，双眼紧闭，头向后仰，用手捏着鼻梁，可见米兰此时是有多么的心烦。唉，到底该怎么办啊？米兰丧气地说着。现在的米兰一想到曾经救了自己的恩人，现在却在受苦受难，内心就难受至极。米兰睁开了双眼，他
他准备去求助自己的爷爷。自己的爷爷混迹社会多年，不管是武道界又或是商界，老爷子都有经历，或许能从老爷子那里借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人。想到此处，米兰立刻就站了起来。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坐以待毙。此时在周家的别墅内，莫雅和周晴相对坐，他们面前摆放着一张玻璃茶几，还有几杯茶水。莫雅板着一张脸，因为他对眼前的这个人提不起一丝的好感。周晴的嘴中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之前居民房发生的事情。听完周晴说的话之后，莫雅的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在听完整件事情的过程之后，莫雅一时之间气昏了头，根本不考虑后果，直接拿起茶几上的茶水对着周晴的脸泼了过去。周晴也确确实实被泼了满脸，只不过周晴却并没有生气。现在的她，内心的邪恶早就已经彻底的消除了。现在的她很正常，她也知道是自己对不起眼前的女孩，所以并没有生气。砰！杯子被莫雅直接摔到了地上，她眼神愤怒地看着周晴，此刻真的是恨不得扒了她的皮。要不是她，自己和哥哥又怎么会落得今天的这个下场？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小莫，他曾经救了我，但是我却做出了这般恩将仇报的事情，我无往为人。周晴愧疚地说道。莫雅没想到前2天还对着自己叫嚣的人，今天竟然会这么的低声下气，但是莫雅的嘴却并没有留情，直接大吼地开口说道：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会自己弥补自己的过失。对不起。周晴看着莫雅真诚地说道，或许是看到了周晴眼中的那份真诚，这声道歉你应该和我的哥哥说，而不是我。莫雅说完，随后立刻转身离开这里，因为自己的哥哥已经不在这里了，自己也没必要再继续的待下去。随即莫雅就转身走出周家的院子。走到外面之后的少女一时之间非常的迷茫，她很想去救莫之泽，但却不知道该怎么救。自己没人脉，没背景，什么都没有，除了莫之泽简直一无所有。现在连莫之泽都没了，什么都没了。莫雅想到自己的哥哥应该是被他的那些仇家抓走了，现在肯定在遭受非人般的折磨，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他再一次的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废物。哥哥被周晴抓的时候自己没用，现在哥哥被别人抓了，自己依然没用，自己真的是一个废物。豆大的泪珠不禁从他的脸颊滑落。江家的别墅内，莫之泽的睫毛微动，双眸慢慢的睁开，眼神打量着周围。周围有些眼熟，但现在的莫之泽可根本不记事，他眼神迷茫的看着周围。因为已经休养了一段时间，莫之泽现在的身体已经可以用上很大的力气了。他想要爬起来，但是却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在转头的一瞬间，啊！他直接就嚎叫了起来，因为江如雪睡在他的身边，双手抱住了他，美眸紧闭，睡得很是香甜。少年现在真的是对身边的这个人害怕的不得了，因为他总是有意无意的折磨自己。莫之泽直接就摔到了床下，在身体着地的一瞬间，他就像是一条狗一样的在扑腾，眼看就要扑腾到了门边，他的脚腕却突然被一只纤纤玉手抓住了。他回头看去，是刚刚的那个人拽住了自己，并且江如雪看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吓人。莫之泽直接就哭了起来，然后回头用手去掰那只抓住自己的手，边哭边结结巴巴的说道：放开！呜！江如雪直接一把将莫之泽拽到了床上，然后将其压在身下，按住其四肢，不让他乱动，微微的皱着眉看着他。江如雪也终于发现身下的人好像有些不对，为什么一见到自己就嚎叫呢？而且走路都走不好，像狗一样，四肢着地在地上爬。看着身下不停嚎叫乱动的人，江如雪突然脸颊靠近，然后露出了一副很凶的表情，大声说道：不许哭！果然这一嗓子有用，莫之泽当场就吓得愣在了原地，身体在不断的颤抖，嘴巴微张，双眼瞪大的看着眼前的人。见此，江如雪的嘴角露出了一个弧度，看来自己猜的没错，自己的泽哥哥是精神上出了问题，怪不得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的呢，而且一动不动就哭。江如雪的内心暗道，江如雪的内心突然就有了一个阴暗的想法。她慢慢的坐了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少年，声音冰冷的开口说道：坐起来。莫之泽害怕的看着眼前的人，真就慢慢的坐了起来。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我叫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听明白了吗？江如雪的声音很冰冷，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吓住眼前的人，对付这种智力方面有障碍的人。少女可是很会拿捏的。莫之泽看着少女没有说话。好，过来，主动亲我。少女开口说道。少年眨了眨眼睛，但是下一刻，啪，一个清脆的巴掌声音传来，
少年的脸颊上直接就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记。第71，不许哭！一巴掌落到少年的脸上之后，他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之后，少年憋着嘴就想哭，但是还没等他哭出声，江如雪直接一巴掌再次的甩到他的另一边脸颊，然后伸手指着他说道：“不许哭，否则……”说完，少女瞪着眼看着他。少女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她就是要给面前的少年留一些悬念。人往往对未知的事情才会感到害怕，明知道他会打你，但是却不知道他会怎么打你。而莫之泽现在已经彻底的疯了，智力低下，就连几岁的小孩都不如。江如雪这番话对他更具有效果。果真，少年不敢哭下去，而是身体有些发抖的看着面前的人。江如雪再次的冰冷的开口说道：“亲我，快点！”听见这番话的莫之泽也不敢过多的迟疑，便缓缓的向着少女的唇瓣靠近。莫之泽虽然已经疯了，但是别人说的话他是可以听得懂的。啪！啊！江如雪再次的一个巴掌甩到了他的脸上，这一巴掌的力气有点大，少年的身体直接就倒向了一边，捂着被打得有些红肿的脸，张着嘴不停的嚎叫。他很想哭，但是因为少女刚刚说过不让他哭，他不敢，所以只能嚎叫。少年脸上的表情有些委屈，江如雪直接拽着他的衣领将其拽了起来，然后贴着脸，双眼凶狠地看着他，大声地说道：“不许叫，也不许哭，总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有别的动作，听懂了没有？”少年憋着嘴，双眼瞪大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俏脸，浑身都在轻微的颤抖。听到少女说的话之后，木讷地点了点头。江如雪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老天给自己的机会，必须让他害怕自己，害怕到骨子里的那种，对自己的话绝对服从，不敢迟疑。这样的话就能将其一直牢牢地锁在身边。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打你吗？江如雪开口说道。少年没有说话。见此，少女再次的开口说道：“因为你太慢了，要快一点，不能迟疑。”少女一把松开了他，再次的开口说道：“好，我们再来一次，记住我刚刚说的话，亲我。”现在这次少年的速度倒是很快，直接就对着少女的唇瓣亲了上去，蜻蜓点水般的离开。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举动再次的触到了少女的逆鳞。啪！少女再次的一巴掌扇了上去，这回知道自己错哪了吗？她询问般的开口说道。莫之泽见此，捂着自己的脸，表情更加的委屈。整整一天，两人都待在了房间之中，根本没有出来过，就连饭菜都没有吃。而且少女的房间中时不时就能听见一些拳打脚踢的声音，而被打的人根本不敢出声。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江如雪终于打开了房门走了出来，秀丽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然后伸了一个懒腰，她缓缓地往餐桌旁边走去，在其身后，一个怯懦的身影慢慢地从房间中走了出来。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莫之泽。不得不说，江如雪这种残暴的教育方法是有用的。少年低着头，双手紧紧握住，放在了小腹的位置，上身穿着白色短袖，下身穿着一件全黑的长筒裤，脚上则是踩着一双普通的黑色拖鞋，发型也是被好好的打理了一番，3七侧分，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帅气，很有韩国欧巴的那种感觉。只不过仔细看去，可以看见他的两侧脸颊上还有一些未消散的巴掌印记，身影也有些怯懦，特别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么看上去气质全无。但是江如雪可不在意这些，只要莫之泽听话，不会离开他，这比什么都强，气质外貌什么的通通可以不要。江如雪转头看着身后的人，她还是比较满意的。随后江如雪转头率先坐在了餐桌上面，桌子上早就摆满了丰盛的美味佳肴，她并没有动筷子，而是再次的转头看向了身后的人。莫之泽一瘸一拐走到餐桌上面，抬头看了看身前的餐桌，然后从旁边随手拉过了一个凳子，放到了少女的身旁，然后自己坐了上去。他也并没有动筷子，坐在凳子上之后，他就一直低着头。江如雪看见这一幕，脸上的笑容不禁更盛。坐了一会之后，江如雪笑着对莫之泽开口说道：“抬头看我。”少年也不敢迟疑，立刻就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少女伸出舌头舔了舔粉嫩的唇瓣，开口说道：“亲我。”少女声音传出的一瞬，莫之泽就如同机械一般，毫不犹豫的就亲了下去。在亲了一会之后，少女轻轻的嗯了一声。少年见此，直接就分开了唇瓣，然后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江如雪再次的舔了舔唇瓣。不错。少年听到少女的回答，并没有什么动静，
依旧低着自己的头。好了，可以吃饭了。莫之泽听见之后，缓缓地抬头，小心翼翼地拿起面前的叉子，插起距离自己最近的一片青菜，送到口中咀嚼，声音不敢太大。第72聚会。见到这一幕的江如雪内心甚是高兴。就在两人安安静静地吃着午饭的时候，嘟嘟，江如雪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少女拿出手机放到耳朵上接听之后，手机中立刻就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好像是在 KTV 中，但是少女依然可以听见其中的声音，是一个女生。因为周围太过于吵闹，手机中的声音断断续续，在交谈了一会，最后只听江如雪说了一声好，然后就挂断了电话。随后她转头就看向了旁边正在小心翼翼吃饭的少年，她微笑的开口说道：晚上和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等一会我给你打扮一下。莫之则转头对上了少女的眸子，眼神中充斥着害怕和怯懦，还有一些不解，因为他听不懂少女话中的意思。江如雪见此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吃吧，没事。少年见便想继续吃饭，但是就在转过视线的一瞬间，他的余光刚好看见了少女手机壳背面的一张照片，那正是他和江如雪的合照。照片中的两人笑得很甜蜜，脸上也都还充斥着青春的稚嫩。那时候两人之间的氛围并不像是现在这样。一瞬间，莫之泽的脑袋有些痛，又是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浮现，但他并没有在意，晃了晃脑袋，然后继续小心翼翼地吃着饭。在两人吃完饭之后，江如雪便带着他去了别墅内的试衣间，少女带着少年走到了别墅的2楼。因为莫之泽的腿脚不方便，江如雪直接将他背了上去。这期间，江如雪就像是一个痴汉一样，不断地在少年身上揩油，在他的屁股上使劲地揉搓。当然莫之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切，他并不敢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其实莫之泽也并不算吃亏，因为对于占便宜这方面来说，一般只针对于女性。上到2楼之后，少女并没有将少年放下，而是背着他一路弯弯绕绕，最终停留在拐角的一个房间之中。此时江如雪这才依依不舍地将其放下，放下之后还在其屁股上狠狠地揉捏了一把，但是他仍然感觉意犹未尽。随后少女舔了舔粉嫩的红唇嘛，然后开门走了进去。随着一阵的强光闪过，映入眼帘的是2排整整齐齐的衣服，衣服的款式非常的多，西装、短袖、衬衫应有尽有，而试衣间就在2排衣服的尽头，一眼看去至少有10几米。此时江如雪微笑的开口说道：你先去试衣间，我来给你挑选衣服。少女脸上的笑容有些意味深长，就像是布置好陷阱的猎人，一步一步地看着猎物掉进陷阱。莫之则根本不敢迟疑，直接一瘸一拐地向着试衣间走了过去。江如雪见此，直接随手就拿起了一件衣服，便跟在了少年的身后。过了一会，少年打开了门，直接就走了进去，少女也紧随其后走了进去。随后江如雪邪笑地将房门锁上了保险。我帮你换吧，你一个人不方便，少女说道。为了安抚少年，她还找了一个傻到不能再傻的理由，就像是在骗小孩一样。无所谓，只要能唬住眼前的人就可以了。江如雪的内心想到。少年也没有什么表示，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的站在那里。见此，江如雪将手中的衣服丢到了地上，然后立刻就开始去扒莫之泽的裤子。没一会，少年就被扒得光溜溜了。但是谁知就在此时，江如雪就像是一个饿狼一样，直接将他壁咚到了墙上，随后就开始上下其手。对此，江如雪内心不由得感叹，这样多好，不反抗的话，对大家都好，他也没必要上手来硬的。莫之则有些不解，他记得换衣服好像不是这样换的吧？少女还在不停的 like we 的，但是这好像并不是在换衣服吧？江如雪突然直接一把将莫之则甩到了地上，唇瓣嘴对嘴。但是就在途中，莫之则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反抗的念头，接着身体就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压在自己身上的少女。但也就是这一下，正在激情的少女突然就愣住了一瞬，迷离的眼神也恢复了。她看向身下之人的眼神，眸子中立刻就添上了几分的冷意。她竟然还敢反抗自己！少女的内心想到，这不由得让其有些生气。躺在地上的莫之泽也自然看见了少女那寒冷的眼神，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啪！少女直接一巴掌甩在了少年的右侧脸颊上面，而后直接再次的扑到了少年的身上，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眼神愤怒的看着他。啊！因为运动的过于剧烈，莫之则有些承受不住，下半身传来的痛感让其双眼紧闭，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江如雪自然也注意到了少年那难受的表情，但是他根本不在意。你记住了，
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啊！莫之泽的惨叫声回荡在整个试衣间。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这场剧烈的运动也终于停了下来。试衣间内，少年脸色苍白地躺在那里，双眼紧闭，眉头紧锁。虽然已经完事，但他的下半身依旧传来阵阵的剧痛，这种感觉真的难受。而江如雪则是满面红光，一副刚刚获得新生的样子。又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别墅外的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也差不多到了聚会的约定时间。此时，江如雪背着莫之泽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两人的身也都已经换好了衣服。江如雪穿的是一件法式白色连衣裙，头发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披在双肩。没办法，人家颜值能打，就算是套一个麻袋在身上，依旧是人群中的焦点。莫之泽上身一件棕色 T 恤，胸口前还有几个英文字母，下身一条白色宽松的休闲裤子，脚下穿着一对白色的安踏鞋。这次并没有搞什么发型，普通的齐刘海，只不过少年的脸上画了淡淡的妆容，虽然看着更加的帅了，但是江如雪给化妆根本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莫之泽的脸颊右侧还有着一个巴掌印记没有消散下去。化妆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给其遮住印记，以免聚会的时候被其他人看出什么问题。下楼之后，江如雪背着莫之泽直接就坐上了停在外面的跑车上，两人都坐在了后排。主驾驶位置上坐了一个江家的保镖来充当司机。随着保镖的一脚油门踩下，跑车就像是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而江如雪则是在后面和莫之泽说着一些悄悄话，声音有些冰冷，大概意思就是一种事先预告，回来之后就卸掉其一根手指。憨憨的莫之泽听到这样的威胁之后，本就毫无血色的脸颊更加的惨白，强忍着害怕不让自己哭出来，但他的眼泪还是不争气的从眼角滑落，身体也在微微的颤抖。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疯了的莫之泽竟然也生出一种想要逃跑的想法。少女的手段的真的是太吓人，甩他巴掌就算了，而且还不允许他哭，更不让他喊，而且不过短短1天，还要卸掉他的一根手指，这是人能干出的事情吗？砍手指的主要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少年在试衣间的途中反抗了他。江如雪最讨厌的就是莫之泽反抗他，不管怎样，一定要给其一个深刻的教训。这次就是先砍掉其一根手指，下回如果还有的话，就打断他的另一条腿。不得不说，江如雪在莫之泽回来的短短几天之内就变了很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残忍。或许是看见少年疯了，在1天之内，他从少年身上尝过以前未曾尝过的甜头，让他变得有些欲求不满了。就在快要抵达聚会地点的时候，江如雪拍了拍少年的肩膀，随后在其唇瓣上深深地落下了一吻，然后发出咯咯咯的笑声，笑声是那么的清脆好听，就像悦耳的铃声一般。但是这个声音传到莫之泽的耳朵中，就像是恶魔的低语一般，在告知他，今晚这个聚会过后，他就会失去一根手指。杀！随着保镖的一脚油门踩下，江如雪拽着有些愣神的莫之泽下了车。被少女拽着的少年有些恍惚，那些从前记忆的碎片再次的闪过，但是仍然不完全。莫之泽晃了晃脑袋，然后看向了面前的聚会地点，一夜 KTV。 他有些不想进去，腿脚的速度本来就不快，现在更加的缓慢。江如雪回过头来，也察觉出少年的抗拒，再次冷笑一声，开口说道：如果你再继续这样慢吞吞的，那今晚回去之后我就砍断你的另一条腿。森冷的声音传来，这一招也确实对莫之泽管用。听完这番话的少年立刻就被吓了一跳，瞬间就不敢再迟疑了。少女直接很轻松的就将其拽了进去。进去之后，江如雪直接就带着他乘坐电梯上了2楼。一上到2楼，立刻就看出了周围的不同。2楼的整个大厅都被人包场了，一个巨大的氛围灯在头顶旋转，几种颜色不停在头顶切换。大厅中央一群人正在那里跳舞，玩得不亦乐乎。周围的桌子上面摆满了酒水。当莫之泽和江如雪来到这里之后，周围的目光立刻就聚集了过来，立刻就从人中走出了几个女生，一上来就给了江如雪一个大大的拥抱。江如雪也笑着回应。在招呼完事之后，那几个女生的目光立刻就看向了莫之泽。哟，小雪，你这是在哪里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么帅气啊？对啊，也不介绍介绍。几个女生打趣的说道。那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我的男朋友。莫之泽。江如雪笑着开口说道。可以看出，这几个女生和他的关系是真的不错，而莫之泽则是至始至终都一直低着头，双眼中满是害怕。哎呦，你男朋友有点害羞啊。其中一个女生笑着说道。对，他的性格有些内向，不爱说话。江如雪回复道。第73，我要看你的整条腿。
在几个女生和江如雪交谈了好一会。江如雪之所以会来这里，也全部都是因为是看在眼前几女的面子上。在莫之泽消失的那几个月，江如雪由于心情太过于难过，经常和眼前的这几个女生出去蹦迪散心。只不过这次好像不行，因为江如雪将莫之泽带了出来。她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少年，随后便婉拒了几人。这几个女生见此，也都纷纷的露出了失落的神情。小雪，就玩一会吗？就一会，你男朋友的话，让他自己找个地方坐就行了，又丢不了。对啊，对啊，几个女生叽叽喳喳的说道。她们也确实是说对了。江如雪还真的是害怕少年丢了，同样的错误她不会再犯第二次。这里毕竟不是江家大院，上一次就是在外面，自己一时没有看好他，所以才出现了那种情况。所以他这次必须要谨慎。见江如雪是真的没有想要一起玩的想法，几个女生也就没有再继续的强求，只能对江如雪摆了摆手，随后转身离开了这里。几个女生离开之后，江如雪拽着身后的莫之泽坐到了沙发上面。之前两人在试衣间运动了很久，而且都还没有吃晚饭，现在的两人早就已经饥肠辘辘了。江如雪随手拿起了一根牙签，咂起了一块水果，放到嘴中，小口小口的咀嚼。这期间两人之间的手都还一直紧紧的握着。江如雪生怕一个不注意，少年就再次的消失了。此时的莫之泽的肚子也早就已经发出了不满，一直都在小声的抱怨，但他的脑子中一直在回想自己手指即将被砍的事情，根本没有一点胃口。江如雪转头看着身旁的少年，少年的头放得很低，看不见脸上的表情。见此，少女粉唇轻启，开口说道：“你怎么不吃啊？”声音中夹带着几分的冷意。少年一直在走神，根本没有注意少女说的话。毫无疑问，这番举动将再次给其带来一番折磨。少女见到自己说话，对方没有给予回应，内心当时就生出了一股极大的不爽。她丢掉了手中的牙签，纤细的双手直接捧住了少年的脸颊。莫之泽一直都在走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被少女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有些发懵，但更多的是害怕。对准少年的唇瓣，直接对了上去，力气用得很大。中间蹦迪的男男女女，有不少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只不过都并没有理会，因为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不就是人家小两口亲个嘴吗？但是没一会，少年就露出了难受的表情，因为他察觉到江如雪在咬他的嘴，一股刺激的血腥味在口中弥漫开来。莫之泽立刻就伸手去推，因为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一抹鲜血从少年的嘴角流出，随即一吻即分。只不过现在江如雪的神色更加的冰冷，都快能结霜了。少年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又惹到他了，所以在两人唇瓣分开的那一瞬，他就立刻的低下头，双眸之中满是惶恐，神色也是无比的紧张，嘴唇被咬得泛白。突然江如雪直接一把将其从沙发上面拖了起来，拽着他的衣领，将其拖向了厕所。1.65米的可爱少女却拖着一个将近1.8米的男人，这个场景不管怎么看都有些怪异。莫之则被少女直接拖进了男厕所，少女直接随即打开了一个门，然后将其拽了进去。这里的 KTV 还是比较高级的，用的都是马桶，并不是蹲便。莫之则一个踉跄被甩到了马桶上，紧接着他棱角分明的脸上瞬间就出现了一个巴掌印。砰！啊！打完一巴掌还并不解气，少女又在其胸口上踹了一脚。好在少女穿的不是高跟鞋，否则少年的身上可能会直接被踹出一个血洞。莫之则惨叫了一声，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胸口，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嘴角的鲜血一滴一滴地往下落着。少年的这副模样只能用凄惨二字形容，是真的惨不忍睹。紧接着这还没完，江如雪一脸愤怒地揪着他的衣领，直接拽到自己的面前，两人脸贴脸，呼出的气息对方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少女唇瓣微张，冰冷的声音传到少年的耳朵中：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记住，反抗我的下场是有多么的严重。我现在不砍你的手指了。莫之则清楚地听见了这几个字，不砍手指，难道是要放过自己了吗？但是少女接下来说的话让他如坠深渊，我要砍你的整条腿。听见这番话的少年双眼瞪大，小嘴微张，不敢置信的表情直接凝固在了脸上。第74人呢？将莫之则拖到厕所暴打一通之后，紧接着江如雪直接一把拽住他的衣领，莫之则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直接就被拖着走了，下半身直接与地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因为少年自己的身体原因，他想爬起来却根本爬不起来。少女的速度很快，莫之则的表情有些难受，他的嘴中一直在发出细微的叫喊声。周围正在蹦迪的人也都看见了这一幕，只不过他们都选择了冷眼旁观。
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这件事他们真的管不了。能来这种地方蹦迪的人，他们的家世一般不会差，只不过和江如雪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就算报了警之后，过不了多久，结果还是一样，所以他们也只能选择了视而不见。但是 KTV 的服务员有的还算是好人，也可能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江如雪是谁。只见有一个长相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年龄在20岁左右。在他看见眼前的这一幕之后，内心的正义不允许他坐视不理，他直接拿出了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说明了这里的情况。另一边，江如雪拖着莫之泽很快就走出了 KTV， 外面的地面可没有里面那么光滑，刚走了没一会，粗糙的地面直接就让少年的裤子变得破破烂烂。少女虽然发现了这一点，却并没有在意，这点伤和等一下的比起来，屁都不是，对少女是不算什么，因为受伤的不是她，但是对于少年来说，那可就不一样。摩擦皮肤产生的疼痛，让他根本承受不住。啊！少年发出嚎叫，紧接着就开始挣扎起来，只不过依然没有什么用处。少女的手臂力气大得出奇，就好像是一只铁钳一样。无奈之下，少年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实在是太痛了，他直接张开了嘴，一口咬在了少女的手腕上面。人都是肉做的，这一口下去不可能没感觉。感受到手腕上传来的异样，江如雪的脸色微变，立刻就松开了抓住少年的手，然后迅速的转身。少女抬起自己白皙的手腕一看，两排清晰的牙印出现在上面。见此，她内心的火气忍不住的更大了，牙齿紧咬，眉头也拧了起来，漂亮的美眸愤怒的看向了地上的少年。这可能是莫之泽在疯了之后最聪明的一次了。落地的一瞬间，他并没去在意自己身上的疼痛，而是慌忙的四下张望，最后将视线锁定在了路边的轿车底部，随即没有犹豫，少年就像是狗一样的扑腾，快速的向着轿车爬了过去。江如雪这时才反应过来，这次的她真的是气急了，胸前的两坨山峰也在跌宕起伏。给我滚回来！冰冷愤怒的声音传出。少女以为莫之泽会像以往一样，慢慢的回到这里，至少也会被吓得待在原地。但是看向莫之泽，听到声音之后的少年，身体立刻就抖了一瞬，但是却没有停下，继续往前。看见这一幕的少女，后槽牙都要咬碎了，美眸都能喷出火来。好，很好。少女咬牙说出了这两个字，然后快速的向着少年冲了过去。只不过因为之前的时间耽误的太长，莫之泽此时已经钻进了轿车底部。少女伸出手在车底一抓，却什么都抓不到。少女低头看去，却发现莫之泽已经躲到了反方向的角落。给我滚出来！少女看着车底的人大吼了一声，双眼中都出现了血红的血丝。莫之泽看见少女愤怒的表情和声音，身体颤抖得更加剧烈，眼神是止不住的惶恐，表情极度委屈。只不过他就一直靠边不动，丝毫没有要出去的意思。江如雪愤怒地走到了另一边，再次的低头时，却发现少年已经紧紧地靠在了刚刚他站的那里。砰！江如雪直接愤怒的一拳打在了轿车的车门上面，轿车立刻就发出了警报，而被打的车门立刻就凹陷了下去，车身剧烈的摇晃，凹下去的距离至少有30厘米，车门几乎被打穿了。如果旁边有人看见了这一幕的话，绝对会以为少女是怪物。一个看上去这么瘦弱的女生，竟然能一拳差点将车门打穿，这究竟是有多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一拳打在人的身上，被打的人可能直接就没了。当然这一拳可把车下的人吓得不轻，直接吓得就嚎叫了起来。警报声音很大，江家的保镖正坐在跑车中，开着车窗抽着烟，生活好不惬意。但是刚刚那一拳传来的巨大声音和车子报警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打开车门走下来之后，嘴中的烟缸抽了一口，然后就看见自家的小姐弯着腰，在一辆轿车下面正在摸索着什么，看样子好像有点生气。黑衣保镖见此，立刻丢掉了手中的烟头，一路小跑的跑到了自家小姐的身边。但是走到近前之后，看见自家小姐的一瞬间，黑衣保镖立刻就全身打了一个冷战，喉结忍不住的涌动了一下，因为现在小姐的模样看上去非常的吓人，双眼血红，胸口跌宕起伏，口中还在喘着粗气，头发也有些散乱。保镖还从来没有见到小姐这个模样，被吓到了也很正常。江如雪看见保镖来了之后，立刻就用食指指着他，你给我在那边堵着，声音很森冷。听见声音的保镖立刻就紧张了起来。听见小姐说的话之后，保镖有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也是没有迟疑，赶忙跑到了车子的另一边。保镖也低头看去，他想知道车底有什么东西，小姐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保镖低下头之后，在轿车底部扫视了一圈，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这不禁让其怀疑，难道是小姐中邪了？车底明明什么都没有啊，那小姐刚刚在看什么？江如雪也低下了头，却发现车底的少年竟然不见了。顿时，少女的内心就慌了起来。跑了？跑了吗？第75，在那里。在发现车底的人消失之后，江如雪的内心立刻就慌张了起来。随即，少女立刻抬起了头，目光在四周扫荡，却并未发现莫之泽的身影。少女的呼吸立刻变得急促起来。就在此时，江如雪对面的保镖突然传出了声音：“小姐，在那里。”少女听见声音之后，立刻就绕过了轿车，走到了保镖的旁边，却发现保镖躺在地上。看见他来了之后，保镖立刻就开口说道：“小姐，和你一起的那个人在那里。”说完，保镖指着自己的头顶。江如雪见此，立刻就紧张地趴在了地上，然后顺着保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果不其然，莫之泽钻到了上一辆车子的下面。当再次的看见莫之泽的时候，少女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的放下。讲真，疯了之后的少年比以往要聪明一些。刚刚就在江如雪让保镖来堵他的时候，他就趁着两人谈话的间隙，直接就转移到了旁边的车辆下方。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随即江如雪立刻就站了起来，对着身边的保镖大声的开口说道：“你去把他给我抓出来。”现在声音很大，可见他是有多么的生气。少女从来没有这般窝囊过，头发乱糟糟，胸口前也满是灰尘。地上的保镖听见少女说的话之后，立刻点了点头，然后从地上爬了起来，走到莫之泽所在的轿车旁。保镖直接弯下了腰，伸出手想要直接将他拽出来，但是奈何手臂不够长。车底的少年看见伸进来的手臂，立刻就躲到了反方向的另一侧。一模一样的场景重现。就在保镖刚刚躺下之后，刚刚爬进去准备将其抓出来的时候，莫之泽却从另一边爬了出来。如果是在只有一个人情况下，想要将其抓出的情况下，确实有些难搞，但是现在可不止只有一个人抓他。就在莫之泽从车底爬出来之后，他就像是一条狗一样，直接扑腾到下一辆车。刚刚准备钻进去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纤细的玉手抓住他的胳膊，直接一把将其拽了起来。莫之泽在转头的那一瞬，发现是江如雪之后，他立刻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奋力的挣扎。见挣扎不开，他就大声的嚎叫起来。少女双眼血红的看着他，表情极度的冰冷，都能掉出冰渣子。松开！莫之泽哭着说道。啪啪！江如雪直接连续几个巴掌甩到了他的脸上，顿时少年的两侧脸颊立刻就肿了起来，脑袋被打得昏沉沉的，鼻子和嘴中都有鲜血流出。少女见此仍然不解气，直接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啊！莫之泽惨叫一声，随后应声倒地，双手捂着自己的肚子，五官扭曲在了一起，蜷缩成了一个虾米状。远处刚刚起身的保镖见到这暴力的一幕，就算是身为保镖的他，也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随后少女再次的扑到了他的身后，准备再打上几拳头的时候，少女刚刚举起了拳头，但是还没挥下，突然从侧面伸出一只脚掌，直接踹到了他的肩膀上面。少女没有反应过来，直接就被踹了出去。来人是一个身高1.9米的汉子，浑身的肌肉，皮肤黝黑。站在一旁的保镖看见这一幕，立刻就冲了上来。保镖的实力虽然不弱，但是和来人比起来，还是有些不够看了。再交手没几招，保镖的胸口就挨了一脚，直接吐了一口鲜血，然后倒飞了出去。倒在一旁的江如雪扭头看向来人，有些惊诧，唇瓣轻启：“你是谁？”声音中有些惊讶。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米兰别墅的顶级保镖，人称涛叔。涛叔看了江如雪一眼，并没有说话，转头看向了地上蜷缩成一个虾米的莫之泽。涛叔缓缓地蹲下了身体，开口说道：“你怎么样？”少年没有说话，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肚子。紧接着，涛叔将莫之泽放到了自己的背上。就在其准备带人离开这里的时候，身后倒在地上的少女竟然缓缓地站了起来。她捂着自己被踹的胳膊，神色有些痛苦。她感觉自己的胳膊都好像快要断了，但是眼看莫之泽就要被来人带走，她也顾不得身上的这些了。我不管你是谁，你把他还给我，否则江如雪强忍着剧痛说道。听见这番话的涛叔就这么背对着他，身上那股气势不怒自威。你这是在威胁我？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沉重浑厚的声音传出。但是江如雪听见这番话之后，只是冷冷地笑了一声。杀我？你敢吗？除非你已经做好死的准备。涛叔听见这番话之后笑了几声，随即开口说道：我确实不敢杀你，
但是今天的任务可不是杀你，而是带走我身后的人。给我放下他！江如雪大吼一声，然后向着涛叔冲了过去。在江如雪冲过来没几步的时候，涛叔瞬间回头，直接一巴掌甩到了少女的脸上，少女立刻就倒向了一边，然后晕了过去，白皙俏丽的脸颊立刻就红肿了起来。就在涛叔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小姐。”声音有些苍老，而且听着还有些耳熟。涛叔听见这个声音之后，立刻就感觉有些不妙。他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许忠，江家的管家。许忠此刻他脸上的表情极为愤怒，一张老脸都被气得发红，这是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表情，可见他是真的被气到了。顿时涛叔就紧张了起来，自己身上带着一个人，欺负江如雪这些人倒是还可以，但是许忠自己可是在全胜的状态下都打不过的人啊！当即涛叔也没有再犹豫，直接带着莫之泽撒腿就跑。许忠当即就在其身后紧追不舍，而且边追还边骂：“你个江八蛋，竟然欺负我们家的小姐！如果不是我去上了个厕所，我弄死你！”两人的速度非常的快，身影都拉出了残影。只不过许忠还是要技高一筹，他的实力毕竟在涛叔之上。没一会，许忠就追上了前方的涛叔，他直接伸手抓住了莫之泽的肩膀。涛叔发现了之后，随即转身就是一脚，但是这一脚却扑了个空，而且身后的莫之泽也被抓了回去。涛叔见此也不再跑了，无奈的转头看了一眼许忠，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之后，立刻就摆出一个格斗的姿势。许忠见此轻蔑的一笑，然后将手中的莫之泽轻轻的放到了地上，开口说道：“刚好，我就在今天彻底的解决了你。”砰砰，随即两人就拳拳到肉的打在了一起。因为两人的身影实在是太快，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动作。两人的战斗分为了3个回合。第一个回合结束之后，两人站在了原地，涛叔的嘴角微微的出血，不过问题不大。反观许忠依旧笔直的站在原地，没有过多的话语。两人再次的交战在了一起，只不过这个回合结束之后，许忠的喘气声加大，腰杆也不像之前那么笔直了。反观涛叔，嘴角流出了大片的血迹，明显受伤严重。随后第3个回合压根没有第3个回合，就在许忠准备第3次交手的时候，涛叔直接撒腿就跑，还打个屁啊！打不过自己为什么还要去送死？这不有病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涛叔的内心暗道。许忠看见人已经离开之后，也并没有去追，因为害怕有诈。就在他转身的时候，许忠直接就愣在了原地，他的面前站了一个黄毛。这个黄毛长相平平，一头劣质的黄发，身体瘦弱的就像是一个猴子一样。此时黄毛的手中拿着一个手机，正在对着莫之泽的脸拍照。仔细看去，这个黄毛就是上次和白哥蜗居在厕所的那个，只不过此时的他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许忠见此，直接将地上的莫之泽扛在了肩膀上，随即直接就离开这里，并没有去在意那个黄毛。黄毛也并没有去追，因为他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了。随后他也转身离开了这里。很快就到了隔天，江上大学的厕所中，依旧是那个厕所，依旧是那个黄毛和白哥。白哥一脸不善地看着眼前的黄毛，开口说道：“今天你如果再敢像是上次那样忽悠我的话，哼哼。”黄毛见此，一脸自信地说道：“放心吧，白公子，这次的结果包你满意，绝对可以让你成功的拿下江校花。”黄毛的脸上再次的出现了和上次一样高傲的表情。废话少说，白哥对此那是相当的不耐烦，因为他感觉眼前这货的肚子中肯定没有憋着什么好屁。看见白哥这个不耐烦的模样，黄毛的神情更加的高傲了，准备等着被自己那今天的结论惊掉下巴吧。随即黄毛再次的拿出了那个老掉牙的手机，翻找出了昨天拍的那张照片，对着白哥开口说道：“白公子，你看，将莫之泽的照片呈现在了白哥的眼前，和上次一样。”白哥依旧是发懵的，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黄毛再次的开口说道：“你看，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长得挺帅？这个人就是江校花上次用铁链拴着的那个人。”白哥一脸懵的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不耐烦的开口说道：“然后你想说什么？”白哥内心有着一种不好的预感，这完全和上次是一样的剧情。此时黄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露出了满嘴的大黄牙。白哥见此，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开口说道：“你先说，如果这次真的有用的话，那我再给你就是了。”好。随后黄毛拿着手机中的图片开始讲解。首先这个人长得很帅，我结合上次的结论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说到此处的时候，黄毛像上次一样，鼻孔简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听到此处的白哥
低下了头，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双眸，深深的叹息了一声。就在黄毛还想要说的时候，白鸽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进来。”黄毛有些不明所以，什么进来？下一刻，外面走进来几个身高1米8多的大汉，其中一个人的手中还拿着一把铁锹。白鸽指着黄毛说道：“把他给我架起来。”随后黄毛就被2个大汉架了起来。他有些发懵，说道：“白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说完呢，你让他们把我架起来干嘛？”见此，白鸽无奈的开口说道：“好，那你说，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答案的话，我把你的头皮铲平当凳子坐。”白鸽的声音非常的平静，对黄毛接下来的话完全不抱有什么期待。黄毛见此，嘴角微微的露出了一个笑容，就好像是在嘲笑眼前的人。人类，你就等着被我的结论震惊吧。随即黄毛开口说道：“我得出的新结论就是，你只需要把自己整容成刚刚那个人的样子，然后再去给其当狗，就能讨他的欢心。”一番话说的掷地有声。说完这番话的黄毛一脸高傲的看着眼前的人。白鸽指着黄毛再次的叹息了一声：“给我铲了他。”听见这番话的黄毛脸上的高傲立刻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哎，白公子，你这是啊！江上大学的厕所中再次的传来黄毛的惨叫声。第76，江涛的过去。此时江家大院这边，别墅内，江涛坐在沙发上面，眉头微微的拧起，而许忠就坐在他的对面，正在向他叙述昨天晚上的事情。只不过许忠说话时一直都在低着头，苍老的脸上也满是愧疚之色。因为江涛曾经吩咐过，让许忠在暗处保护江如雪，他也确实是一直在暗中保护，只不过这次的失误也确实是他的问题。许忠也没想到，仅仅只是离开了一小会，竟然就发现了这样的事情。还好小姐伤的并不算重，否则他也就在将警察的事情解决之后，我就带着小姐还有姑爷回来了。这就是事情的所有经过。许忠说完之后便一直低着头。江涛听完之后平静的开口说道：“没事的，许伯，你不用内疚，这件事的原因不在你，你可以先去休息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许忠听见这番话之后抬头看了一眼江涛，然后起身离开了这里。平日看上去的那股仙风道骨的气质也消失不见，浑身都透露出一股失魂落魄。虽然江涛并没有责怪他，但是他也知道江涛是看在他忠心耿耿为江家服务了这么多年才没有说什么。许忠的内心知道家主对他的信任肯定不会像是以往那样了。此时江涛也是叹息了一声，然后慢慢的站起了身，随即向着少女的闺房内走去。打开房门走进去之后，一眼就看见了床上躺着2人。床上的2人自然就是江如雪和莫之泽。江如雪的脸颊此时还是有些微微的红肿，可见涛叔用的那一巴掌力气并不小。反观旁边的莫之泽，他的情况也并不是多好。睡梦中少年的眉头一直紧紧的皱着，嘴中还在发出轻微的呻吟。江涛看着床上的2人，内心一阵五味杂陈。最近的一段时间，江涛能看得出来江如雪变了很多，特别是性格方面，正在向着以前的自己慢慢靠近。这是江涛不希望看见的，他不希望自己以前的悲剧上演在自己女儿的身上。对此，江涛将视线看向了躺在少女身边的少年，脑海中不知在想着什么。随即江涛转身走出了房间，但是就在其走了没一会之后，突然就从外面走进了几个黑衣保镖。保镖进入房间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就将莫之泽带走了，走时还不忘关上了房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床上的少女脸颊的肿胀已经消失，只不过还有些泛红，她的睫毛微颤，美眸缓缓地睁开，周围熟悉的场景映入了眼帘。少女的目光轻微地环视周围，但是突然她就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扭头看向了自己的身边，身边空无一物。紧接着少女又强撑着坐了起来，胳膊上传来的剧痛让她的五官扭曲在了一起。少女再次的环视周围，依然没有那道熟悉的身影，她的内心很慌张，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慢慢的，少女的眼眶开始变得湿润起来，表情也有些委屈。紧接着她捂着自己的右侧胳膊，赤脚走下了床。走出房间之后，少女就看见自己的父亲坐在沙发上面，手中还拿着一杯咖啡。江如雪见此，赶忙跑了过去，跑到了江涛的身边。那一刻，她眼眶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了下来。江涛转头，神色平静的看着她。少女哭着开口说道：“爸爸，帮我，泽哥哥，他被抓走了。”随即江如雪用着最快的速度将昨天晚上参加聚会的事情说了一遍，并且希望江涛能帮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早就已经派人在找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江涛开口说道。听见这些的江如雪
内心简直后悔极了。早知如此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去参加什么聚会了。都有泽哥哥了，他为什么还要去那么无聊的地方？江如雪直接就哭泣得更大声了，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江涛叹息了一声，从沙发上慢慢的站了起来，直接就将其抱在了怀中，开口说道：放心，既然我能将他找回来一次，那也就会有第二次。突然就在此时，别墅内突然传来脚步声，一个江家的黑衣保镖走了进来，随即对着两人微微的弯腰，开口说道：家主小姐，姑爷，我们已经找回来了，现在姑爷就在外面。此时此刻，听见这个消息的少女瞬间就离开了江涛的怀抱，根本不顾自己受伤的手臂，快速的向着别墅外跑了出去。第77墨之泽死了。得知墨之泽被找回来之后的少女内心极其的激动，但是等到江如雪跑出去之后，少女立刻就愣在了原地，美眸瞪大，全身就像是时间定格了一样，一动不动。因为在她的面前不远处有着一张白布，而白布的下方明显的盖着一个人。江如雪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随即一步一步的走下了台阶，双腿都有些打颤。此时别墅内的江涛和保镖慢慢的走了出来，江涛的脸色看上去依旧非常的平静，就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切一样。江如雪的身体有些颤抖，眼眸之中早就蓄满了泪水，模样看着有些狼狈。此时的江如雪内心还抱有一丝的侥幸心理，或许是保镖他们搞错了，对，他们一定是搞错了，对，搞错了。江如雪的内心不愿意相信墨之泽已经死了，所以只能用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来宽慰自己。少女踉跄的走到了白布的身边，随即立刻就蹲了下去，双眼死死的盯着白布。她伸出手想要将白布掀开，但是伸出的那只手却悬在了半空中，一直在不停的发抖。江如雪的呼吸也忍不住加粗，胸口跌宕起伏。她不敢掀开白布，后果她不敢想象。万一白布下的人真的就是泽哥哥呢？那他该怎么办？江涛走下台阶之后，来到了少女的身边。江涛见少女一直犹犹豫豫，想掀却又不敢掀开的样子，他直接对着站在身边的保镖使了一个眼色。保镖也是立刻就明白了意思，二话不说，直接弯腰，一把就掀开了白布。那张布料下面的脸颊立刻就呈现在了众人的眼中。江涛依旧面色平静，因为他早就知道了答案。但是就当江如雪看见躺在那里的人之后，眼眶之中的泪水就再也抑制不住，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啊！江如雪大吼了一声，随即扑到了尸体上面，嚎啕大哭了起来。这或许是少女人生中哭得最凄惨的一次。白布下的人赫然就是墨之泽，而且脖颈出现了骨折的现象，明显就是被人扭断了脖子，脸色苍白，明显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此时江涛低头深深的叹息了一声，随即对着一旁的保镖开口说道：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保镖微微的低头说道：我们是在一夜 KTV 旁边不远处的森林找到姑爷的。找到姑爷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江涛听见这个答案丝毫没有意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他转头看向了正趴在墨之泽身上嚎啕大哭的少女。江涛走到其身边，慢慢的蹲了下来，他拍了拍江如雪的肩膀，叹息了一声，开口说道：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既然小莫已经死了，他是我们家的恩人，那就好好的给其风光大葬吧。不要，我不要，呜，你们都走开，呜。江如雪哭着对江涛说道，而且还不让别人靠近。江涛见此，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这样，江如雪在墨之泽身上哭了很久，而且周围如果有人想要靠近的话，他就会大声的警告。江如雪的现在的样子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双眼都哭得红肿了起来，披头散发，嗓子都哑了。过了好久，江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让周围的保镖将江如雪拖开了，并命人将墨之泽的尸体拿去火化了。听见火化二字的少女立刻就激动了起来，立刻就用力的挣扎了起来。哭了这么长时间的她身上早就没有了多少的力气，眼看墨之泽就要消失在其视线之中，突然江如雪发疯般的大吼了一声：松手！这一声嘶吼立刻吓得两个保镖松开了抓住她的手，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力气消失之后，少女立刻就向着尸体跑了过去，只不过一道身影挡在了她的面前，是江涛。只见江涛表情严肃地看着她。江如雪看着身前的人，她知道如果硬闯根本闯不过去，毕竟自己的功夫都是他教的。索性扑通，江如雪直接双腿一弯，跪了下来，哭着开口对面前的人说道：爸爸，我求求你，不要火化泽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把他的尸体交给我，我能好好的处理。江涛看着跪在自己身前的少女，模样是这般的凄惨，
和平日里那般风光无限的少女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他此时内心的滋味很是难受，他也很想让开。如果那具尸体真的是莫之泽的话，随即江涛坚决地开口说道：“不行，他既然是我江家的恩人，那我就一定会好好的对待。”火化之后，好好安葬。随后直接转过了身，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然后摆了摆手，让保镖将小姐带回去。少女看见自己的父亲竟然这么的狠心，大声的嘶吼了一声，不！一声凄厉的嘶吼传遍了大半个江家大院，周围的不少的佣人都被这一声嘶吼吓到了，纷纷都向着别墅的方向看了过去。江如雪在吼完这一声之后，随即就立刻晕了过去。啊！小姐，小姐！江涛发现了身后的动静有些不对，回头看去，发现江如雪已经晕了过去。江涛在这一瞬内心也慌了起来，赶忙跑到了跟前，快叫医生！江涛大吼了一声，毕竟事关自己的女儿，哪怕是久经商界，一直沉着稳重的江涛，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慌张了起来。随即这件事过后，另一边，在一个旅游区的别墅之中，米兰靠坐在沙发上面，低着头，揉着自己的眉心，美艳的脸上是止不住的颓丧。她去求助自己的爷爷时，老爷子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他们米家的势力虽然不算小，但是想要招募到像是李叔和涛叔这种级别的高手，那也是相当的困难，更不要说是去江家救人了，那可是江家啊，灭了他们米家也只不过是跺跺脚的事。这就是实力的差距。米兰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发现江如雪聚会的时候，他就只让涛叔去救莫之泽。之所以不让李叔也一起过去，是因为李叔是他们家的门面保镖，不少的家族的人都见过他，一旦暴露，那就是代表了整个米家。中心城市到处都是监控，李叔就算戴着面具出现，以江家的实力，查出其身份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但涛叔却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在明面上出现过，而且他压根没有户口，所以直接就是查无此人。但是涛叔这次依然没有将少年带回，连续2次的失误，米兰是止不住的颓丧。就在此时，别墅内传来了一阵的脚步声，米兰抬头看去，发现是李叔，他疑惑的开口说道：“李叔，怎么了？有事吗？”李叔在距离米兰3米处的地方停了下来，脸上的神情在看向沙发上的少女时，有些复杂，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出这件事。米兰看出了来人有话要说，只不过一个大男人却别别扭扭的，这让米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简单。米兰皱起了眉头，开口说道：“李叔，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叔在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后，开口说道：“小姐，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你可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你说吧。就是那个小莫，根据我刚刚打探到的消息，他死了。在李叔说完之后，他能明显的看出少女的身体在刚刚的一瞬愣了一下。米兰瞪大了双眸，眼神中满是不敢置信。他现在的情况和江如雪有些相似，米兰也是有些不敢相信。随即他晃了晃头，然后咽了一口口水，有些结巴的说道：“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打探到消息，小莫他死了。”几个字就像是一把大锤一样，狠狠的在少女的心脏上猛地砸了一下。米兰的眼眶立刻就红了起来，然后脑袋也有些晕眩。他捂着自己头，艰难的开口说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据说江如雪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直接就晕了过去。李叔低着头开口说道。米兰的呼吸声突然开始加粗，然后捂着自己的心脏，他感觉那里传来了剧烈的疼痛。噗！米兰突然吐了一口鲜血，然后直接就倒向了一边。李叔见此，赶忙上前来扶住了他。随即过了1天之后，此时江家大院的别墅之中，江如雪躺在她的闺房的床上。此时少女的脸上毫无血色，手上还在打着吊针。江涛和许忠站在少女的身边。家主，我看干脆江姑爷。许忠最后的几个字并没有说下去，但是其中的意思很明显，其实莫之泽根本没有死，只不过是被江涛藏了起来，然后随便找了一具假的尸体贴上了人皮面具，拿来糊弄江如雪的。做出这些的原因也都是为了让少女放弃喜欢莫之泽。但是谁知江如雪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江涛听完许忠说的话之后，摆了摆手，没有说话。其实他的内心也在想，要不要将小莫放出来，但是放出来的话，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就都白费了吗？为什么他们父女之间都要遭受这样的事情，都要为情所困？第78，泥泞的村庄。紧接着又过了1天1夜。此时床上的少女睫毛微颤，随即美眸缓缓地睁开。站在一边的许忠见此，立刻就走上前去，沧桑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丝的笑容。
开口说道：“小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床上的人在怔愣了一会之后，轻轻的扭头看向了站在床边的老人。许博。江如雪声音虚弱的说出了这2个字：“哎，我在呢。”小姐。江如雪看着老人，眼眶立刻就红了起来，随即2颗豆大的泪珠顺着她白皙的脸颊滑落。“哎呦，小姐你不要哭啊，有什么你和我说啊。”许中的声音立刻就紧张了起来。江如雪也算是许中一手带大的，她的内心早就把少女当成了孙女对待，见到少女这般梨花带雨的模样，许中的内心也非常的不好受。咔嚓！就在此时，卧室的房门突然被打开，随即江涛表情平淡的走了进来，他的目光转头看向了床上的少女，2人的目光立刻就对视上了，但江如雪就好像赌气般的转过了头，不再看他。江涛见此，他俯首叹息了一声，他知道少女现在肯定还在生他的气，毕竟他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有些过分了。随后，江涛缓缓地走到了大床的一侧，直接就坐在了床边，转头看向了少女，轻声的开口说道：“小雪，我知道你还在生爸爸的气，但是你要……”只不过江涛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如雪出声打断：“我现在不想看见你，请你离开我的视线。”声音不大，但是却充满了疏离。少女的话就好像是一把刀一样，一刀一刀的插在了江涛的心上。站在一边的许中看见父女2人的关系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他也是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随后江涛也并没死皮赖脸的在这里的待着，而是很识趣的离开了这里。江涛直接转身就走出了卧室。许中见此，思考了片刻，也立即跟了上去。偌大的卧室内就只剩下了少女独自一人。江如雪躺在床上，脑海中的思绪不禁回想之前的种种，但是一想到莫之泽已经死了，江如雪的心脏立刻就传来阵阵的剧痛。她紧紧地抿着唇瓣，无声的抽泣，眼泪一滴一滴的滑落。哥哥，呜。此时江涛从卧室走出来之后，他就对着身后的许中吩咐，让其看好小姐，防止小姐有什么过激行为，并且表示自己要出去几天，而且还让其将别墅内布置一番，等到自己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葬礼的事情。许中随即就点头应了一声。江涛在安排好一切之后，立刻就坐上了一辆丰田埃尔法离开了这里。江涛坐在商务车的后座，不断的用手捏着眉心，脸上的表情有些烦躁，这可能是其人生中最烦的几天之一。商务车一路飞驰，离开了城市的中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跋涉之后，这辆车最终停在了一个满是泥泞的小路上。由于路窄，而且易滑，已经不适合车辆行驶了。江涛只能下车选择步行，头顶上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一看就价值不菲。今天的天气并不好，天空有些灰暗，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泥泞的道路将江涛的皮鞋沾染得满是污渍，只不过江涛却并没有在意这里，他让司机在车中等他就好。随即江涛在小路上走了一会，很快就走到了一个村庄之中。村子不大，大概也就只有几十户人家，村民的年龄大概都是在30岁左右，有男有女。他们在看见江涛来了之后，全部都会热情的过来打招呼，江涛也都会微笑的回应他们。但是就在江涛走到村子的中央时，一个年龄在60岁左右的老头手中拿着一块石头，直接就向着他丢了过来。这种伎俩也根本伤不到江涛，很轻易的就被其躲开。随即江涛转头看向了那个老头，他并没有生气，而是眼神愧疚的看着眼前的人。此时老头又捡起了一块石头，再次的向着江涛丢了过去。老头的嘴中还在不停大喊：“你这个降巴蛋，还我女儿！”老头自从看见江涛之后，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得极为愤怒，五官直接就扭曲到了一起。他看着江涛就好像是在看着仇人一般，浑浊的眸子透露出一股极重的杀气。第79恢复记忆。江巴蛋，你把我女儿还给我！说完，老头再次的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向着江涛丢了过去。结果还是一样，江涛轻松的就躲开了。他看向了满身杀气的老人，沉默了好一会。老头见此，直接转身抄起了门前的锄头，顶着小雨向着江涛冲了过去。还我女儿！老头大吼一声，顺势挥动了手中的锄头，砰！锄头砸在了地上，带起了一片的泥泞和水花，污渍溅到了老人的身上。只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他看向了周围，发现江涛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老头对此并没有感觉到诧异，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他感觉江涛就好像不是人一样，竟然能瞬间消失。啪嗒，他将手中的锄头气愤地丢在了地上，胸口也在微微的起伏。可见这一番折腾
耗费了他不少的力气。另一边，村子中最边缘的地方，那里有着一座单独的房屋，是由红砖修建而成，只有2层。这种房屋很常见，只不过墙面和窗户都很干净，看上去是刚建好不久。房屋大门紧闭，此时远处慢慢的走来了一个身影，由远及近，身影走到了房屋的大门前，是江涛。现在的他看上去有些狼狈，头发全部都被雨水打湿，正在滴水的黑发垂落在他的额头前，神色有些颓废，手中按着雨伞却没有打开。江涛叹息了一声，随即看向了身前的大门，直接拧动门把手，推门走了进去。进到屋内之后，他丢掉了手中的雨伞，径直地走向了楼梯通道。顺着楼梯走到2楼之后，他直接就推开右侧的房门，随即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白色大床，一个长相俊朗的少年躺在上面，只不过少年的脸色有些苍白，现在还处于昏迷之中。这个人赫然就是莫之泽，而在其身边还坐着一个少女，年龄看上去和莫之泽差不了多少。少女的颜值并不高，只不过皮肤很白皙，模样只能算是清秀。她扎了一个马尾辫，上半身穿着一件黑色衬衫，下半身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下踩着一双粉色的拖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朴素的一个农村女孩。她被江涛安排在这里照顾床上的少年。少女拖着侧脸，一脸微笑的欣赏少年的颜值。常年待在农村的她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帅哥，莫之泽的这个颜值在她看来已经是天下最帅的人了。就在其痴迷在其中的时候，咔嚓一声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打断了正在痴迷中的少女。少女转头看去，发现竟然是江涛，她立刻就站了起来，微微的扶手，有些紧张的开口说道：家主。少女入职并不久，而且性格上有一些怕生，只要是见到陌生人就会紧张。江涛摆了摆手，没事。江涛走到床边，看着床上正在昏迷的莫之泽，开口说道：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醒过来吗？江涛有些不解地问道。没有，自从我照顾他到现在，他就一直是这样。少女回答道。江涛就这样看了一会，随后再次的开口说道：那小蝶，这段时间你就好好的照顾他，如果醒了的话，你就第一时间通知我。名为小蝶的少女点了点头。江涛来这里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看莫之泽，而是有着别的事情。来看望少年也只不过是顺路的事情。看完莫之泽的情况之后，江涛立刻就转身离开这里。少女见到江涛离开之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家主的压迫感好强啊，她的内心感叹道。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家主长得也好帅啊，明明年近40，光看长相的话，年龄却和他们差不多。外面的帅哥这么多的吗？江涛离开这里之后，再次的回到了那条泥泞的小路。走了没一会，就可以看见停在那里的丰田埃尔法。咔嚓，他直接就打开了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还是去那个老地方。江涛说完这句话之后，司机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直接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商务车的一路颠簸，目的地的路看上去并不好走。紧接着时间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商务车停在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前。这里位于大山的顶端，这座城堡历经1个世纪却能保存得如此的完整，如果让政府发现它的存在，那绝对又是一幅旷世奇谈。车子停稳之后，江涛立刻打开了后座的车门走了下来。关上车门之后，江涛对着前面的司机说道：3天之后这个时间来接我。好的。司机应了一声之后，江涛转身径直地走进了城堡。走进城堡的一瞬，能清楚地感觉到温度下降了很多。城堡一共有6层，江涛进来之后，他立刻就踏上了楼梯。温度一层比一层低，仅仅只是2楼，温度就已经降到了0下。江涛的脚步最终在3楼停下。来到3楼的走道之后，他打开了第3个房门，而后走了进去。房间内1米以下仙雾缭绕，就像是电视剧中那些神仙脚下所踩的白雾一样。这个房间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冰棺，冰棺之中躺着一个身穿红裙、五官秀丽的女人。仔细看去，女人的五官和江如雪长得很相似，完全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江涛关上了房门，随即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冰棺的旁边，看着躺在里面的女人，江涛的眼眸中满是柔情。看上去女人应该去世的很早，年龄大概只有23岁。这副冰棺让其容貌彻底地定格在了23岁，在其手腕上有着一个清晰的划痕，很显然是割腕自杀。江涛将手放到了女人脸颊的正上方，好像这样就是在抚摸她的脸一样。看着冰棺中的女人，他不由得陷入了回忆之中。在10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江涛高大帅气，而且家世也是冠绝群英，是不少女生的梦中情人。
年轻时的江涛在一次来乡村旅游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了一个少女在河边洗衣服。他在看见少女的第一眼就一见钟情了。江涛的性格比较直率，直接就走上前去询问少女的名字。少女也是很坦然地告诉了他，微笑地表示她叫程亚欣。年少轻狂的江涛看着少女那天真烂漫的微笑，瞬间就沉沦在了其中。在这之后，江涛就开始从各处打听少女的信息，然后他就开始制造各种的偶遇，两人也就慢慢的熟络了起来。平时他们之间的相处很正常，就是普通朋友之间的相处。但是对于恋爱脑上头的江涛来说，既然少女不排斥他，那肯定就是喜欢他，因为他人生的轨迹就是这样，不是讨厌就是喜欢。因为没有女孩能扛得住其逆天的颜值，讨厌他的人肯定也有，只不过他还没见过。所以没过多久，江涛就对着程亚欣表白了。只不过少女却对其根本不感冒，和他相处也只不过是将他当成了朋友。但是年少时的江涛在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立刻就生出了一种无法择语的感觉。可以说江涛父女两人之间的求爱过程非常的相似，最后都因爱生恨。在这之后的事情就是江涛利用自己家族的实力，强行将程亚欣抓了回去。只不过江涛那时的手段比起现在的江如雪，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手段、占有欲，行为都更加的变态。奇怪的是，江涛的父母也都没有阻止自己儿子的行为，因为他们觉得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去争取，他们觉得江涛的做法是正确的。最后程亚欣实在是受不了江涛变态的手段，在生下江如雪之后的第2年就割腕自杀了。得知这个事情的江涛直接就彻底的崩溃了。如果不是有了江如雪，江涛在那个时候可能直接就随着程亚欣一起去了。回到现实，江涛为了能让自己的爱人肉身不腐，特地的打造了这副冰棺。回忆完以前的事情之后，他的眼角滑落一滴眼泪。另一边，莫之泽躺在大床上，眉头突然皱了起来，牙齿紧咬，表情很是痛苦。睡梦中的少年脑海中浮现了大量以前的记忆，那些不堪回首、受尽凌辱的记忆。莫之泽的双眸慢慢睁开，本来受到污染变得灰暗的眸子在此刻再次变得清澈。少年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哪，身边空无一人。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随即房间的门被打开，一个长相还算是清秀的少女走了进来，手中端着一碗粥。在看见床上的少年醒了之后，少女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你醒了啊？少女惊喜的开口说道。莫之则迷茫的看着眼前的人，开口说道，你是谁啊？他根本没有见过眼前的少女。我呀，我叫田小蝶，是我们家主江涛安排我在这里照顾你的。少女开口说道。江涛听到这个名字的莫之泽全身都打了一个哆嗦。第8世疯狂的少女。少女端着手中的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脸上带着微笑，向着莫之泽慢慢地走了过去。莫之泽看着少女的眼神充满了警惕，他不相信江家的任何一人。田小蝶走到了床边，将粥放到了桌子上，微笑地开口说道，你昏迷了这么长时间，肚子应该饿了吧？我扶你起来吃点东西吧。莫之泽看着他没有说话，目光一直在其身上上下打量，没有别的意思。少年只是有些好奇，因为眼前的这个少女看上去很是单纯。少女扶着他慢慢地坐了起来。少年在坐起来的一瞬间，他的胸口立刻就传来微微的疼痛。莫之泽的眉头皱起，伸手抚摸身上传来疼痛的地方，自己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些天他疯了，但是那些记忆却深刻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痛苦的回忆如同走马灯般的在其眼前反复播放。周晴、江如雪，少年的呼吸都有些加快。田小蝶看见莫之泽突然变得有些激动，担心的开口说道，你怎么了？过了一会之后，少年才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少女见此露出了一个微笑，说道，既然没事，那我喂你吃饭吧。随后他端起了桌子上的那碗粥，拿起了碗中的勺子，挖了一勺粥放到自己的嘴边吹了吹，然后送到少年的嘴边。田小蝶满眼都是莫之泽，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眼神中的喜欢简直都要溢出来了。少年也感觉自己的肚子有些饿，只不过看着嘴边的勺子，他却迟迟没有张口。他平静的开口说道，我自己来吧。听见这句话，少女本来还在微笑的表情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将手中的碗和勺子递了出去。少女没能亲手喂少年吃饭，有些沮丧，不过她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莫之则接过碗和勺子之后，他没有着急吃，而是先闻了闻碗中的粥，发现没有什么异味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挖起了一勺子放到了嘴中。你叫什么名字？少女开口问道。少年咽下了嘴中的一口粥，
转头看向少女。但是好巧不巧，这一瞬间，两人的眸子立刻就对视上了。莫之泽发现少女的眼眸看着他一眨不眨，而且其中还有着一些暧昧的味道，这吓得其赶忙回过了头。他很害怕这种眼神，因为他在几年前江如雪的眼睛中就看到过。我叫莫之泽。少年结巴地说道。莫之泽，嘿嘿，你的名字真好听，你长得这么帅，人也肯定很好。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家住在哪里？有没有女朋友？孩子几岁了？有几个兄弟姐妹？少女顿时就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且她将江涛和她说的话完全抛至脑后。本来田小蝶是有着一些自卑和害羞的心理，除了家里人，和陌生人说话她都会结巴，但是在莫之泽的面前，她的这些症状完全好了，而且好像还得了社交牛批症。有一句话叫颜值战胜一切，莫之泽今天算是见识到了。面对少女抛出的一系列问题，莫之泽表示自己有女朋友了，而且已经订婚了。少年之所以欺骗他，也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听到少年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暧昧的眼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了下去。时间转瞬即逝，3天时间匆匆而过。另一边山顶上的古堡，司机开着商务车早就停在了古堡的门口。过了没一会，脸色有些惨白的江涛从古堡内走了出来。一连3天，江涛就一直待在了古堡的第3层，零下的极度低温，换作是普通人的话，早就冻成冰块了。反观江涛，只是脸色有些泛白，其他的地方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事情。紧接着，江涛神色平静地坐进了商务车，开口说了一句：“回江家大院。”经过了漫长时间的行驶，商务车终于进入了江家大院。车内的江涛透过车窗查看，大院内摆满了丧事的用品，周围的佣人的头上也都戴上了白布，看得出来，许中已经将这些事情安排好了。随着司机的一脚刹车踩下，商务车稳稳地停在了别墅的门口。江涛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他惨白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只不过刚下车的他就听见别墅内传来打杂的动静，他皱了皱眉头，然后走了进去。进入别墅内之后，他就看见别墅内被砸得满地疮痍，就像是被劫匪打劫了一样，地上到处都是碎裂的花瓶。屋内站了好几个头戴白布的佣人，他们都站在了一旁，脸色都不是多好。则哥哥没死，你们都给我滚！凄厉的嘶吼声音传来，可以听出是一个少女的声音。江涛眉头皱起，慢慢的到了佣人的身后，轻声的开口说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佣人们回头看去，发现是家主，他们立刻就像是有了主心骨一样。站得最近的一个佣人开口说道：“家主，是小姐，您还是自己亲自去看看吧。”江涛点了点头，然后绕过佣人，走了进去。随即江涛就看见江如雪披头散发站在他的房间门口，少女的双眼中充满了血丝，表情凶狠，微微的驼背，双手环抱着一个相框，相框内的人赫然就是莫之泽。少女的身影看上去非常的狼狈，嘴中还在不停的呢喃：“则哥哥没死，他还活着，活着。”第81瘫软在地。现在江如雪的这个样子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疯子，嘴中一直在神神叨叨的，在其周围遍地都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些家具的边边角角。江涛刚走近没几步，江如雪立刻就发现了有人靠近，立刻蹲下了身子，伸手在周围的地上随便抓了一把玻璃，锋利的玻璃将其粉嫩的小手划出了道道伤口，鲜血顺着手臂滴落。只不过少女并不在意手上的伤口，直接用力一抛，无数锋利的碎片向着江涛了飞了过去。只不过区区的几片玻璃碎片怎么可能伤得到江涛？只见江涛一个微微的侧身，就直接就全部躲了过去。随即江涛继续向着少女靠近。江欣然见那些碎片并未阻止来人的靠近，立刻就大吼一声：“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杀了你！”少女的话音落下，江涛就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啪！一个清脆的巴掌声音响起，江涛直接一巴掌甩在了她的脸上。少女的身形直接就是一个踉跄，并且其脸颊的一侧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巴掌印。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充满压迫感的声音传到了少女的耳朵中。讲真，这一巴掌确实让少女清醒了不少。江如雪抬头，眼眸缓缓地看向了身前的人。爸爸，颤颤巍巍地说出这2个字之后，少女眼中的泪水立刻就一涌而下，顺其脸颊滑落，留下几道泪痕。我知道小莫对你很重要，但是你要清楚，他已经死了。江涛说完，将视线落到少女怀中的相框，他直接伸手一把将其夺过。江如雪见到相框被夺走，就好像是自己的命脉被夺走一样，发疯般的对着江涛的冲了过去。江涛单手顶住了他，另一只手将莫之泽的画像高高的举起。爸爸，
我求求你，将它还给我。少女一边哭一边说道。江涛见到女儿这副模样，握住相框的手不由得握得更紧。他知道江如雪已经几乎快要成为以前的自己了。为了不让悲剧发生在自己的女儿的身上，他必须要斩断少女的这种念想。江涛的内心一紧，直接将手中的相框甩了出去。不，少女再次的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砰！莫之泽的相框落到了地上，瞬间就变得支离破碎。此时少女还想冲上去，她想将画框中的照片捡起来，因为照片还是完整的。但是江涛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想法，这种念想必须断。他的内心暗道。随即江涛对着站在一旁瑟瑟发抖的佣人说道：你们将画框中的照片拿去烧了，一点都不能剩下，否则你们就不用在这里干了。充满压迫感的声音传到了佣人的耳朵中，他们齐齐地打了一个冷战。今天的这一幕可将他们吓坏了，哪怕就是在这里干了很久的老人都没有见到过今天的这番场面。听到江涛的话之后，随即走出了2个年近40左右的女人，只不过他们没走出几步，突如其来的一声吼叫让2人站住了脚步。我看你们谁敢，信不信我杀了你们？远处看着这一幕的江如雪嘶吼的威胁道。佣人们被吓得站在了原地。说实话，现在的他们完全相信少女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江涛见此，转头对着他们说道：这个你们不用管，按我说的做。2个下人犹豫了一番，他们互相对望一眼，最终还是走了上去，弯腰将照片捡起来之后，他们就一路小跑的离开了别墅。混蛋，放下照片，否则我杀了你！江如雪嘶吼的开口。放下照片！啊！江如雪的挣扎至始至终从未停下过，只不过她在江涛的手中就像是一个小鸡仔一样，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最终少女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嘶吼，豆大的泪珠再次的滑落。别墅内剩下的佣人也跟随着那2个人一起离开了。少女开始慢慢的不再挣扎，江涛也发现了这一点。最终，砰！江如雪瘫坐在了地上，脸上的表情无法择语。江涛一直在内心告诫自己，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能心软。就在此时，江家的管家许忠，他慢慢的从少女的卧室中走了出来，苍老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轻轻的扶手，对江涛开口说道：家主，是我办事不力，没能照顾好小姐，才闹出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江涛抬头看向许忠，开口说道：不用说了，去忙吧。许忠没有说话，他只是低着头走了出去。江涛知道，只要是有关江如雪的事情，许忠几乎都办不好，因为许忠对待江如雪有着一种偏爱，就像是爷爷对待自己孙女那般。只要是江如雪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对是错，许忠都会去满足。所以对于今天的这番场面，江涛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在江涛出去的时候，虽然曾经交代其照顾好小姐，不要让小姐出现什么过激行为，但过激行为指的是自杀或者自残之类的行为。只要没有出现以上的2种情况，那许忠就算是完成了江涛交代给他的事情。回到现实，江涛看着瘫坐在地上的少女，叹息了一声。江涛摆了摆手，别墅外立刻就走进来了2个身穿黑衣的保镖。江涛开口说道：照看好小姐，不要让她走出这个别墅。是。2个保镖齐声应了一声，随即江涛转身就走出了别墅。走出别墅外之后，他看见许忠就站在了门口。他看见之后并没有诧异，他慢慢的走到了许忠的身边，2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远处。江涛开口说道：许伯，最近的烦心事你不用放到心上，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对此，许忠开口说道：家主，小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您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在照顾她，她的性子我很了解。依我看，您……最后的几个字许忠并未说出，但江涛也明白其中的意思。他没有说话，他的眼眸一直在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许伯，算了，不要再讲这些事了。你让保镖在今天之内抹除掉小莫所在的一切痕迹，然后通知我的那些圈里人，举办葬礼。说完，他拍了拍许忠的肩膀，随后离开了这里。另一边，一座大山脚下的村庄内，莫之泽一瘸一拐地走到了1楼。在这几天的相处之下，他和那个叫田小蝶的女孩也慢慢的熟络了起来。他得知少女也是这个村子的，家就住在这旁边。在经过了短暂的相处之后，他看得出来，女孩并不坏，只不过女孩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时候，总是有着一种不怀好意的感觉，就好像随时都想扑到自己的身上将自己吃了一样。看来颜值可以让人疯狂，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莫之泽走到1楼，打开了房门，一道强光照了进来，少年立刻就闭上了眼眸。在经过了一会的适应之后，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眸。莫之泽看了看周围，
发现没有人，随后少年就用其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里，赤脚踩在泥土上面，冰冰凉凉的触感挺舒服的。没错，少年想跑，虽然现在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过几天之后呢？陈巧不就是这样？明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还是那么乖巧的一个女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且田小蝶还是江涛派来的。江涛那是什么人啊？江如雪他爹啊！江如雪虐待自己的时候，他可是在一旁看着的啊。虽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是只要有机会，那就肯定要跑。但是在跑了没一会之后，少年的身后突然传来的一个声音：“你要去哪呀？”声音带着一些土碴子味，不过能听出来是一个女的。莫之泽一听这个声音，立刻就知道是谁了，赶忙站住了脚步。身后的人一步一步的走上前来，莫之泽也慢慢的回过了头，对着身后的人露出了一个微笑。来人正是田小蝶，他有些诧异的看着少年，眼神之中满是不解，不明白其向这个方向走干什么，而且腿脚还不方便，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不过当其看到少年对他露出微笑的时候，他直接就愣在了原地。在那一瞬间，他就连两人将来的孩子名都起好了。不得不承认，莫之泽的笑容杀伤力确实大，特别是对同龄人的异性。我没事，闲得无聊，出来走走。莫之泽微笑的说道。田小蝶愣了一会之后，随后回过了神，咽了一口口水，脸上慢慢的出现了一些红晕。随即少女立刻就扭过了头，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她只是对着自己笑了一下，自己竟然就脸红了，好丢人啊！少女的内心感叹道。莫之泽看着少女突然转过了头，也是有些发懵。再过了一会之后，少女脸上的红晕渐渐的消退，少女慢慢的抬起了自己的脸，确认自己的脸不再红了之后，开口对其说道：“这里你不熟悉，而且你腿脚不好，万一走丢了怎么办？”“没事，我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会走丢呢？”莫之泽开玩笑的说道。“既然你转转的话，那我陪你一起吧。”田小蝶开口说道。“这好吧。”莫之泽思考了一下说道。“第82，我有女朋友了。”随即两人就并排往前走去。走在莫之泽身边的少女，心里简直都要乐开了花，和爱的人一起手牵手的走在路上，看晚霞或者日落，然后两人再有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满，这就是少女的理想生活。只不过现在的少女距离理想的生活还很遥远，少女的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反观莫之泽，他一脸平静的看着周围，眼神环顾四周，正在思考该怎么跑。呀！突如其来的一个声音吓到了少年，他转头看向身边的人，有些疑惑。只见田小蝶低头看着莫之泽的脚下，双眸瞪大，惊诧的开口说道：“莫哥，你怎么没有穿鞋子啊？”少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表情有些尴尬，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总不能说自己为了逃跑没来得及穿鞋吧。就在莫之泽还在思考该怎么回答的时候，身旁的少女立刻就弯腰脱下了自己的拖鞋，顺便将其送到了少年的脚边。“你先穿我的拖鞋吧。”他开口说道。莫之泽立刻摆手拒绝道：“不用，不用，我没事的。”“这怎么能没事呢？你就穿吧，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就算光脚跑一天也没什么事情。你不一样，你从城市来的，身体比较娇贵，感冒了可就不好了。”少女开口说道。但莫之泽依旧摆手拒绝，自己一个堂堂的大男人，怎么能抢一个女孩的鞋穿呢？虽然自己也确实是从城市来的，但是可一点都不娇贵，以前的自己可是捡破烂的，在那种环境下，自己怎么可能用得上娇贵一词？最终在好一番的推辞之下，少女最后收回了拖鞋。“没事的，我们再继续走走吧。”莫之泽说道。少女听见少年说的话，犹豫了一番，本来她是准备带着少年回去的，毕竟莫之泽没有穿鞋，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就不好了。“走吧。”“没事的。”随即莫之泽推着犹豫的少女就继续的往前走去。田小蝶见自己实在是拗不过少年，无奈只能妥协，最后两人再次的并排的走在了一起。一路上莫之泽都在问东问西，怎么能最快的离开这里？村子中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平常村民什么时候休息？江涛有没有在这里留下什么看守人员？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少女也是很有耐心的回答：“山里的女娃娃最好骗，你问什么她就答什么，甚至都不用骗。”莫之泽仅凭着一张脸就能迷得其神魂颠倒，让其乖乖的回答问题。而且田小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真的是挺单纯的。就在莫之泽还想要开口问什么的时候，田小蝶突然开口问了一个问题：“莫哥哥，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少女的脸立刻就红了起来，她将头低了下去，
紧紧地咬着嘴唇，下巴抵在自己的胸口，眼神之中有些紧张，生怕少年会说他长得丑。墨之则看了看少女，内心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小妮子难道喜欢上自己了？因为上一个问出这句话的少女就是爱上了他，并且最终变成了一个疯子。只不过自己事先说过自己有女朋友了，而且都订婚了。看这小妮子挺单纯的，应该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墨之泽的内心想到。随即，少年咽了一口口水，开始上下打量着少女。田小蝶长得并不差，五官都长得挺标致的，扎着2个麻花辫，皮肤不白也不黑，身上穿的也都很朴素，整体看上去挺不错的。虽然不及江如雪那种顶级美女，但其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村花。在仔仔细细的打量完少女之后，墨之泽点了点头，开口说道：“你长得可以啊，挺漂亮的。”听见这句话的少女，眼眸立刻就亮了起来，神色有些欣喜。她直接抬头看着墨之泽，伸出舌头舔了舔唇瓣，随即开口说道：“那墨哥哥，你觉得我适合做你女朋友吗？”少女脸上带着微笑，露出了2排洁白的牙齿，眸子中对少年的回答充满了期待。墨之泽见此，顿时就愣住了，心里忍不住的感叹一句：“这个小妮子还真的是忘性大啊！那个，你忘了，我说过我有女朋友的，而且我都要订婚了。”墨之泽强颜欢笑的说道。但是谁知田小蝶接下来的一番话，直接惊掉了他的下巴。